大兴安岭的枪声惊起寒鸦，民兵的吼声穿透云海。杨建军，你带着孩子跑不掉的。树洞里7岁的杨柏死死捂住4岁妹妹的嘴。前世他这个恋爱脑老爹就在这场追捕后彻底消失，沦为一生污点的逃犯。而重生回来的杨柏，在父亲颤抖着爬出树洞的瞬间，抓住了他的衣领。爸，听我的，现在回头去自首，考状元，当大佬，让那女人后悔30年。至于那个抛夫弃子的妈，小男孩咧嘴露出不属于7岁孩童的冷笑。等我给你找7个医治好你的恋爱脑。而属于他的复仇正随着1977年的风烧向那座压垮父亲一生的天宫。1977年10月末，20世纪华夏最冷的时候，大兴安岭松林林场雪花飘荡，远处山林中传来吼声，一棵老槐树突然震动起来，干枯的枝条也被震断，一个脑袋从树中伸了出来。杨建军27岁，他是松林林场的员工，他从树洞中爬了出来，惊慌看向四周。就在此时，树洞中传来淡淡的声音：“老爸，赶紧抱我出去，妹妹要尿裤子了。”杨建军听了，连忙把手伸进树洞中。杨柏坚持住。杨建军7岁的儿子杨柏怀里抱着一个4岁的女儿杨青，待在树洞里。杨柏抱着妹子终于出了树洞。谁能想到此时的杨柏眼神恍惚，然后身体突然颤抖起来，不是因为逃跑，而是因为他重生了。杨柏重生回到自己7岁跟父亲跑路的时刻。我被那些人害了性命，却重生回来了。好啊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，我要让那天宫彻底破碎。杨柏目光闪过一丝狰狞，怀里的妹子憋着通红的脸轻轻问了一句，这一句让杨柏目光彻底柔和。妹妹别怕。杨柏第一时间安抚着妹子，同时歪着头看着老爹。爸又见到你了，可你有点坑。杨柏情绪极度复杂。眼前的老爸也让杨柏在前世找了许久，正想着，妹子拽了拽杨柏衣袖，杨柏一愣，然后想到什么，对着老爸喊：“把尿！”杨建军傻眼了，他不会给孩子把尿。杨青憋着满脸通红，天气太冷了，真要露屁股很凉的。杨柏真是无奈了，自己怎么摊上这个父亲了？杨柏亲自给妹子把尿，内心再次叹息，百无一用是书生，老天爷怎么让我重生在这个时候了？在这一年，他的母亲因为返程离开了林场，狠心把他们留下。父亲杨建军伤心欲绝，一个人带着孩子，觉得天逗他了。就在此时，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。杨建军当时想到，只要自己参加高考，成为大学生，成为城里人，就有可能在未来把媳妇给追回来。杨建军拼了命复习，就在10月份报了名。谁能想到，就在报名后，杨建军被人诬陷偷了国有资产。杨建军没办法，只能先逃跑。按照原有历史轨迹，杨建军逃跑是为了把2个孩子托付给自己父亲。杨柏和杨青留在爷爷身边，父亲却消失无踪。等杨柏长大成为一名神探，终于在老毛子那边找到父亲。那时候的父亲已经油灯干枯，一辈子没回国内，也没追回妻子。杨柏失去母亲，也失去了父亲。杨柏收回目光，妹子冻得屁股都红了，羞羞看着哥哥：“别怕，有哥哥呢。”杨柏说完，对着杨建军喊：“爸，走这边吧，这边安全。”杨建军现在六神无主，全然没想到自己儿子竟如此淡定，甚至还指了方向。这个方向就是前往金沟的方向。杨建军的家就在金沟老林场。当年杨建军可是杨家最有出息的孩子，都要被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了。结果杨建军跟女知青私奔了，把杨家老爷子气得扬言没这个不孝儿子。杨建军为了追求爱情，来到女知青的林场当了技术工，为了爱情放弃学业，结果妻子却弃了家庭，回归都市。爸爸，我们上哪去？杨青被杨建军背在身后，杨建军手中还拿着麻绳系在杨博的腰上。去爷爷家。杨建军咬着牙快速翻越山梁，天空落下的雪花都在指引着杨建军。杨柏跟着老爸跑着，小脸被冻得通红。杨青奶声奶气问：“我们有爷爷？”他从小就没见过爷爷。有，但是杨建军说到这里皱着眉，神色无比落寞。他真的不孝，可他现在是逃犯，只能求助父亲，不求父亲原谅自己，只求父亲能够接纳这2个孩子。杨建军不孝，可这2个孩子是杨家子弟。杨柏看着老爸的表情，已经跑不动了。爸，还有多久？他们到底怎么诬陷你的？你跟我说说。前世杨柏只是知道父亲是被诬陷的，但具体诬陷什么他根本不清楚。等他长大了，松林林场已经被取消，林场的人也都分配在各个单位。杨建军在公安系统就是逃犯一辈子的污点。幸亏那时候当神探不用查3代无犯罪记录，不然的话杨柏也当不了神探。这一世我必须帮着父亲。至于他要找老妈，杨柏对那个不要自己的老妈心中很是有怨恨的。他不要我们，我们还不要他呢。杨柏心中正想着呢，杨建军一低头，直接把杨柏给背了起来。爸爸没偷东西，儿子坚持住，我一定把你们送出去。杨建军根本没有那个体力，但为了儿子和女儿，他拼了。杨柏望着父亲，慢慢闭上眼睛，靠在父亲的肩膀上。爸，别担心，有我了。大兴安岭的山冰雪覆盖天寒地冻，杨建军额头上的汗珠子逐渐结成冰霜，棉衣棉裤都湿透。杨柏趴在杨建军后背上，轻轻地说：“爸爸让我下来，我自己能行，不用翻过前方的山岭就到了。记住，你的爷爷叫杨龙的。爸爸不是小偷，不是罪犯，林场的国有粮票不是爸爸偷的。”杨建军咬着牙，他无论如何都要跑到老林场，把孩子交给父亲。杨青摸摸杨建军的脸颊，又看看哥哥。懵懂的年纪，杨青还不知道发生什么。爸爸。杨柏看着妹子也伸出手来，2只小小的手握在一起，搭在杨建军的肩膀上。寒风冷冽吹着杨建军咳嗽起来。杨柏眯缝眼睛，已经知道父亲坚持不住。爸爸，放我下来休息一会。不用，到了你看，翻过山岭前方就是大兴安岭老林场，这里住着300多户人家。林场后面的深山老林中更是有鄂伦春族的人村寨，炊烟之下那是一排排木屋。这个时候林场里的人已经开始生火造饭。老林场的东侧杨树林后方栅栏后就是老林场的杨家，整个老林场曾经都是杨家的，杨家祖辈更是参加过抗联。1956年土地改革，杨家土地划归国有，但杨家祖辈还是保留一部分林区，在这林区中杨家人代代在这里养马打猎。时代变迁，
杨家人也希望子孙后代能够走出山林，前往大城市。杨柏看到这个林场，瞳孔一缩。曾经的他就在这老林场生活了10年，这里发生的一切对杨柏来说很熟悉。一想到那个爷爷再次看了看父亲，杨柏苦笑：回去你就得挨揍，我重生回来了，还是我来吧。谁让自己摊上这个父亲？父亲哪都好，就是太倒霉了。杨建军看到老林场，立马又来劲了。从山坡下来，杨建军加快速度，穿过杨树林场，大门已经在面前了。扑通，杨建军直接跪在地上，对着里面喊：爸，不孝儿子杨建军回来了。咚咚咚，杨建军跪在地上，直接磕头，泣不成声。杨柏站在内看着父亲，一手拉着妹子。杨青不懂，但看着哥哥跪下，杨青也跪了下去。此时林场内传来一声马鸣，一匹黄鬃马从林场内跑出来，马背上一名身穿黑布衫的男子，不管冷冽的北方，震惊地看着杨建军。老三回来了。马背上的人看到杨建军一踹马肚子，朝着林场之内跑去。族长，老三回来了。10分钟后，一群人出现在门口，众星捧月当中，一名满头白发、身材枯槁，身上披着一件熊皮大衣的老人来到跟前。杨柏抬头一看，嘴角上扬，眼中也起了水雾。爷爷！杨柏再次看到爷爷了。那个杨家族脾气很倔的老人家，前世杨柏回到老林场，谁也不待见，唯有爷爷关心着他，爱护着他。没有爷爷，杨柏能不能成人都两说。爷爷，我回来了，这一世换成我照顾你。一滴泪水从眼角滑落，下一秒，杨柏却听到妹子惊呼一声。杨柏吓了一跳，眼前的杨老爷子哪有父子相聚的喜悦？双目在喷火，怒发冲冠。杨荣道身边站着2名中年人，年纪稍大的留着8字胡，腰间扎着武装带，就跟古代的土匪头子一样。看着父亲杨建军皮笑肉不笑，那是杨柏的大爷杨建业。另一边30多岁，满脸络腮胡，双目充满冷漠，那是杨柏的二叔杨建明。杨柏正好奇呢，毕竟前世的记忆有点模糊。杨建军看到父亲，声音嘶哑起来：爸，我回来了。杨柏都知道爷爷第一句说什么，妈了个巴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杨荣道双目欲裂，直接从旁边人手中拿起马鞭：你还晓得回来？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爹？今天我打断你的狗腿，给列祖列宗一个交代。杨荣道说完，举起马鞭对准杨建军的前胸就抽了下去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杨柏一咬牙，一跺脚：爷爷！杨柏大声喊了一句，然后从嘴里喷出鲜血，脑袋一歪倒在地上，四周一片死寂。杨荣道的鞭子掉在地上，我孙子！杨柏咬破舌尖，直接给爷爷来了一个自残。不自残不行，这鞭子打下去，老爸扭头就跑，扔下他和妹子一去不复返，绝对不能让老爸跑了，也不能让爷爷真打了老爸。杨柏这个孙子已经开始表演了。杨建军看到儿子倒在地上，当场就慌了。杨青看到大哥晕倒，跪在地上，哇的一声就哭了。这凄惨的一家人看得林场老老少少心中悲戚。杨建军再次求着杨荣道：爸，救救杨柏，这是你孙子。杨荣道快70了，就老大家给他生了一个长房长孙，老二家生了2个丫头片子，老三这个王八犊子离家出走，居然也生了一个儿子。杨荣道看着倒在地上的杨柏，老脸瞬间激动起来。再怎么说这是他孙子，痛恨杨建军不能痛恨孙子。来人，把我孙子抱进去，把老王给我喊来，给我孙子看病。王八羔子，你们都看什么呢？杨荣道这么一发怒，顿时所有人赶紧喊了起来。杨建军看到老爸这样，一把抱起儿子，朝着林场内跑去。旁边也有人把杨青给抱了起来。杨柏趴在老爸肩膀上，轻轻说了句：爸，别着急，我舌头破。杨建军一个踉跄，差点再次跪在地上。啥玩意？儿子只是舌头破了，你舌头破了，你喷那个干嘛？吓坏我了。杨建军正说着呢，杨荣道也在后面喊：老王，给我孙子看看。林场老王就是赤脚大夫，专门负责给老林场的人看病。一名秃头老者从一个木屋跑了出来，身上还背着药箱。咋了这孩子？杨柏看到老王大爷出来了，瞬间眼睛一闭，再次装晕。等进入木屋，一股热浪让杨博真想哼哼。木屋中间烧着暖炉，旁边房间还烧着土炕。杨建军知道儿子没事，刚要说什么，却看着儿子继续闭眼。杨建军呼唤着儿子。老王已经来到杨柏面前，开始检查了。杨荣道呼哧带喘也走了进来。我孙子没事吧？老大被马，实在不行送到镇医院。老王刚要掐杨柏人中，杨柏微弱睁开眼睛。爷爷！看着杨柏虚弱的样子，杨荣道瞬间心疼了。隔代人亲，更何况隔了10年才见到孙子。爷爷在，救救爸爸，爸爸出事了。什么？杨荣道听到杨柏这么说，再次怒瞪杨建军。老王检查半天，说这孩子也没什么事。说出什么事了？杨建军看着父亲，再次跪了下去。爸，杨柏和杨青就交给你了，我得走了。我对不起你，有机会我再报答你。杨建军说完就想赶紧逃跑，绝对不能让林场民兵抓到。就在此时，杨柏用力抓住杨建军的衣袖。爸，你不能走，我要是你我就自首。杨柏一句话让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杨荣道也傻眼了，自首？你犯罪了。老三从小就聪明，但身体素质确实有点差，脾气秉性还挺内向，怎么还犯罪了，害人性命了，打家劫舍了？就他。杨荣道眼神更加复杂了，甚至还带着一丝期许。杨柏眨巴下眼睛，爷爷这是什么眼神？还想让老爸打家劫舍当土匪？杨建军不想跟父亲说这件事，太丢人了。儿子你就留在这。杨柏赶紧嘴角一抽，妈妈不要我们了，你也不要我们，你要走我也不活了。他把舌头上的那个又挤出点。杨建军看儿子再次吐血，瞬间慌神了。老王，我孙子怎么又吐血了？杨荣道更加心疼，也有点慌了。老王已经傻眼了，看病20多年就没见过这样的。杨柏再次微弱睁开眼睛，继续劝杨建军：爸，你得自首，不是你偷的，你跑什么？你跑了不就证明你偷了吗？爸爸，这是爷爷家，爷爷会帮你的，他绝对不能让老爸走，这一走真见不到了，必须留下老爸。不光要留下杨柏，也要给老爸洗清冤屈。还有老爸已经参加高考了，必须帮老爸完成。等老爸当了大学生，杨柏也准备在这70、80年代，也站在时代红利之前，打下一片大大的家业。这辈子才不当神探，神探也会被害了性命。
唯有建立自己强大势力，才能捅破那个天宫。杨荣道听到孙子这么说，一脚就踹了过去。别看杨荣道瘦，但这力量有点惊人，当场就把杨建军踹在地上。妈了个巴子，给我说！杨建军被踹倒，担心儿子，再次看了看父亲，一咬牙把发生的事情统统说了一遍。那个女人回城不要你们了。你要参加高考，有人诬陷你偷了东西，那你跑个屁！杨建军，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？孙子都比你想的明白。杨荣道恨铁不成钢，看着杨建军被女人完了，还被人诬陷，杨家人就这么好欺负吗？杨荣道还想踹杨建军，爷爷我没事了，能不能让爸爸自首，让公安叔叔抓住真的罪犯？杨柏的话让杨荣道眯缝眼睛看着眼前的孙子，目光越发深邃。自首是对的，有冤就得伸，老大去报警。杨荣道跟杨柏想的一样，让公安调查比杨建军逃跑要好。诬陷杨建军的人巴不得杨建军跑，甚至追踪杨建军的民兵估计已经被真正的罪犯安排好了，直接在深山老林给杨建军一枪，人没了就没了。对证粮票就是杨建军所偷。杨建军看着父亲，再次看着儿子，我不想被抓，我要找他。到现在杨建军还惦记自己媳妇呢。杨柏再次闭上眼睛，他对老爸真是无语了。恋爱脑我真是服了，我妈去京城当大小姐去了，未来还会嫁给京圈大公子。大兴安岭的枪声惊起寒鸦，民兵的吼声穿透林海。杨建军，你带着孩子跑不掉。树洞里7岁的杨柏死死捂住4岁妹妹的嘴。前世他这个恋爱脑老爹就在这场追捕后彻底消失，沦为一身污点的逃犯。林场门口3辆自行车迎风冒雪来到这里，领头的人是老林场森林公安所所长赵东来，二叔杨建明骑着马正在门口等待。赵所辛苦了。杨建明掏出一盒迎春扔给赵东来，赵东来抽出一根烟扔给同事。遭贼了，谁敢来着？不是，进去说吧。杨建明领着赵东来进入沐浴间。杨荣道坐在虎皮椅子上，阴沉着脸。老三杨建军跪在地上，杨柏牵着妹子的手分析着情况。赵东来一进来，杨柏瞳孔一缩，是他。赵东来可是未来滨城副局长，10年间赵东来破获许多大案。杨柏前世就认识赵东来，也知道赵东来的水平。要不是老爸当时跑了，杨柏真希望赵东来帮着破案。这次杨柏终于抓住机会了。赵东来走进来，老爷子出啥大事了？这是小偷。赵东来瞳孔一缩，杨家老三回来了，还跪在地上。赵所这次让你来是这小畜生要自首，啥玩意？赵东来被这弄得一愣一愣的。杨荣道指着杨建军，你自己说。杨建军苦笑，我是松林林场技术工，昨天林场刚到的粮票丢失了，我当时的确去了财务，不过是报销。我进去的时候也没看到财务的人，等我出来就听说财务丢了6000块的粮票，这粮票是年底前要发给工人的。杨建军把事情都说了一遍。原来是这样。赵东来听明白了。杨建军被松林林场的民兵追捕逃回家里，看着杨建军听完也没多说什么。杨建军说没偷难道就没偷吗？赵所先把这狗东西带走调查，如果真是他偷了，给他判刑，老夫没有二话。但要不是他偷的，我也希望赵所给这小子伸冤。赵东来对着身后的人说，带走吧，回头问问松林林场。公安直接给杨建军戴上手铐。杨建军不想失去自由，他还要找回妻子。爸照顾好孩子，杨柏你也照顾好妹子。杨建军回头喊着，而这个时候杨青已经哭了，却被杨柏用力抱着，别哭，等一下。就在杨建军要被带走的时候，杨柏跑了出来，一把抱住杨建军的大腿，哇的就哭了起来。这让妹子杨青傻眼了，大哥不让自己哭，他怎么还哭了？杨建军被孩子弄得泪水滚落，心中悲切，直接跪在地上抱着杨柏。刚抱上杨柏，就趴在杨建军耳边说，爸千万记住，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，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啊！杨建军当场傻眼了，自己儿子说什么呢？爸，我相信你，但你要承受住，估计松林林场的民兵也会审讯你，扛住了。扛住什么？杨建军还是不懂。杨柏哭嚎着大记忆恢复术。杨柏不管老爸懂不懂，他必须嘱咐住老爸，就老爸这身体一旦进入审讯室，还不一定发生什么呢。赵东来是好人，可他只是所长，松林林场比这里大多了，一旦民兵和松林林场的公安出手，杨建军估计要被送回去。爸爸你别走。杨柏继续喊着。杨建军很迷茫，他看着儿子的眼神怪怪的。杨柏说完，突然再次扑向赵东来。大爷杨柏抱住赵东来大腿，这个时候杨柏还趁机对着妹子勾勾手。妹子杨青最听话了，她立马跑了过去，一把抱住赵东来的大腿。大爷你们……赵东来也傻眼了，双腿挂着2个孩子，他不敢动了。我爸是冤枉的，林场有坏人，你一定要帮我抓住了。到现在他们都不报警，肯定有问题。杨柏这话让赵东来瞳孔一缩，好像想到什么。对啊，丢了6000块粮票，不赶紧报警，用民兵来抓，这里一定有问题。而这个时候杨荣道眼圈也红了，自己孙子和孙女这么小就要承受父离子散的痛苦，这让杨荣道无比难受，让人赶紧分开兄妹俩。爸爸！杨青奶声奶气喊着，杨柏却用力抓住大腿，让眼泪流淌出来。爸！这凄厉的叫喊让所有人的心都缩紧了。赵东来把杨建军带走了，杨柏回头看着杨荣道，杨荣道这个暴躁爷爷也偷摸擦着眼泪。杨柏走过去抓住杨荣道的手，安慰爷爷别难过，爸爸一定没事的。杨荣道看着孙子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懂事勇敢善良体贴，好孙子。杨荣道一把抱住杨柏，能有这个孙子是老天爷送给他最好的礼物。隔壁木屋里菜已经上桌，大爷杨建业坐在左侧，旁边坐着大婶薛梅和女儿杨雪，右侧坐着二叔杨建明、二婶赵静，旁边坐着一对姐妹花，还是双胞胎杨玉和杨芳。这些人都吃完饭了，这些饭菜都是给杨柏和杨青准备的。杨柏拿着稀饭递给妹子，然后杨柏拿起苞米饽饽对着爷爷说，爷爷你吃。杨荣道慈祥笑着，这大孙子多好。大儿媳妇薛梅忍不住说，爸这孩子谁带？先说好我还要去县里接大鹏。薛梅说完，二媳妇赵静就咳嗽起来。老二家一直身体弱，他也不说不养兄妹俩，反正让老爷子自己看，他是没能力养。杨柏继续啃着饽饽，前世他大爷最看不上他们一家，我这个二叔表面上是莽夫，其实内心都可以绣花了。
果然二叔杨建明就瞪了媳妇一眼，咳嗽什么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领着孩子回去。二嫂很配合，直接拽起双胞胎丫头就走了。杨建明还对着老爷子一笑，爸抱歉了，那个啥我去看看马厩。杨建明拍拍屁股也扭头就走，让他照顾杨柏和杨青做梦吧。看到这哥俩都走了，杨荣道看着杨柏和杨青老爷子，目光犹如鹰隼一样。爷爷你也吃。关键时刻杨柏拿起饽饽递给杨荣道，爷爷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，我爸爸也会回来，这几天我就跟着你吧，别麻烦大妈和二妈了。行，跟着爷爷吧，晚上跟爷爷睡一起。杨柏狂点头，必须抱紧爷爷大腿，有爷爷在杨柏就有底气。爷爷是一家之主，还是杨家的家主，在老林场就是权威。杨柏审时度势，一个劲跟爷爷说好话，爷爷你老当益壮，我给你敲敲腿，爷爷可不可？杨荣道没想到这个小孙子好像有点话痨，还挺谄媚的。想到孙子没有了妈妈父亲，还被人冤枉，家里的叔叔婶子还不待见，杨荣道也心中有数，只要自己还活着，就护着这两个孩子。这柱子上有灯线，半夜起来开灯。杨荣道嘱咐着，杨柏却什么都知道。杨青已经很困了，沾上枕头就呼呼大睡过去。杨荣道也发出鼾声，等两人睡了，杨柏却坐了起来。大兴安岭的枪声惊起民鸦，民兵的吼声穿透林海。杨建军，你带着孩子跑不掉。树洞里7岁的杨柏死死捂住4岁妹妹的嘴。前世他这个恋爱脑老爹就在这场追捕后彻底消失，沦为一生污点的逃犯。杨柏确定两人都睡了，立马翻身下了炕，生怕吵醒老人。杨柏动作很轻，来到西屋快速进入。西屋的炕梢上还放着桃木柜子，杨柏直接来到衣柜，打开柜子，从里面直接掏出铁，打开桃酥铁盒，从里面掏出红布，还真的在，看来我记得没错。杨柏笑笑解开红布，居然是一把手枪。杨柏看着手中的马牌撸子，深吸一口气，我也没想到现在是7岁，必须弄一把枪防身。爸爸，我得救你。杨柏把枪揣进裤裆，报纸包的是12发子弹，杨柏先藏了起来。这把马牌撸子是爷爷年轻时候用过的，一直都藏在这柜子下方。杨柏得到枪后彻底放松下来，再次小心翼翼上炕睡觉。就在杨柏呼吸匀称的时候，杨荣道猛地睁开眼。此时的杨荣道就这么看着孙子，目光极度的复杂。大清早外面就传来马鸣声，马厩中的马被林场骑手给带了出来。老林场总共有30多匹马，其中一部分归林场，一部分归杨家。杨家用养马换取工分，到时候也用马和木柴交公粮。天才蒙蒙亮，外面已经闹哄起来。杨荣道早就起来了，家里的女人开始忙活做饭。杨柏揉揉眼睛看着窗外，妹子依旧在呼呼大睡。杨柏摸摸裤裆，马牌撸子还在，套上棉服，杨柏就跳下了。爷爷早。杨荣道慈祥的点点头，洗洗吧，你爸的事不用担心，白天你大爷和二叔会去派出所，你就留在家里。好，等杨柏洗完了就去外面拿柴火。不用你忙，你才多大，你都没来过这还挺熟练的。杨柏赶紧说，我昨天都看到了，挺聪明，但再聪明也是孩子，有些事情该做，有些事不该做。杨荣道意味深长看着杨柏，杨柏瞳孔一缩，老爷子是发现什么了吗？杨柏没解释，坐在杨荣道身边看着马圈方向，这些大部分呢是蒙古马，马身矮小但耐力惊人。另一个马厩也放出来一些马，这些马比蒙古马还要小。杨柏看到其中一匹枣红马，目光闪烁，这些马都是鄂伦春马，他们擅长山林奔跑。早上6点半，餐厅那边已经准备好饭，杨青也醒了。杨柏烧了热水，用毛巾给妹子好好洗了洗，给妹子扎好头发。杨荣道都看在眼里，杨柏很会照顾妹子。饭桌上就是稀饭和饽饽还有咸菜，杨柏喝着稀饭也不说话。杨雪吃完饭就要骑马上学，其他人也都各有事情忙碌。杨建业和杨建明要去派出所看看杨建军的情况。所有人都走了，杨柏小声跟杨青嘀咕着什么，杨青乖巧点头。杨沧海却遛弯了，杨柏却趁机再次跑进马厩，他直奔中间的枣红马。这匹枣红马正在吃草料，看到杨柏打了一个响鼻。杨柏伸出手来，小红是我又见面了。前世这匹马就被爷爷送给自己，自己上学就骑着马。童年的时候有小红陪伴是杨柏最开心的事情。两世为人，再次见到伙伴小红，杨柏伸出手来，说来也怪，小红本来打着响鼻，可闻了闻杨柏的味道，居然伸出脑袋来主动让杨柏摸。杨柏眼圈红了，小红的灵性超越时间，小红我需要你帮助。一道红色匹链从马厩后面冲进林场山林，杨柏骑在马背上，目光坚定无比。松林林场，本少爷回来。林间积雪飞溅，枣红马发出一声马鸣，瞬间停了下来，喷出一道热气。杨柏嘴巴周围全部都是冰霜。从老林场翻山越岭足足1个多小时了，估计还有1个小时才能到松林林场。那片是国有林场，四周还有4个公社大队，林场下方还是现场。小红有点累了，回头咬了一下杨柏，结果没咬到。杨柏没有回头，有人跟踪我。他慢慢把鼻子从围巾中伸了出来，大口吸了一口气。前世的杨柏可是在临海生活10多年，学过一种方法，可以提供人体各种感知力，视觉、嗅觉、味觉等等都能提高。刚重生回来，其他感知不好使，但凭借嗅觉分辨人和动物的气息还是没问题的。杨柏闻了闻身后有人喂，不会是劫匪吧？杨柏摸向腰间的马牌撸子，对方有可能是穷凶极恶的杀人犯，在林场外更是有偷猎者，还有偷矿者，这些团伙更是凶残无比，无论男女，无论老少，只要被他们在山林中发现就会被杀。杨柏彻底紧张起来，他才是7岁孩子。架杨柏轻轻拍了拍马脖子，小红打了一个响鼻，突然冲了出去。杨柏直接冲向山坡，并没朝着松林方向而去。杨柏还从树上猛地抓下一个树枝，在马鞍上直接一个转身，一手抓住缰绳，一手拿着树枝在地上开始清扫马蹄印。飞雪再次覆盖住路面，杨柏看向远处，再次翻身，小红瞬间停了下来，一人一马躲在灌木丛后，四周逐渐寂静下来。果然在这山路上出现一人一马，马背上插着2把猎枪，一名中年骑手双目异常冰冷，
呼吸间一道道热气从嘴巴而出，身上穿着一件熊皮披风，气势十足。不是吧？杨柏看到来人，瞬间就把头缩了回来。关大爷怎么在这？来人是爷爷的亲信，老林场旗手第一人关刀。关刀从小是孤儿，被爷爷抚养长大，前世杨柏的骑术和打猎就是从关刀大爷身上学来的。难道爷爷发现了？我去！杨柏一个机灵，自己偷摸出来，已经被爷爷发现了。爷爷还派出关刀来追他，这可怎么办？撩吧！杨柏必须去松林林场找到那个会计，给父亲找到证据。杨柏没骑马，牵着小红就要朝着另一侧而去。就在此时，一声枪响，风子弹擦着小红脑袋打在对面松树上。杨柏瞬间双手举过头顶，老老实实不敢乱动了。关大爷，哎呦我去！关刀骑着马来到杨柏身边，你认识我？这个老三家的儿子让关刀也感觉一丝熟悉。杨柏慢慢转身，挤出灿烂的笑容。大爷，我爸跟我说过你，他骑马也是你教的。杨柏这么说，关刀冷酷的脸上稍微柔和许多。你的骑术谁教的？我爸都是我爸，我爸可厉害了。杨柏的话让关刀直皱眉。杨建军小时候的确会骑马，但杨建军的骑马天赋以及运动能力太渣了。杨建军就是脑袋好使，会读书。杨柏的骑术比杨建军强的太多，而且还能发现关刀的跟踪。你爸教你？关刀真不信。难道10年没见杨建军杨老三变厉害了？那是我爸教我时候还说了，这一切都是关大爷教的。关大爷，你就是我的师爷。一句师爷让关刀有点恍惚。行了，跟我回去。杨柏听关刀这么说，赶紧摇头，不行。关刀冷冷看着杨柏，别废话，快点。真不行，我得去林场救我爸。你才多大？这些事情交给公安。关大爷，我有办法可以快点救出我爸。大爷，要不咱俩一起去林场，你帮我，你相信我。杨柏知道，如果真让老爸待在公安手中，一旦今天落在林场那些民兵手里，就老爸那身体根本扛不住。到时候真正的凶手想让杨建军认什么，杨建军甚至都得认，更有可能其中一部分粮票从父亲的房间找到。关刀声音拔高回去，下一秒杨柏一伸手，直接将马牌撸子拿了起来，枪口对准自己。关刀盯着杨柏，忍不住说：“你会玩枪吗？别走火了。”杨柏直接对着天空开了一枪，砰！这一刻关刀傻眼了，眼前的孩子会玩马牌撸子，而且手枪一直是上膛状态。大爷帮我！我不能回去，我熟悉松林林场，我能找到凶手。关刀沉默了，再次看着杨柏，点点头，好，我答应你。杨柏并没放手，反而朗声：“我听老爸说过，关大爷一诺千金重，你说答应我了，绝对不能反悔。别废话了，你这枪！”关刀让杨柏赶紧上马。我爸爸告诉了我爷爷藏枪的地方，还行，爷爷没换地方。关刀阴着脸，觉得这个老三怎么变得这么坑，还把父亲藏枪地方告诉孩子，这太没溜了，怪不得媳妇跑了。杨柏骑上小红驾，这一次一黑一红两道匹练朝着松林林场而去。林场足足有5万公顷。整座山几乎都是林场基地，在山脚林场1000多名职工的宿舍形成一个小镇，小镇后就是整个林场。半山腰还有林场的办公木屋，那个地方24小时有民兵巡逻，林场民兵就有一个连。杨柏站在山坡上，正看着宿舍的方向。此时已经快中午了，许多人都去了林区食堂，留守在宿舍的基本上都是妇孺老幼。大爷从那边下去。杨柏凭借前世记忆找到一个入口，能从山上绕过民兵进入宿舍。关刀也看向宿舍方向，你确定？他也想看看杨柏怎么找证据。一大一小进入宿舍区，关刀几乎没脚步声，这是他猎户技能。杨柏也没脚步声，他是孩子，脚步本来就轻，加上他踮着脚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关刀看着杨柏，这孩子还会打猎吗？也是老三教的，不能吧？老三杀个鸡都费劲。关刀正说着呢，就看着杨柏一个加速，直接来到一个木屋门口。杨柏从木屋门口花盆下面找到钥匙，熟练的开锁。关刀傻眼了，杨柏这速度太快了。关刀感觉到那边好像有人过来，他冲了过去，瞬间而开。杨柏和关刀配合默契，两人进入房间内，门也关上了。一些提前回来的林场工人正在议论：杨建军把我们的粮票都给偷了，还自首要脸吗？以前怎么没看出来这小白脸这么混蛋？杨建军偷了粮票逃进山林，那些粮票可都是年底给工人发的福利，粮票没了，这让工友们怎么过年？所有人都在骂着，有的人还捡起啤酒瓶对准杨建军的家门扔了过去，啊！玻璃碎裂。杨柏根本没管，却盯着房间地面，瞳孔一锁。关刀也看到了，脸色一沉，这个屋子除了你们还进来其他人了。关刀是猎户，看到地上的脚印就能够分清楚男女，这男的还很强壮。杨柏看着脚印，脑海中浮现出身高和脚印的公式，身高172。关刀疑惑看着杨柏，杨柏能从脚印说出身高，这尼玛出马先附身了吧？杨柏摇摇头，再次嘀咕着，这身高林场多了去了，要是1.9米的还可以直接锁定。杨柏说完把鞋脱了下去，也嘱咐关刀大爷，你就在门口等着，我去找找。你找什么？粮票。关刀现在心中憋了一口气，回自己家找粮票，这还说你爹是冤枉的。关刀握握拳头，他这辈子就没做过小偷小摸的事，也鄙视小偷。杨柏速度很快，一会儿趴在地上看着床底，一会儿站起来爬上柜子，甚至还把家里唯一的合照给摘了下来看看相框后面。终于在灶台里掏出一个报纸包裹的包，杨柏从里面拿出一沓绿色的粮票，足足300块。关刀不由得骂了一句，没想到杨柏也抬头骂了句真阴险，小子你啥意思？你父亲偷粮票你还骂自己父亲？杨柏直接把粮票递给关刀，大爷，我爸可是读书人，能把粮票放在灶台里，这么冷的天谁家不烧炕？关刀听到杨柏这么说也是一愣，啥意思？我的意思有人进屋把粮票放在我家，这是纯诬陷。阴险是阴险，太白痴了。关刀瞬间明白了，仔细一想也对，有脚印，还有这300块的粮票，丢失的粮票足足6000块呢。大爷，我估计一会儿有人要来。杨柏刚说完，就看着关刀耳朵动了动，而这个时候杨柏的耳朵也动了起来。这两个人动作一模一样，要不是关刀注意，外面必定震惊。杨柏指了指后门，有人来了，出去。关刀一个纵身直接落在杨柏身边，
甚至一抬手抓住杨柏的脖子。大爷疼！杨柏龇牙咧嘴，关刀抓着杨柏直接出了后门。宿舍区内一些民兵正快速走着，领头的人是林区保卫科科长葛春，葛春也是民兵大队长。追踪杨建军也是葛春带队领着，葛春身后还跟着赵东来和2名公安。赵所，你放心，杨建军还敢不交代？粮票估计被他分别藏匿了，家里肯定也有。赵东来黑着脸，自从昨晚杨建军自首，赵东来就联系林区，结果林区的人连夜就来要把杨建军给带走。赵东来已经审讯杨建军了，他觉得杨建军不是凶手，林区却一口咬定肯定是杨建军。林区态度很强硬，必须带走杨建军。赵东来没办法，只能跟着杨建军过来，这也算某种保护。下半夜林场就要再次审讯杨建军，赵东来一直盯着。对方无法对杨建军用记忆恢复术，但不让杨建军睡觉，用大灯晃着杨建军。杨建军还真扛住了，就说不是自己。从昨天晚上一直坚持到现在，有人提议先把杨建军盗取的粮票给找到，现在葛春领着人就开始找粮票。砰！被踢开，这些人冲了进去，地上的脚印更多了。杨柏躲在阴影中，抬头看了看关刀，此时阴影中关刀已经抓着杨柏的脖子，杨柏双脚离地，可怜巴巴看着关刀，放我下来呗。关刀低头看了一眼，你父亲来这里了，那还用说？看到没有？我要是不把粮票给带走，我父亲的罪名就落实了。关刀也不是傻子，自然也看出来了，这是有人栽赃杨建军。大爷放我下来！关刀给杨柏整理一下衣服，问你有什么主意？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知道了。当然这个案件太简单了，凶手本想杀父亲，没想到父亲直接逃了还自首了，这让凶手只能拿出一小部分粮票栽赃，越栽赃越出错。杨柏再次看着关刀神秘一笑，大爷你得帮我。废话，我当然会帮你，谁是凶手你赶紧说，我们要怎么做？杨柏让关刀低头，关刀直接蹲了下去，他这次很认真听着杨柏的主意。杨柏趴在关刀耳边嘀咕几句，卧槽！关刀听了猛地跳了起来，小点声。杨柏想要捂住关刀的嘴，可惜只能捂住关刀的腿。关刀不光惊讶，他低头看着杨柏就跟看着魔鬼一样。林场财务科科长正领着其他公安询问情况，财务科总共3人，科长那天请假在家，另一个跟随厂长办理业务，财务就留下方小丽一名财务。他把那天情况跟公安说了，说完还方小丽咳嗽几声，怎么了？科长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科长老毛病犯了，头疼，昨天被吓到了吧？现在公安也来了，你要真难受休息1天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方小丽收拾东西走出林场主楼，刚出来，方小丽准备骑自行车，就感觉身后出现一个人，不等方小丽回头，这人一个手刀将方小丽砸晕。关刀抱住方小丽，身形一晃，快速融入山林中。林区西北一处山洞内，方小丽迷茫睁开眼睛，就感觉双手双脚被绑住，她尖叫起来。就在此时，黑暗中传来冰冷的声音：方小丽，你对公安说了什么？方小丽先喊了一句：你是谁？为什么抓我？告诉我你对公安说了什么？你不说，这个山洞就是你的终结之地。我什么都没说。一道寒光瞬间落下，黑暗中关刀愤怒回头盯着杨柏，刚才那个匕首是杨柏扔的。杨柏躲在关刀身后，耸耸肩，挤出可爱笑容，都是我爸教的。关刀狠狠瞪了杨柏一眼，心中狂骂：杨老三，你是真能耐了，你还会玩刀。就在此时，方小丽惊叫起来：别杀我！方小丽，你认命吧，粮票的事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而这个时候，方小丽晃着脑袋：葛春，你不能杀我，是你们逼我的，我听了你们的，为什么还要这样？那些粮票都给你们了，我也说是杨建军偷的，为什么？方小丽以为对方要灭口，关刀回头看着杨柏，杨柏露出轻蔑笑容：看吧，老爸的案件多简单。关刀回忆杨柏交代的审讯问题，这就是命。杨建军家里没找到粮票。方小丽听到这话，她已经哭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负责把钥匙留下，让你们打开密码箱，剩下的事情我不负责的。是你们说杨建军肯定能跑，只要跑你们解决掉他。方小丽在惊恐中把一切都说了。关刀愤怒地朝着方小丽走去，方小丽异常惊恐，关刀脸上缠着围巾，一把抓住方小丽的脖子，再次按了下去。方小丽脑袋一歪，杨柏过来拿起匕首，直接把牛皮绳砍掉。是那个葛春诬陷你爸，现在怎么办？当然是抓葛春了，在这里抓。没错，你怎么知道方小丽有问题？关刀还是不懂杨柏是怎么预判的，就这诬陷案件肯定是林场内部所为。我爸也没钥匙，也没密码，上哪能够打开保险箱？方小丽这个女人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关刀傻眼了。这是杨柏的理由，这纯属靠蒙，反正不是他就是科长，一个个绑过来吓唬一下就行，简简单单。关刀咬着牙抓住杨柏的脖子，你让我一个个绑票，小杨柏你够阴的，我爸教的。关刀拽着杨柏就走，这小犊子太阴险了，就是挨个绑票挨个吓唬。现在林区都是公安，真要让公安发现那就麻烦了。就在此时，杨柏却喊了一句：你去抓葛春，我得找赵东来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找公安？当然我得有证明人。葛春审讯我爸你就喊人，说方小丽叫他，我把赵东来也喊来那个地方。杨柏说出自己的计划，关刀想想还真同意了。不过就在分开各自行动的时候，关刀问了句：赵东来说我绑票怎么办？反正也不是我绑票，无所谓。杨柏说完撒腿就跑。关刀瞬间黑脸，小犊子你太坏了，杨建军你到底生了什么娃？杨家世代忠良，我怎么感觉这一代要废呢？杨柏在奔跑，他知道父亲被关在哪。林区的一切随着杨柏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。杨柏穿过休息区，再次来到主楼，看着有公安从里面进来。警察叔叔。公安一愣，怎么了？我爸让我过来找二叔，你帮我喊一声呗。你二叔是谁？赵东来。原来是赵所行，我现在去帮你喊。赵东来骂咧咧走了出来，老子就没侄子，哪个小瘪犊子？赵东来怒目而视，站在门口就看着对着自己挤眉弄眼的杨柏。赵东来差点喊出杨柏名字，可一想到这孩子是杨建军的儿子，没敢说出来。赵东来吞了吞口水，回头对着公安一笑，还真是我侄子。公安低头骂了句，走进寒风中。人一走开，赵东来直接抓住杨柏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大爷来的，大爷抓到凶手了。你说啥？
你大爷！杨建业还在我派出所呢，啥时候来的？赵东来知道杨建业和杨建明早上就去派出所，可惜没看到赵东来。赵东来已经在松林林场了。不是我大爷，你赶紧跟我走吧！杨柏拉着赵东来就走。赵东来很是疑惑，也只能跟着。刚到洞口就传来惨叫声，关刀一脚踹在葛春身。葛春后背撞在岩壁上，从岩壁上滑了下来。关刀掏出匕首，森冷走了过去，说不说？葛春惊恐看着关刀，你让我说什么？葛春委屈，本是方小丽约他，怎么出现这个人上来就动手？为什么诬陷杨建军？葛春听到这话震惊，看着关刀，你说什么？我不懂。葛春刚说完，匕首已经落在葛春咽喉。不说那就送你去见太奶下去陪方小丽吧。关刀这话让葛春瞳孔都要涣散了。方小丽被做掉了，我的天！葛春意识到什么，直接喊着。我说这件事的确是我诬陷杨建军，我早就看不惯这个杨建军，仗着媳妇是知青会点技术，你看他牛气哄哄的样子。我和方小丽弄来粮票嫁祸给他，粮票在哪？我说了你能放过我吗？都在方小丽那里，咱们可以去他家找找。关刀瞳孔一缩，有点问不下去了。就在此时，洞口外传来赵东来冰冷的声音：葛科长，原来是你。赵东来没有想到罪犯居然是葛春。葛春见到赵东来，立马喊赵所救我。赵东来看向关刀，知道关刀是杨老爷子手下的棋手，居然在这里还把葛春给抓了，甚至要了方小丽的命。关刀，就算你是为了给杨建军伸冤，你也不能要了人命。赵东来已经握住枪柄，要是关刀乱动，他立刻拔枪。杨柏跑了出来，赵所大爷也是没办法。那这样，你先把人都带回去，先让他们放过我爸，我爸坚持不了多久了。关刀望着杨柏，真想一巴掌呼下去。这小王八犊子要让赵东来把自己抓了，造孽啊！关刀就抬头望天，爱谁谁吧，看看杨柏到底要做什么。赵东来一伸手，直接把葛春给铐上了，然后看着关刀跟我下山回去接受处理。杨柏也不在乎赵所，你快点。赵东来点点头，这案子破得太容易了。其实赵东来也知道不是杨建军，肯定就是内鬼。赵东来已经准备让人盯着财物那几个人，葛春就是他怀疑对象之一。谁让葛春信誓旦旦说杨建军家里有粮票，结果去了葛春让人搜炉灶。大冬天谁能把东西藏在炉灶下？炉灶没有葛春，明显有点慌。这一切都看在赵东来眼中。赵东来压着葛春，瞬间引爆林区，大家议论纷纷。而这个时候，民兵和公安再次出现。赵所长长让你过去，要不是这些公安在，民兵有可能对赵东来动手。杨柏一个劲跟关刀交代着什么，最后一哆嗦了，关大爷，我亲大爷，求你了，现在都做成这样了，关刀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赵东来压着葛春回来。此时审讯室走廊上许多领导都在，林区这边领头是彭越和屈高山两名领导，副厂长彭越还负责主管安全保卫科，厂长屈高山和彭越在这里等着。他们已经知道葛春被抓了，那个老林区的所长抓了他们保卫科的科长，还说葛春是凶手。赵东来压着葛春走了进来，葛春看到两位厂长，直接就一嗓子：厂长，我冤枉他们刑讯逼供我。彭越和屈高山看着葛春这么说，脸更加黑了。赵东来还是很沉稳，两位领导进去说吧。行，那就进去说。葛春是我们的科长，我相信赵所应该有个正当理由。屈高山对着身边人也嘀咕一句，让林区的安保还有民兵都在门口守。杨柏站在关刀身后，却望向林区审讯室，老爸杨建军现在就在里面。所有人都朝着会议室而去。杨柏是个孩子，被关刀挡着没人发现，也顺利的跟了进去。副厂长彭越直接敲了一下桌子：赵所，你什么意思？赵东来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统统说了一遍。葛春联合方小丽诬陷杨建军，其实粮票是他们偷的。葛春立马嘶吼：领导们，我是被冤枉的，这个人袭击了我，用刀威胁我，他还要了方小丽的命，我能怎么说？所有人再次把目光看向关刀，他是谁？屈高山也质问关刀。杨柏拽拽关刀的衣袖，大爷开始了。众人纷纷质问赵东来：老林区关刀不是我们林场的，他还要了方小丽的命。赵所，你信任一个要了人命的罪犯？此时赵东来也严肃起来：你们真以为是杨建军偷了粮票？他有什么理由偷？其中一些人听了沉默下来，但更多的人却指着关刀：他要了方小丽的命，他说的话不能相信。葛春也再次对着领导喊：相信我，我是被逼的。而这个时候，关刀却淡淡的说：葛春，你很无耻，但无耻的人我见多了。葛春不管其他人怎么看，喊着就让人先抓关刀。林业公安朝着关刀走去，赵东来额头已经出现汗水。林区的人相信葛春，不相信他，这就麻烦了。可就在此时，有人猛地推开屋门，方小丽找到了。方小丽说了是葛春让他偷的粮票，这个消息让所有人再次震惊。赵东来一拍大腿，猛地看向关刀：你没动方小丽？关刀点头：他是人证，我怎么可能动他？这一切都是杨柏安排的，把方小丽敲晕，让方小丽在苏醒的时候听到葛春的交代，方小丽就会感到恐慌，为了活命，她肯定会投案自首，因为葛春的背后隐藏真正的凶手。葛春目光呆滞了，方小丽还活着，他已经交。彭越再次拍了桌子：葛春，原来是你！葛春一个机灵，闭上眼睛，嘴唇已经被咬破：是我。会议室再次一片哗然。葛春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居然还诬陷杨技术员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那可是同志们的口粮，你真丧心病狂！林区的领导一个个义愤填膺，他们真没想到葛春勾结方小丽。水落石出，赵东来这次也立功了。这一切都因为关刀。赵东来看上关刀了，回头应该调到派出所，起码也得进入联防队。可就在此时，关刀却冷冷地说：葛春，粮票在哪？赶紧交代！这句话让众人再次看向葛春。葛春一句话都不说，头更低了下去。无论怎么问，就是不说。有人站了出来：把这个人交给我，我一会儿就让他交代，直接给他上手段就可以。葛春身体颤抖，他知道对方会上什么手段，但他还是不吭声，就是硬扛。杨柏绕到另一侧，很快就锁定一个目标，对着关刀点点头。赵东来正好望了过去，一眼看到杨柏站在众人身后，众人还以为关刀会审讯葛春，却没想到关刀朝着领导们而来。一会问问方小丽，如果是这样，就交给咱们林区负责。彭越主动站了起来，询问屈高山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屈高山就会意的点点头。
接着他看向赵东来，赵所给我们林场一个面子，俗话说得好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我们会审讯好，也会把葛春和方小丽判刑。关刀在旁边笑笑，这位领导，咱们是不是应该问清楚5700块粮票的下落？彭越愣住了，这位同志说的对，不过这些粮票下落我们来审问就是了，你毕竟是外面的人。我的确是外人。这位领导，你们丢了多少粮票？彭越一愣，顺口回答6000块。那我刚才说5700，你怎么不好奇为什么少了300块？什么？其他人也都看向彭越，也反应过来。对啊，怎么是5700？众人议论纷纷。赵东来也疑惑看着关刀，因为有人安排葛春进入杨建军的家，在灶台下方埋下300块的粮票。葛春派人搜杨建军的家，没搜出来，所以没人知道300块粮票的事情。众人这才明白原来是这样。可下一秒，关刀却望着彭越，领导，你说谁安排的葛春埋粮票？是不是只有跟葛春一伙的人才知道剩下的5700块粮票？众人听了都看向彭越，此时彭越脸色有点难看，但他还挤出笑容来。你问我干什么？葛春和方小丽合伙，应该问他们。我当然要问你，因为我说出5700块的时候，你一点都不惊讶。关刀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再次看了一眼杨柏，杨柏对着关刀点头。关刀猛地一个转身指向彭越，真相只有一个，你就是幕后真凶。关刀说出这话有点别扭，杨柏却异常兴奋，伸出大拇指，对，就是这样的语气，真相只有一个。这些话都是杨柏教的关刀。四周再次一片哗然，赵东来也震惊看着关刀。公安都不是傻子，他们当然从关刀话里发现逻辑性。对啊，刚才关刀故意说出5700块，彭越一点都不惊讶。彭越就是要把葛春留在林场，彭越才是真凶。众人盯着彭越，彭越第3次敲了桌子，他拳头用力砸着，双目欲裂，放肆这什么狗屁真相？我是这里的副厂长，我可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你刚才问我，我根本没有注意，顺口而说。其他人不也没反应过来吗？凭什么说我是真凶？众人再次议论起来。这位同志，你别妖言惑众。是啊，彭副厂长只是没注意，这不算什么理由吧？赵东来也陷入沉思。关刀嘴角慢慢上扬。那我问问你，你最近用过清凉油吗？还是你家人用过？这一切都是杨柏安排的。彭越当场冷哼，大冬天我用什么清凉油？他也不想跟关刀纠缠。来人，赶紧把葛春押进去，这个人也请出去。关刀神色依旧无比肃然。你没用，那你的身上为什么有清凉油的味道？刷去高山看向彭越，闻了闻。彭越身边的人也闻了闻，的确，彭越身上有清凉油的味道。副厂长，你身上的确有清凉油的味道。妈的，有清凉油的味道犯法吗？只有接触粮票的人才有清凉油的味道，就凭彭越副厂长身上有清凉油味就能定为真凶。彭越冷笑起来，这根本不是证据。赵东来低沉地说，方小丽有头疼的毛病，每次头疼都会使用清凉油，粮票买回来只有方小丽经手，任何人都没碰过粮票，粮票上带着清凉油味。赵东来说完，猛地来到葛春身边，直接抓住葛春脱臼的手闻了闻，葛春有清凉油的味道。屈高山听了震惊看着彭越，老彭，真的是你勾结葛春、方小丽盗取粮票？此时的彭越再也没法冷静，额头冒汗，身体颤抖起来。赵东来抓住机会再次问葛春，葛春告诉大家是不是彭越？你现在说出真相，我算你立功。没错，是彭厂长让我做的，他答应我已经找到替罪羔羊，只要成功分我1000粮票。林业公安立刻来到彭越身边，彭越颓然坐了下去，我不敢了，放过我，求你们了，我现在就把粮票交出来，就在我家房梁上。屈高山骂了一句，彭越你真不配活着，把彭越抓起来太过分了。公安直接给彭越戴上手铐。赵东来看着关刀露出英雄向西的表情，这绝对是人才，老林场还有如此英雄豪杰。就在这时候，两人的裤腿都被抓住了，低头就看见杨柏可怜兮兮望着他们，我父亲能放出来吧？这话一出，赵东来笑了起来，同时内心中也对杨建军刮目相看，不愧是高材生，能把孩子教成这样。赵东来揉揉杨柏脑袋，当然能了，我现在就跟他们说，放心吧，这个小孩子鬼机灵的，还能够帮着关刀抓捕凶手，1天的时间就把真凶找到了。杨柏着急，赶紧吧。审讯室内，杨建军嘴唇干瘪，顶着黑眼圈，头发也乱了，满脸胡茬子。每当坚持不住，杨建军就想到儿子的话，为了儿子我一定坚持住，我没有偷。眼皮越来越重，杨建军想要睡一会儿，可他却听到走廊上都是动静。杨建军不敢睡觉，一旦睡过去不一定发生什么事情。就在此时，审讯室大门被推开，杨建军、赵东来走进来，身后还跟着杨柏和关刀。不是我偷的，我是冤枉的。杨建军习惯性回答，却让关刀惊讶看着杨建军。曾经的杨家老三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就会读书，可现在却能承受审讯。杨柏喊了一声爸，这让杨建军震惊。儿子，你们抓我儿子干什么？我警告你们不许碰我儿子，不然就算老子没了命也不会放过你们。此时的杨建军猛地暴怒，太阳穴青筋暴起，为了儿子，杨建军敢和人拼了。杨柏看着父亲，心中一暖，老爸再坑却也是这个世界最爱他的人。杨建军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案子破了，你清白了。赵东来拿出钥匙给杨建军打开手铐。杨建军瞪着眼睛，什么？案子破了这么快？爸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杨柏跑过来查看老爸身体没什么事，就是精神有点萎靡。回家？杨建军还不懂。赵东来再次说是关刀帮着破案的。杨建军再次看向关刀，他认识关刀，那也是他的哥哥，刀哥。杨建军眼圈一红，直接就哭了，眼泪鼻涕哗哗流下。关刀看着杨建军有点恍惚，这才是杨建军，刚才那个一点都不像。关刀走过来，你交了一个好儿子老三，我以前小觑你了。杨建军却不懂，依旧抱着关刀哭鼻子。杨柏一点都不着急，坐在桌子上双腿晃动。不过杨柏的眼神变得深邃起来，他们为什么选择父亲当替罪羊？这件事肯定不简单。杨建军听到真凶是彭越，瞬间迷茫起来。杨建军嘴唇都在哆嗦，他憋屈，那可是领导，就这么诬陷底下的员工。彭越身为领导，联合保卫科长和会计陷害杨建军，这传出去，林区震动，外面已经有人传来怒骂声，工人甚至要把办公楼给掀了。把彭越交出来，
马德什么东西欺负我们工人吗？杨建军满脸通红，他也想骂人，可惜他念书太多，从嘴里说不出屎尿屁，顶多王八蛋3个字。杨柏在旁边揉着眉心，老爸这嘴骂人都不会。爸，咱们可以回去了。我不回去。杨建军瞬间摇头，好不容易洗清冤屈，他要留在这里继续工作，也好好问问彭越凭什么诬陷他。赵东来也没办法，他想劝杨建军，可人家是松林林场的人。杨柏一撅嘴，爸，你不要我妹子了。杨柏可不想留在这林区，彭越到底为何陷害老爸？杨柏总觉得彭越背后还隐藏着阴谋，杨柏可不想把老爸留在这，自己也不想留在这。好不容易重生归来，杨柏得好好规划一下，不光规划自己，也得规划老爸。杨建军想到杨青还在老林场，可想到自己父亲的态度，杨建军也头疼。你忘记了你高考报名了，在林场你能安静学习吗？咱们还是回到爷爷身边，你不觉得对不起爷爷吗？你要真考上大学，又得离开我们了，爸爸。杨柏眼圈泛红，小手在大腿外侧猛地用力一掐，泪水终于滚落。这一哭也让关刀脸色阴沉下来。老三，你不回家？关刀是什么人？身上自带煞气。杨建军被这股煞气一喷，加上孩子也哭，主要孩子说的也对，我回家。关刀直接站在杨建军身边，行，收拾东西，一会儿我们就走。杨建军点点头，再次看着杨柏。杨柏早就不哭了，直接跳在地上抓着杨建军的衣袖，爸爸，我们走吧。杨建军有点恍惚，自己孩子变脸速度太快了。杨建军也没多想，跟着两人离开。此时外面闹哄哄的，屈高山看到杨建军出来，也亲自走了过来安慰，小杨，你受委屈了，我们已经把粮票搜出来了，这样回头我给你提升1级。杨建军摇摇头，厂长，我已经报考了，准备回家备考。真的？哎呀，小杨你是好同志，这样你这段时间就放假，要是能考上我祝贺你，考不上回来继续工作，不同岗位都是为祖国做贡献。屈高山继续说着，但外面的声浪越来越大，屈高山只能出去维持秩序。赵所，你不回去？不了。赵东来耸耸肩，他要留在这里继续审讯彭越。杨柏看到赵东来这样，再次来到关刀身后嘀咕着。关刀扭头对着赵东来说，赵所，帮我问问他为什么要陷害老三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赵东来会审讯的，现阶段还是稳定林场工人的情绪。走吧，刀哥，跟我回家一趟，我拿点行李。上次是逃亡，现在得回家拿一些必需品，甚至还有一些钱财。杨柏点着头，却在思索，怎么老觉得哪里有问题，这感觉一点不好。杨柏暗暗看着关刀，望着自己的眼神怪怪的。糟糕，等回到爷爷身边得低调点，反正什么事都是老爹教的。我才7岁，这是我最好的伪装。回到家，杨建军整理好一个包，拿好被褥，却被杨博阻挡。爸，咱们是骑马回家，爷爷那边什么都有，快点吧，一会儿就天黑了，走夜路不安全。就算有关刀陪着，自己屁股都还有马牌撸子，杨柏也得小心翼翼。骑马？1匹马，咱们3个人怎么回去？杨建军满头问号。2匹马？自己儿子会骑马了？爸，你忘记了是你教我骑马？你说说你是不是被审讯的脑袋还蒙蒙的？爸，咱们走吧。杨博瞬间变成话痨，就是用话堵老爸的嘴，领着老爸来到山林。关刀把手指放在嘴里，一声尖锐的口哨，一黑一红从山坡中冲了下来。7岁的杨柏反手将父亲扑，子弹擦着他头皮飞过。前世他惨死雪地，这一世杀手竟提前出现，而此时的他握紧了裤兜子里那把本不该存在的枪。山林间雪花从松针上跌落下来，夕阳西下，回家的路相当的快。杨柏拉着缰绳，身后坐着杨建军。自从脱离家族，杨建军就没骑过马，这马术还不如刚重生的杨柏。前方的关刀不时回头，眉毛已经要扭曲在一起了。杨柏却无比尴尬，心里嘀咕着，老爸你太坑了，你这马术太次，关大爷都怀疑了。这一世他终于改变了父亲的命运，他们父子俩可以好好在一起生活。杨柏贴在父亲怀里，想着回头多教教你。就在此时，关刀一拉缰绳停了下来，杨柏瞳孔一缩，好像也觉察到什么，一股杀气锁定杨柏这个方向，目标不可能是我，而是老爸。下一秒，杨柏一个后仰，直接把老爸给撞倒了。幸亏杨建军脚下是血，身后还有包，在坠落的时候，杨建军本能抱住儿子，宁可自己受伤也不能让孩子有事，这是每一个做父亲的本能。同时一声闷响，小红撒腿就跑，而关刀也瞬间下地，拔出猎枪对准身后，有枪手别动。杨建军搂着杨柏直接咕噜起来，杨建军准备咕噜在树木后面，老爸方向反了，杨柏都要无语了。那名枪手的方向是在2点钟方向，老爸应该朝着11点方向而去，结果他冲着人家的方向就去了。砰！再次一枪打得雪花飞溅，杨建军直接滚在一个木桩旁边，用力抱着杨柏，儿子别怕，有爸爸呢。杨柏就这么看着父亲，父亲虽有许多缺点，但却是这个世界上最爱自己的人。杨柏喊了句大爷，2点钟方向灌木丛。关刀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也发现灌木那里再次喷出火光，砰打在木桩上。关刀也开火，猎枪是散弹，上山打猎还行，对方离着50多米远，猎枪对人家行不成伤害。杨柏喊着大爷你打准点，关刀回了句你和你爸别动。杨柏从裤兜子里掏出马牌撸子，杨建军一愣，你从哪里弄来的？你不是告诉我爷爷家有马牌撸子吗？我告诉的啥时候？自己告诉过杨柏吗？这时杨柏觉得不能坐以待毙，咱们慢慢爬过去打一枪。关刀的猎枪无法伤害对方，对方是捂着木桩，真要把木桩打穿了，自己和老爸也麻烦了。杨建军尴尬看着儿子，我不会，不能办，你不是教过我吗？我教过你。杨建军有点虚，自己啥时候教过？你不说3点1线吗？杨柏只能忽悠，这3点1线打枪的方式，只要是神州人都知道，这算教吗？反正不管了，爸你开枪。杨柏拿起枪，好像要给杨建军，却在伸出木桩的时候直接开了一枪，砰！这一枪直接打在灌木丛里，撸子的有效距离就是50至60。杨柏可不是随手一枪，前世他就是神枪手，别说撸子了，任何枪械在杨柏手中都能打成完美释环。对方明显停顿一下，杨柏喊了句大爷，对方应该受伤了。关刀也感觉到了，直接冲了出去，他已经靠近灌木丛，对方也发现他，
那是一名身穿军大衣的男子，他的肩膀已经受伤，拿着一把5.60半自动步枪已经对准关刀，关刀速度更快，翻手就是一枪，轰散弹而出，打着灌木丛一片血。男子闷哼了一声，再次中击，他只能躲避。就在此时，杨柏再次一伸手，砰！马牌撸子响起，一颗子弹直接打在男子的大脑上，关刀趁机再次扣动扳机，轰！这个男子当场倒飞出去，撞在树木上。杨柏喊了句留活口，大爷留活口！显然已经晚了。关刀在山林间遇到这样的枪手，绝对不能留活口，谁知道对方有没有反击的手段？跟猛兽作战也是如此，许多猎人都命丧在野兽反扑之下。关刀习惯出手就灭。他来到枪手身边，一把掀开枪手的围脖，那是一张30多岁的脸，脸上还有冻疮，眉心有一颗黑痣，上面还有一撮毛。他是偷猎者，也是黑市杀手，外号一撮毛。他怎么袭击我们？杨建军看到枪手毙命了，再次一哆嗦，但他还是站了起来，对着儿子说：“你留在这，我去看看。出事了，当爸的就要挡在前方。”杨柏耸耸肩，老爸弱归弱，但优点还是蛮多的。杨建军看到一撮毛就开始干呕，杨柏捂着脑袋，不禁夸还得培养。杨柏对着小红吹了一声口哨，小红立马屁颠颠跑。黑马站在树后一动不动，一撮毛背后有人。这伙偷猎者在大兴安岭无恶不作，许多人都是通缉犯。关刀直指一撮毛，看来他是想在这里打劫我们。接着他回头看向杨建军，枪法不错。杨建军直指自己，啊，不是自己开枪，是儿子开枪。从关刀那边就看着树桩后面伸出一把枪，帮助击杀枪手。不是杨建军打的，还能是杨柏？杨建军有点迷茫，现在脑袋转不过来。这时杨柏已经走过来，仔细看着毙命的一撮毛，不是打劫。杨柏没有跟关刀解释，如果一撮毛过来打劫，为什么直接开枪杀人？为什么就盯着杨建军来打？谁看了都想要老爸的命。杨柏再次看向林区的方向，横越背后的人，我爸得罪人了还是做了什么？杨柏只能推断，却没有证据来证实。现在杨柏最大的弱点就是太小了。就在此时，杨柏突然听到身侧某种低吼哽咽，杨柏迅速转身，而关刀也看了过去。柏树后面冰雪中隐藏一个笼子，笼子上覆盖着白布。杨建军看着儿子过去了，他忍着干呕也冲了过去。关刀走过来，仔细听着吼声，他直接掀开白布，偷猎者抓的山猫怎么还是白色？杨建军说完就看着杨柏已经跑了过去。关刀盯着小白猫也露出震惊之色，这不是猫，这是只小白虎。大兴安岭的山军诞生出白虎了，白色的东北虎在大兴安岭中代表某种灾难。关刀双目发狠，直接拿起猎枪，不能让白虎出事。杨柏直接挡在小白虎面前，大爷你别那么封建，白虎就是基因突变，这跟大灾难有什么关系？这都是我爸教我的，千万别封建，这是科学。关刀听杨柏这么说，想要反驳，回头看看杨建军，还是算了。杨建军瞪大眼睛，他教过儿子这个吗？不过封建迷信的确是不可行的。杨建军捂着嘴帮着儿子说话，白虎代表不了灾难。听到杨建军这么说，关刀也纠结了。杨柏却蹲了下去，看着小白虎，小白虎你留在这会没命的，跟我走不？小白虎伸出爪子跟杨柏的手放在一起，小白虎肉嘟嘟的爪子让杨柏露出灿烂的笑容。白虎无法在虎群中生存，因为它是白色，白色在冬天还行，如果在春夏秋，就凭借这个颜色，白虎也无法捕食。大兴安岭的白虎下场都很惨的。杨柏抱起小白虎，爸，我想养它。儿子，这是老虎。杨柏倔强点头，保护动物我就要养。他一眼看到小白虎就喜欢上了。小白虎也失去爸妈，杨柏救了下来，就属于杨柏的。反正这个时代还没有动物保护法，这能养吗？这才几个月，咱们没奶粉。没事，爷爷那边有马奶，爸爸我求你了。杨建军看着小白虎，真要把它扔在这，估计就得没命。那行吧。杨建军内心是善良的，可旁边关刀却还是劝着，扔了吧，这要带回家，家里的牲畜怎么办？没事，我可以训练。大爷，你还是处理一下毙命的一撮毛吧。关刀回头直接说，就扔在这位山狼就行，他的东西咱们也别动，命丧这里没人知道是我们动的手。杨博抱着小白虎，心中凛然，派出一撮毛的人会知道是我们动的手，麻烦依旧在。家人们离大谱了。一睁眼穿回1977年，成了上辈子被谋财害命骨灰都给人扬了的倒霉蛋杨柏。再看眼前这个为返程知青老妈丢了魂，差点成逃犯的恋爱脑老爸杨建军，我血压直接飙到180，啥破系统都没有，纯地狱开局。但问题不大，这一世我亲自下场给我爸逆天改命。那些躲在暗处想弄死我们全家的渣子们，你们的好日子到了。寒风跟刀子似的刮得木窗户哐哐响。林场老屋里，爷爷杨荣道搂着妹妹杨青坐在炕上，小丫头嘴里酥糖化开的甜也盖不住对爸爸和哥哥的想念。爸，老三回来了。大伯杨建业和二叔杨建明渣呼呼推开门，带进一股冷气。杨荣道猛地站起，杨青更是哧溜下炕，小炮弹一样冲出去，灵活的从杨建业裤裆下钻过，嘴里喊着爸爸哥哥。哎呦我去，啥玩意窜过去了？二叔杨建明差点一脚踩空。门口关刀大爷领着胡子拉碴一脸憔悴的杨建军走了进来，杨青一头扎进爸爸怀里，哇一声就哭了。杨建军这书呆子抱着女儿，眼泪也下来了。爸爸错了，爸爸回来了。杨柏跟在后面心里发酸，但硬憋着。哭啥？人全虚全已回来了，该高兴。关刀赶紧进屋跟老爷子低声汇报情况。杨建军哄好了女儿，抬头瞅屋里，这才后知后觉开始发愁。杨柏默默把马牌撸子塞回老爸手里，进去吧，爸，好好跟爷爷说，那个有啥事都跟我无关啊。杨建军一脸懵，能出啥事？我是冤枉的。杨柏心里直摇头，我的傻爹哎，你在松林林场那点事爷爷能不知道？以前是看你成了家娶的还是知青，睁只眼闭只眼，现在呢，媳妇跑了，自己差点成逃犯，爷爷那火爆脾气您自求多福吧。果然杨建军刚踏进里屋，爷爷杨荣道一声怒喝，跪下！杨建军扑通就跪，老爷子二话不说脱下棉鞋就照着他后背抽，我让你没出息，我让你丢人现眼。爸，我又没错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杨建军还挺倔，到现在都没明白为啥挨揍。行了爸，
消消气老三回来就好说正事。大伯杨建业开口拦了一下，和二叔杨建明交换个眼神，转头冷脸对杨建军：要不是老关找赵所，你早完了。现在不回松林林场了，想回家，行，但不能白回。你走这些年，我们跟爸早分家了，爸也上了岁数，不可能养着你。老三回来就得自己挣钱养家，每月还得给爸养老钱。这话摆明了是防着杨建军回来分家产。爷爷手里还捏着老林场最核心的产业没分，大伯想当组长全盘接手，二叔想多捞点实惠。老三这节骨眼回来，他们能不紧张？杨建军倒实在，点头应该的。杨建业眼里闪过一丝讥讽，又逼问：那你打算干啥？靠啥挣钱养家？杨建军抬起头，眼神里有点光。爸，大哥、二哥，我报考了，回来参加高考。我在这待不了几天，主要是想让杨柏和杨青留在林场。啥？你多大了还高考？杨建业满脸不信，老三骗鬼呢。二叔杨建明直接笑出声，一回来就扯这幌子，想让爸养着你要脸不？杨荣道举着鞋又要抽，你个混账还敢胡咧咧！我真报了有证明。杨建军慌忙掏兜，我管你什么证明！杨建业挥手打断，爱考不考我就一句话，留这儿自己挣钱养家糊口，你的娃自己管，爸这儿月给钱。考大学，趁早滚回你的松林林场去！杨建军拳头握紧，脸憋得通红，他本就没脸长待，被这么一激起身就想走。行，一直没吭声的杨柏突然跳出来拉住他，爸，咱就留在爷爷这儿，不就是挣钱吗？你本事大着呢，砍柴不行，咱干别的，把养爷爷的钱养我们的钱，还有你上大学的学费都挣出来。他声音脆亮，眼神扫过大伯二叔杨建业和杨建明，又是一阵哄笑。挣钱？就他这双手拿笔芯拿斧子？杨建业摇头，他要能考上大学，我回头给他敬茶。他说啥我干啥。杨建明大咧咧的拍胸脯，话音刚落，杨柏就窜到他跟前，眼睛亮的吓人，一言为定。杨建明一愣，啥玩意？二叔，我爸要是考上大学，你就听我爸的。杨柏紧追不放，又扭头看杨建业，大爷你呢？赌不赌？杨建业被这半大孩子盯得有点发毛，骂了句老三，你儿子有病吧？说我行，说我儿子不行。一直捏捏的杨建军突然梗起脖子，眼看要吵起来，杨荣道猛地一拍炕沿，都给我闭嘴！屋里瞬间安静。杨柏哧溜跑到爷爷身边，换上副乖巧脸，爷爷我听您的，他们都不信我爸，我信，我爸一定能考上。爷爷要不咱也打个赌，我赢了您答应我一件事。杨荣道看着这古灵精怪的孙子，脸皮抽了抽，一边去，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关刀干脆往旁边挪了挪，不掺和。杨柏心里暗叹，可惜只套住二叔一个，不过够了。老爸考大学，别人不知道，他杨柏可太知道了。77年高考题他都做过一遍，压也能把老爸压进大学。当务之急是让老爸安心复习，顺便把日子过起来。行了，杨荣道最终发话，老三，你原来那木屋还在，领孩子过去吧。杨建军如蒙大赦，杨建业和杨建明冷笑看着他们离开。媳妇跑了，差点坐牢，现在回来异想天开要考大学。老三从小到大被爹宠着，现在该栽跟头了。这个家是他们兄弟撑着的，绝不让老三沾一点光。三人回到那间久无人住、满是灰尘的破旧木屋，屋里冷得像冰窖，墙上还贴着杨建军学生时代的奖状，泛着黄。杨青抱着小白虎在炕角很快睡去，杨柏四仰八叉躺下奔波一天，累得不行。夜深，杨建军却睡不着，他摸出那张珍藏的家庭合照，上面是杨柏的母亲叶青离，笑容温婉。叶家平反了，回去了，回到了那个他够不着的圈子。青离，你说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不信。等我考上大学，成了城里人，我就能。他妈撒着照片，心里又苦又涩。爸，你还不睡？杨柏不知何时坐了起来。杨建军慌忙收起照片，就睡就睡。儿子，爸一定把事弄好。我信你。杨柏躺回去闭上眼，信你个鬼！恋爱脑晚期患者还得靠我。这一世他要让老爸站起来挺直腰杆，他自己就躲在老爸羽翼下悄悄发育。这可是1977年改革开放的前夜，遍地黄金。凭他超前的记忆和手段，必须站上时代风口。还有那些上辈子害死他的人，那个快要成型的罪恶组织，10年给他10年时间，他要让他们统统消失。想着想着，他也沉沉睡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股浓烈的烟味把杨柏呛醒。睁眼一看，老爸不在，妹妹还睡着。外屋地一片漆黑，浓烟滚滚，传来杨建军剧烈的咳嗽声。杨柏冲出去，只见杨建军正手忙脚乱的扇风，炉膛里塞满了湿柴，光冒烟不起火。爸，湿柴不能直接烧。杨柏赶紧把灶堂门拉开散烟。我忘了。杨建军一脸灰，很尴尬。有米面吗？做点吃的。米面。杨建军眼神发直，他这才想起这屋里啥吃的都没有。杨柏叹了口气，这爹生活技能基本为零。爸家里还有钱吗？还有32块6毛2，拿钱去爷爷或者村里换点米面，再买点饽饽，早上凑合吃点。杨建军如梦初醒，赶紧回屋掏钱。杨柏则蹲下身，用烧黑的木炭在地上划了起来。离高考还有1个多月，除了督促老爸复习，挣钱是头等大事。林场伐木养马不适合老爸，得从山里找路子。采药打猎风险都不小，先不管，等老爸回来商量。正琢磨着，关刀牵着马来了，马背上驮着粮食袋子，杨建军怀里还抱着几张油饼。关刀低声道：“你爷爷给的，偷着拿的，别声张。”杨柏笑了，老爷子果然嘴硬心软。大爷王爷爷就是王医生，今天在家吗？关刀警惕地看他，你找老王干啥？上次我晕倒是他救的，我想去谢谢他。杨柏一脸纯良。关刀将信将疑，再把东北头那个院子说完，赶紧走了。总觉得这小孩精得有点过头。杨柏心里有了盘算，他转身对杨建军说：“爸，你安心在家看书，我去王爷爷那儿转转，顺便看看能不能弄点吃的用的。”杨建军看着儿子有条不紊的样子，忽然觉得这个家好像得靠儿子当家了。父子俩不知道的是，与此同时，松林林场一间漆黑的办公室里，烟头明灭，一个黑影坐在桌前，电话听筒贴在耳边：“抱歉，失败了，他还活着，您放心，还有机会，我一定让杨建军消失，肯定不能活着回来。”什么孩子也要？黑影的手僵了一下，听着电话那头冰冷的命令，最终点头：“是我明白，彭越的事能不能？好，我知道了。
剩下的我来处理。电话挂断，黑影慢慢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黑暗中脸上狰狞一片。别怪我是上面的意思，要怪就怪你们自己没这个命。他抓起桌上的茶缸，狠狠灌了一口冷水。他是曲高山，而此刻远在几十里外林场的杨柏，正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望向漆黑的山林，眼神锐利，暗流已经涌动。猎人还是猎物？这一局才刚刚开始。重生80年代7岁林场娃，我开局捡到白虎仔，反手给高考的爹画大饼。爸别卷了，跟我进山挖百年老参，直接实现全家财富自由。炕烧的火热桌上摆着顶配早餐，油饼饭和一小块腐乳，地上饭盆里马奶掺苞米面，这是小白虎的专属伙食。杨柏揉了揉小白虎的脑袋，这么吃能行吗？放心，老虎没那么矫情。杨建军一边说一边给闺女杨青扎小便。杨柏把腐乳抹油饼上，咬一口，咸香在嘴里炸开。杨青有样学样啃了一大口。爸爸你咋不吃？我不爱吃，你们吃。杨建军笑了笑，他可以糊弄自己的肚子，但不能亏了孩子的嘴。爸吃吧，咱家以后不缺这口。杨柏把吹凉的开水递给妹妹，心里盘算等挣了钱给妹子买个漂亮的发卡和红棉袄。小白虎耿耿叫着往炕上蹭，杨柏把他拎上来陪妹妹玩，转头对沉浸式刷题的爹说：“爸，我出去一趟。”杨建军头都没抬，知识是他能想到最硬的改命外挂。外面冷的空气都脆，林场工人裹成球在二叔杨建明带领下进山。二叔骑马掠过，眼神扫过杨柏，冷得像冰瘤子。杨柏招了招手，就算是和对方打招呼了。工友们的吃瓜议论飘过来，杨老三那儿子惊得跟猴似的，听说昨天偷马出去被刀哥摁住了，这小子路子挺野啊。杨柏充耳不闻，直奔村东头王天一家。进门就看见院里晒着各类野生药材，他捻起片黄芪含住，熟悉的味道。王天一背着药箱出来，光头锃亮。杨柏啥事？态度不咸不淡。前世可怜他孤苦将医术和药方倾囊相授，现在看这小子爹在媚拳，还透着一股子小狐狸的滑溜，热情自然降了温。杨柏先刷好，感谢王爷爷上次给我医治，另外想和你谈笔大买卖。杨柏开门见山：百年老山参收吗？王天一听了一下子顿住，你爸手里真有百年人参？您要就能有，你就说百年人参你多少钱收购吧，让你爸来谈。我爸备考呢。王爷爷百年老山参市价您清楚，前年公社那颗9两2钱的卖了1500，您拿得出1000块吗？王天一被噎了一下，这小子1000块的家底他真有。黑市上王天一和人家暗中交易过，他压低声：真有货我肯定要。好，那再跟您借几样东西：索宝棍、快当刀、红绳、鹿皮带。杨柏语速飞快，王天一眼睛瞪圆：采参工具？你爸借这个干啥？他要进山？他猛地反应过来，你小子啥意思？问我借工具去挖人参，回头卖给我？哎呦，我去了，这小王八蛋想进山。王爷爷工具借我爸，保证给您弄回人参，我爸厉害着呢。王天一气乐了，你们爷俩能折腾。转身回屋拿出个鹿皮带拿去。杨柏接过郑重抱拳行礼，多谢王爷爷赐我索宝棍。赐不是借吗？王天一想要问清楚，杨柏撒腿就跑。小狐狸还想白嫖我装备？他摸着头嘟囔，心里却莫名痒痒。杨老三不会真开窍了吧？杨柏转头又溜达到爷爷杨荣道的木屋外，老爷子正在扫雪。爷爷，小柏啊，你爸呢？爷爷，我爸让我来借东西。想借马还是我那马牌撸子？杨荣道放下烟袋，都要。杨柏一脸认真。杨荣道眉头拧起，老三想干啥？要上山当胡子？爷爷，我爸得工作挣钱养家呀，他就借点工具进山采药，这还是王爷爷给指的路。杨柏熟练的把王天一搬出来。杨荣道面色稍缓，采药算是正事，枪你拿去马找你大爷签，别动我那几匹好的，我就要小红马。杨柏拿到马牌撸子，飞奔马厩。关刀看着这小不点，默默牵出脾气最烈的小红马。只见杨柏把工具往马背一搭，一个姿势利落爽。关刀眼中闪过赞许，天生奇手。杨柏骑马回到家，杨青看见小红马兴奋直叫，小白虎冲出来嗷呜示威，被小红马一蹄子撂倒。嘚瑟啥？等小白长大看你怕不怕？杨柏笑骂，转头问爸呢？杨青指指里屋。杨建军闻声出来，看到马匹一愣，这要干啥？爸，王爷爷悄悄告诉我个秘密，有个地方可能有百年老参，挖到就发财了。挖参？我不会啊。王爷爷把地点和诀窍都告诉我了，咱们去就行。这是王爷爷照顾咱家。杨建军感动了王叔，他真是好人。行，我去。爸爸，我也去。杨青抱住父亲，胳膊摇晃。山里冷路难走，求你了，爸爸，我听话。杨青眼泪汪汪的央求。杨建军立刻心软，好，一起去。杨柏扶额，老爹这耳朵根也太软了。他看了眼跃跃欲试的小白虎，你也去。服了这下，真成全家东游了。他把马牌撸子递给父亲，杨建军却推回来，你拿着我带斧头就行。他将斧头别在腰后，右背上绳索出发。杨柏记忆中的地点在野猪岭西北的桦树林深处，山路积雪深厚，崎岖难行。但回到山林的杨建军眼神逐渐不同，那份属于林场子弟的本能在苏醒。爸爸，那是什么？杨青指着白桦树干上的斑块。桦树姑父子俩异口同声。杨建军诧异地看向儿子。杨柏面不改色，爸，你以前教过我的是吗？杨建军将信将疑，但喜悦很快涌上心头。这菇能卖钱，更能给孩子泡水补身体。他仔细采下，小心翼翼地收好，继续深入。灌木丛窸窣作响，探出个黄褐色呆萌脑袋。嗷呜！小白虎低吼。杨建军忽然跺脚朝灌木丛方向大吼一声，猛冲过去。杨柏还没反应过来，父亲已捡起块石头砸向树干。砰！沉闷声响中，一只傻狍子惊跳。他跑了几步，竟又回头张望。杨柏瞬间明白老爸在打猎，他压低声音：“妹子别动，捂好小白嘴。”杨青赶紧照做。杨柏手已摸向马牌撸子，若父亲再失手，他得补上。杨建军屏息，再次抡起斧头，奋力制住。噗嗤，斧刃精准嵌入狍子脖颈，猎物应声倒地。打中了，我打中了！杨建军激动得像个孩子，多年未曾有过的狩猎成功让他眼眶发热。杨柏看着父亲兴奋的样子，心里嘀咕：我这废柴老爸好像也没那么废。他收起枪，笑着跑过去：爸爸好厉害，今晚有肉吃了。杨建军擦擦手，看着一双儿女亮晶晶的眼睛，
胸中久违的豪气升腾。他扛起袍子，望向山林更深处，走，继续找咱家的人参。雪地里一家人的脚印和小红的蹄印深深浅浅，蜿蜒伸向密林。7岁的杨白走在最前，嘴角微扬。枪声在林间炸响时，阿莫尔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不该小看那个拿枪的孩子。杨青看着被父亲拖着的傻狍子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那傻狍子多可爱，不要伤他。杨建军正麻爪不知如何安慰女儿，杨白已经趴到妹子耳边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傻狍子肉老香了，想吃不？”杨青眼里还噙着泪，瞬间却呆萌的抬头：“可以吃吗？当然，咱爸是给咱们弄肉吃呢。”下一秒，杨青满脸都是笑容，冲着父亲喊：“爸爸，你好厉害！”杨建军笑了，还是儿子会劝人。他用绳子把傻狍子绑在树上，等返程时再带回去。拍了拍手，加速了。天黑前必须回去。三人终于来到野猪岭，山沟里雾气昭昭。杨白指向一个方向，爸就在那里。杨建军表情严肃，冬天找参这难度简直地狱级。杨白清清嗓子对着山林大喊：“棒槌！”杨建军暗自点头，这是老一辈的喊山，喊了棒槌，人参就定在原地。看来教杨白的王老爷子是真传了本事，儿子要能当医生也算条好路。杨白下马就往林子里冲，爸跟上。杨建军抱起杨青，让小红马守在林外。穿过枯木丛，杨白突然停住，前面雪地里有个奇怪缺口，周围都是积雪枯叶，就那块地干干净净，形状居然像个人。找到了，爸，你用索宝棍仔细搜，我去那边看看。杨白语速飞快，干啥去？杨建军疑惑。王爷爷说人参附近常有好东西伴生。话音未落，人已钻进了林子。杨建军安顿好女儿，抽出鹿皮袋里的索宝棍，轻轻拨开枯叶，黑土露出来，手指碰到硬物是根茎。杨白找到了，能挖吗？他兴奋喊道。此时杨白已经爬上一棵高树，目光锁定100米外山脊灵芝就在那里。他滑下树跑回来，先别急，等清理完炉镜再挖。杨建军激动点头，这参要是挖出来卖了，他就能安心复习，不用出去打工了。爸，你挖，妹子陪着你。杨白转身又走了，他知道完整挖参至少得1个小时。杨白悄咪咪摸到一节枯木下，赤色灵芝安静生长，光泽温润。他心跳加速。前世这灵芝在人参被挖4、5年后才被人发现，现在却被他拿捏了。有了它就能配药强化家人体质，尤其是妹妹杨青，前世体弱多病，几次肺炎差点没命，这一世他绝不让悲剧重演。另一边，杨建军已经小心挖出大半个身体，身躯完整，如碗密集，是棵100年老参，这要是出手不得上千块？这年代上千块可是巨款。他正激动着，身后传来女儿发抖的声音：“爸爸！”杨建军回头一看，脸色骤变。5个腰缠野鸡、皮肤黝黑的壮汉不知何时出现，领头那人眼睛像饿狼，死死盯着他手里的人参。鄂伦春猎户阿木尔，人参。阿木尔舔舔嘴唇，身后4人眼睛冒绿光。杨建军迅速把参塞回鹿皮袋，把女儿护到身后，用鄂伦春语说：“我是老林区杨家人，这参是我挖的。”杨家。其余4人脸色变了变。杨家在当地跟各族关系都不错，有面子。阿木尔却冷笑，他说是就是。刀尖转向杨建军，参留下人滚，这儿不是你们该来的。我叫杨建军，我爹是杨荣道。众人又是一惊，杨家族长的儿子。阿木尔刀尖一顿，反而更狠。那又怎样？不交参你试试。他阴森逼近，山下野猪正饿着呢，想尝尝被火啃的滋味，这却激起了杨建军的怒火。你敢！他瞬间握紧斧头。杨青哭喊：“爸爸，他们是坏人！”阿木尔狞笑：“不要命了是吗？他才不管那些，他现在就要人参。”杨建军压低声音：“青儿，一会儿往你哥那儿跑。”他已经准备拼命给女儿开路。就在此时，阿木尔身后传来冷酷的声音：“别动！”冰冷的童声从阿木尔身后传来，所有人一愣，慢慢回头。杨柏站在10步外，双手握着一把马牌撸子。阿木尔愣住，接着笑喷了：“小孩拿个玩具吓唬谁呢？”他用生硬的汉语嘲笑道：“会开吗？保险在哪知道不？”想想。阿木尔低头，肚子上一个血洞，他晃了晃，跪倒在地，手死死捂住伤口，出气多进气少，眼看不活了。杨柏枪口微移，声音平静的吓人：“我是小孩，不会打枪，很正常对吧？”剩下4人直接实话：“刚才那一枪是手滑，可这么近的距离手滑也能送人走，还想要参吗？”杨柏一字一顿：“想活就滚！”动杨家人是想开战，小小的身体爆发出大佬的气场。这小孩什么来头？等一下别开枪，我们走。其他人终于畏惧了，这么近的距离，他们只能先退。把弓箭和刀都给我扔下！所有人都把口袋交出来，还有野鸡。你说什么？其他人再次看向杨柏，又一枪，一人手臂血花四溅，不交就一个个送走。杨柏眼神冰冷，距离10米，你们快不过子弹。杨柏低声说罢后退。杨建军抱起女儿连退好几步，儿子有枪，这是唯一机会。猎户们最终认怂，武器猎物全丢地上。阿木尔只剩最后一口气，一人背起他，另一人扶着伤员，狼狈离开前狠狠瞪杨柏：“汉人，你们等着！”当第3枪打中一人大腿，想要我爸命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杨家人？杨柏枪口青烟袅袅，再废话全留这儿。猎户们彻底闭嘴，互相搀扶着消失在密林里。人一走，杨柏突然瘫坐在地，小脸煞白。杨建军冲上来，心疼又自责，孩子才8岁，刚学会用枪就被逼到这份上，都怪自己没用，所有疑问都被愧疚吞没。他搂住儿子，怪我都怪我，爸爸快下山。杨柏声音虚弱：“他们会叫人回来，幸好他们没带猎枪。”杨建军赶紧弓箭挂上马背，野鸡塞进行囊。翻猎户包裹时，杨博眼睛一亮：“陆星，正是配药需要的，怎么没钱啊？”他嘀咕，这年代猎户也是真的穷。他把一个布包悄悄塞进马鞍下面。杨建军问：“那是啥？”灵芝回去再说。父子不再多话，匆匆下山。杨建军用树枝做了个简易爬犁，拖着傻狍子。天色擦黑时，3人终于安全到家。傻狍子扔在院子里，杨建军长出一口气。杨柏也一样，这一次进山不光弄来人参，还解决了温饱问题。杨柏说：“爸爸晚上炖山鸡吧，用桦树菇炖。”杨建军点头，没问题。杨建军处理山鸡，拔下几根漂亮羽毛，回头给你做个毽子。杨柏坐在马扎上，回头看着老爸，心里一暖。老爸心够大的，
这时候还想给他做毽子，人参到手灵芝也采了，可以配药调理身体。最重要的是全家整整齐齐。厨房炊烟升起时，老宅那边杨荣道正听孙女杨雪讲学校的事，两个儿媳端菜上桌，眼神却个藏心思。杨雪起身，爷爷我回家吃饭了。杨荣道点头，目光扫过薛梅和赵静，赵静笑道：爸，这菜专门给您做的，您可得吃完。薛梅也帮腔是啊，我们就不沾光了。杨荣道微微皱眉，就知道这儿媳妇要开始闹妖了。山脚小院里鸡汤香气已经飘出来了。杨柏看着忙碌的父亲和玩耍的妹妹，悄悄摸了摸怀里的鹿皮带。百年老参静静躺着，而马鞍下的灵芝将是这个家走向新未来的开始。夜还长，灵更深，但这一夜他们有了热汤，有了团聚，更有了稳稳的希望。养老还得靠我们两家。那个私奔的老三凭啥回来分家产？饭桌上，两个儿媳妇一唱一和，字字诛心，要把刚回林场的老三一家踩进泥里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门外风雪中，杨柏正拎着饭盒，准备给他们一记响亮的火。林场老杨家晚饭时分，气氛却比窗外的风雪更冷。二儿媳妇赵静摆弄着碗筷，声音柔里带刀：“把养老说到底还得靠我们两家。其实多回来一家人也无所谓的，对吧，大嫂？”他眼风扫向大嫂薛梅，挑拨之意昭然若揭。他可不想养三叔家那两个半大孩子，更不想看到那个丢人现眼的杨建军回来分一杯羹。薛梅立刻接上话茬：“爸，我们好吃好喝伺候您那是天经地义，可老三家呢？老三媳妇跑得没影，他自己一大把年纪还嚷嚷要高考，俩没妈的孩子最后还不是得拖累您？”赵静连忙点头附和：“您疼孙子孙女我们没话说，可咱家以后的顶梁柱还得是建业和建明。”妯娌俩一唱一和，轻蔑的笑声在屋里格外刺耳。主位上的杨荣道眉头拧成了疙瘩，握着筷子的手背青筋微突。他能说什么？儿子大了，分了家，心也散了。老大杨建业和老二杨建明闷头抽烟，装聋作哑。在他们看来，老爸愿意贴补老三孩子可以，但要他们管那个不成器的三弟绝无可能。杨荣道眯起眼，心里一片寒凉。兄弟情分早被这算计磨没了。就在屋内空气降至冰点时，咚咚咚敲门声响起。杨柏踏着风雪进屋，礼貌的挨个叫人：“大爷大妈，二叔二妈。”没人应声，只有爷爷杨荣道心疼孙子，招呼着杨柏：“吃了没？来坐这儿吃点。爸，这可是专门给您做的。”薛梅立刻拔高声音：“老三家的人有啥资格上桌？”杨荣道脸色瞬间铁青。就在老爷子要发怒的当口，杨柏却从身后拿出盖着毛巾的草筐垫脚放在桌上，脆生生道：“爷爷我爸让我给您送吃的来了。”送吃的？杨荣道一愣，心头一软。薛梅和赵静交换了一个嘲讽的眼神。有老三还知道老爷子好拿口，老爷子可就爱吃肉。薛梅嗤笑：“有本事送点肉来啊！他自个儿都多久没闻过肉腥了？”杨荣道狠狠瞪向两个不懂事的儿媳，又看向不吭声的儿子。在众人各异的目光下，老爷子打开了饭盒，一股浓郁诱人的香气猛地炸开，混合着肉香和山野菌菇的鲜味，瞬间充斥整个房间。饭盒里赫然是油光红亮的鸡肉，还有肥厚的野生桦树菇。薛梅和赵静差点从凳子上弹起来，脸上火辣辣的，像是被无形的手扇了一巴掌。爷爷趁热吃桦树菇，对身体好，您多吃点，养好身体。杨柏小嘴巴甜，把爷爷哄得眉开眼笑。杨荣道惊喜又疑惑：“哪来的？上山打的？我爸可厉害了，还打了一只傻狍子呢。”“那这是红烧的。”杨柏笑嘻嘻打开另一个饭盒，更霸道的肉香涌出，馋得人直流口水。“还打了傻狍子？”杨荣道震惊了，他那书呆子老三还有这本事？杨柏点头如捣蒜，一脸崇拜：“我爸爸现在可厉害了。”老爷子夹起一块肉放入口中，炖得酥烂入味，一香满口。“好吃，你爸这手艺。”“我爸放了山楂，烂乎吧？”杨柏一扭头，看见堂姐杨雪正眼巴巴瞅着，偷偷舔嘴唇。他立刻把另一个饭盒推给杨建业：“大爷，这盒红烧狍子肉是给您的，有好东西得分享。”杨建业老脸一红，接过饭盒，心里臊得慌。再看看自己那刻薄的媳妇，高下立判。赵静见老大和老爷子都有，心里顿时不平衡了，酸溜溜刚要开口，杨柏却对二叔杨建明道：“二叔来之前肉已经放您家灶台上了，吃完饭盒给我就成。”杨建明也愣了，没想到还有自家份。送完肉，杨柏毫不留恋，拎起空筐，脆生生告别：“爷爷我回去了，明天再来看你。”他这一走，屋里可就精彩了。杨荣道嚼着香喷喷的肉，拿起饽饽扫了一眼呆若木鸡的两个儿媳，冷哼一声：“还杵着干啥？肉都送上门了，不回去吃？几十岁的人心眼还没孩子大。”薛梅和赵静脸上羞臊的能煎鸡蛋，灰溜溜站起来，扯着自己孩子赶紧走。赶走了搅事精，老爷子看着留下的两个儿子，怎么还想在我这儿蹭？分家了就不是兄弟了，人家孩子都知道念着你们，滚，都给我滚犊子！杨荣道气得一拍桌子，直接把两个儿子也轰了出去。看着他们背影，老爷子重重叹了口气。关刀进来看到肉也很惊讶，两人对着杨荣道难得高兴，也为老三的改变欣慰。但关刀提起害杨建军的人还没查清，背后可能牵扯林场势力，老爷子眼神又冷了下来。夜色渐深，吃饱喝足，躺在烧得热乎乎的火炕上，杨柏舒服的叹气。他运用起前世学自一位神秘隐居老人的吐纳术调理身体，可惜前世学得太晚，只得了半部精髓。这一世他定要寻到那位老人学全本领，先卖人参搞钱，苟在林区猥琐发育，全力助老爸复习高考，凭借前世记忆让他一鸣惊人，最好拿个状元，到时候让那个嫌贫爱富的家族高攀不起。他心底对母亲充满厌恶，一个抛弃丈夫孩子的女人不配为母。前世他对母亲家族只有冷漠，这一世他更要守护好这个家。想着想着，杨柏睡着了，半夜醒来发现外屋有光，趴墙一看，父亲杨建军竟披着棉衣，就着油灯在刻苦做题，那专注的模样让杨柏震撼又心疼。爸，这一世我一定让你金榜题名，光芒万丈。翌日一早，杨建军揣着用鹿皮精心包裹的老山参，带着杨柏敲开了赤脚医生王
王天意的门。王天意起初还一脸防备，以为这大小狐狸又来借东西，直到看见那只须发完好、品相极佳的150年老山参，眼睛都直了。王天意激动地说：“建军，你真有本事，这参能救不少人命。”杨建军老实让王天意看着给，杨柏却抢先一步：“王爷爷自己人不说两家话，什么150年，就是200年也按您上次说的价。当时我们小辈孝敬您的。”这话说的王天意心里熨帖无比，看这对父子的眼神彻底变了，好感度直接拉满。他拿出全部积蓄1000多块钱，有零有整。杨柏眼尖大气道：“爷爷凑个整1000就行。”王天意更惊讶于这孩子的大方和眼力，最终硬塞了1000块给杨建军。趁着爷爷高兴，杨博开启搜刮模式，以泡水喝养生为由，在药柜里精准抓取了不少珍贵药材，为日后调理家人身体做准备。揣着人生第一桶金，杨建军意气风发，拉着儿子就往供销社走。爸带你们买东西去。杨柏一愣，随即笑开了花：“爸，我爱死你了！这消费观念对胃口。”逆袭之路从改善生活开始，风雪依旧，但这个曾被看不起的小家已然燃起了熊熊的希望之火。打脸极品亲戚只是开始，属于杨柏一家的开挂人生正式拉开帷幕。杨家杀了我们族人，血债必须血偿。凛冽寒风中，鄂伦春最悍勇的猎手莫日根率领族人骑着驯鹿，挎着猎枪，如钢铁洪流般冲出山林，直奔杨家林场。所有人都以为杨家这回彻底完了，唯有杨家老爷子杨荣道慢悠悠喝了口热茶，对着慌乱的儿孙吐出了一句让所有人头皮发麻的话：“老林区的供销社主打一个计划供应。”杨柏骑着小红马，驮着老爸杨建军来给妹妹和自己置办过冬的行头。一进门就感受到什么叫脸难看，一胖一瘦俩售货员嗑着瓜子，眼皮都懒得抬。杨建军弱弱问同志：“有孩子棉服吗？”胖售货员头都不摇：“没有。”杨柏一眼就瞥见柜台后堆着的童装箱子，这分明是狗眼看人低。他拽了拽老爸，突然大声抱怨：“把这破供销社连童装都没有，咱去百货大楼，回头我让手下跟公社反映反映。”这话一出，俩售货员瞬间抬头，眼神都变了。领导家孩子，售货员立马换上谄媚笑：“有，刚才没听清，衣服搬出来了，灰蓝黑红款式古早。”杨柏果断指了黑色大号和自己妹子的红色小号。结账时，杨柏不小心碰掉了老爸的布袋，一摞钱直接洒了出来。下一秒，胖售货员直接单膝跪地给杨柏试鞋，售货员围着杨建军团团转。领导您还需要啥？我们给您找。杨建军懵了，这变脸速度也太快了。杨柏踩着新棉鞋看着老爸的迷惑脸，心里门清，爸他们不光是见钱眼开，他们是觉得有钱就等于有权，服务的是领导这个身份。他最后抬头问了个扎心的问题：“爸，你说这年头是有钱好还是有权好？”这个问题还没等来回答，就被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打断了。王大海这一声领导，直接让气氛跌到冰点。杨建军这书呆子还没反应过来，杨柏已经捂脸了。老爸这嘴比棉裤腰还松。杨荣道的儿子王大海瞬间变脸，刚才的客套荡然无存。你们杨家人够嚣张啊，敢在这冒充领导！两个售货员傻眼了，抱着罐头不知该放该收。杨建军被怼得说不出话。杨柏一步挡在老爸身前：“我爸是松林林场来的。”王大海眼神一凝：“那可是正经国营大厂，比这公社级别高，我们厂长叫屈高山。”杨博抬着下巴，气场1.8米：“副厂长是谁？需要跟你汇报？”这话留了白，让王大海心里直打鼓。难道这杨老三真在那边混了个职务，买个东西花钱就行？杨柏拽了拽老爸袖子，疯狂暗示，问东问西，当自己是公安查户口啊。杨建军总算机灵了一回，闷头挑罐头，不再搭话。王大海眯着眼上下打量这对父子，小的太精，大的太闷，画风完全不像一家人。但松林林场这名头他暂时不敢硬刚。行，买吧。王大海阴着脸退后半步，却盯着那叠钱。杨家人最近是阔了。结了账走出供销社，冷风一吹，杨建军才缓过神。儿子，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杨柏把新衣服塞进马达帘，叹了口气，爸出了家门，身份都是自己给的。杨柏翻身上马，记住了爸，下次有人问你是谁你就说。他拽紧缰绳，回头一笑，关你屁事。小红马撒开蹄子，驮着父子俩跑进风雪中。身后供销社里，王大海盯着他们的背影，对售货员冷冷道：“去打听打听松林林场有没有个姓杨的副厂长。”出了供销社，杨建军还在回味刚才的对话，杨柏却敏锐地察觉到王大海那双眼睛一直粘在他们背上，像淬了毒的钩子。爸，你说权力有用还是钱有用？杨柏在马上旧话重提：“权力。”杨建军这次答得干脆。王大海以为我是副厂长，态度才变了。杨柏眼睛一亮，老爸开窍了。下一秒，杨建军却认真道：“但他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善良和努力。”杨柏瞬间垮起个小脸。得老爸这根正苗红的价值观，一时半会儿是掰不回来了。他忍不住嘀咕：“要是努力最重要，世界上最富的该是农民和清洁工。”这话是前世血淋淋的现实教给他的。父子俩离开后，供销社里，王大海正为看走眼憋了一肚子火。街溜子王小武的通风报信让他彻底破防了。啥？逃回来的就是个技术员？王大海气得肝疼，感觉自己被杨建军父子当猴耍了。瘪犊子玩意这么能演？他正指着王小武骂骂咧咧踹了对方一脚解气时，山林方向忽然传来阵阵骚动，鹿鸣声由远及近，低沉而穿透风雪。王小武被踹出门，抬头一看，直接愣住。山路上一队人马正汹涌而下，他们身穿袍皮衣，背弓挎枪，眼神如鹰。领头一人骑着白马，皮肤黝黑，气势犹如出鞘的利刃，正是鄂伦春青龙村寨最悍勇的猎手莫日根。是鄂伦春人下山了！王小武声音发颤，出大事了！王大海闻声探头，脸色刷得白了。他对付公社里的人耍横可以，但面对这些在山林里真正能掌控生死的猎手，心里直打鼓。民族政策是高压线，他惹不起。你去问问怎么回事。王大海秒怂，一把将王小武推出去当炮灰，自己缩回供销社，躲在了柜台后面。王小武腿都软了，看着白马驮着莫日根越冲越近，那扑面而来的杀气让他几乎窒息。
所有人都知道，真正麻烦的恐怕不是杨建军那点冒充领导的小事，而是这群带着肃杀之气下山的山林主人。供销社门口，王小武连滚带爬回来，满脸写着吃到大瓜的兴奋。主任鄂伦春人说杨家人杀了他们族里的兄弟，这是要血债血偿。王大海眼睛一亮，机会来了，他整了整衣领，立马换上痛心疾首的表情迎上去。末日根兄弟，我是公社主任王大海，这是我们公社管定了，一定帮你们讨回公道，把凶手送进监狱。末日根骑在白马上，眼神像淬了冰的刀，冷冷扫了王大海一眼，我们自己解决。王大海心里骂了句不开话的野人，脸上却堆满假笑。老林区归公社管，我做个见证，程序上更稳妥吗？鄂伦春队伍里有人觉得有理，劝了几句。末日根皱着眉厌恶地看了眼这个油滑的汉人主任，终于默许。一支杀气腾腾的队伍，加上一个心怀鬼胎的调解员，浩浩荡荡直扑杨家林场。这阵仗瞬间点燃了整个公社。卧槽，杨家这回摊上大事了！不能吧，老杨家讲理的很，是不是有误会？末日根都亲自下山了，还能有假？赶紧去看看！消息像风一样刮过林区，有人急着看热闹，也有人慌忙跑去给杨家报信。杨家木屋内，杨建业慌慌张张冲进屋，爸不好了，末日根带人杀过来了，咱家骑手大都跟老二进山了，现在没几个人。炉灶上的大枣茶咕嘟咕嘟冒着泡，杨荣道老爷子慢悠悠端起茶杯，滋溜喝了一口，脚边的橘猫懒洋洋舔着爪子，急什么？老爷子眼皮都没抬。杨家跟索伦三部多少年的交情了？他放下茶杯，目光投向窗外风雪，语气平静的吓人。就算要灭，那也是咱杨家灭他们。天是红舞剑定在林场大门上，末日根骑在马上，目光如炬，杀气腾腾。身后族人持枪引弓，直指场内。杨家人交出凶手，王大海与王小武等人也跟着叫嚷，神色阴狠。门口2名骑手握住猎枪，强作镇定。末日根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们没资格跟我说话。末日根一眼扫去，顶级猎人的威压，竟让2人身下的马金黄踢土后退。鄂伦春族人一阵哄笑。这时，一匹黑马缓步而来，关刀独自一人空手走近。那我有资格吗？他抬眼与末日根视线相撞，气氛陡然凝固。关刀，你们的人杀了我的族人。末日根催马上前，阿莫尔死了。关刀诞生到不认识。末日挥手，一名负伤族人站出来吼道：“是杨建军杀的。”关刀也怔住了，怎么会是3少爷？王小武趁机大喊：“杀人偿命，别给公社丢人！”王大海背着手走出，端起官威。关刀叫杨组长出来，刚回林区就杀人，必须交出凶手。这时杨建业骑马森放行。末日根有事进去说。他又看向王大海，主任可以进，其他人留在外面。凭什么？王小武跳脚，我们要做见证，说不定人已经跑了。杨建业懒得多言，直接让老刀赶人。王大海却挺身呵斥，杨家犯了法还敢动手，还有没有王法？僵持之下，杨建业只得退让。那就进来几个代表，我3弟就在院里，哪儿也没去。王大海嘴角勾起一丝得逞的冷笑，昂首带人涌入。鄂伦春族人已聚在杨荣道院前，老人披着大衣垂手而立。杨建业快步上前，低声告知凶手是杨建军。老三，一直沉稳的杨荣道骤然变色。末日根下报去。杨组长，我敬你是前辈，但你的儿子杀我族人，必须给个交代。按规矩让杨建军出来与我生死决斗。族人顿时欢呼四起。王大海也上前一步，老爷子，我代表公社做个见证，凶手必须交出来，有法律制裁。杨荣道先看了眼王大海，又看向末日根，你们两边说法不一，老夫该听谁的？一句话瞬间将对方阵线割裂。末日根头也不回吼道：“当然听我的，这是我们的规矩。”王大海脸色一僵，暗骂这莽夫不给面子，却仍强撑道：“就算按规矩，人也得先出来。杨建军要是跑了，就是逃犯，你们杨家包庇同样有罪，破坏团结的罪名，你们担得起吗？”杨荣道沉声道：“关刀去把老三叫来，他环视众人，大家放心，我儿子就在这儿。若他真是凶手，按规矩办，但我必须知道他为何杀人，这中间有没有误会？”关刀策把赶往杨建军这。此时杨建军正看着女儿杨清试穿新衣，炕上的杨柏瞬间护住妹妹，手稳摸向怀里的枪。刀哥！杨建军见关刀双目赤红冲进来，心中一沉。关刀死死地盯着他，你是不是杀了鄂伦春人？杨建军眉头紧锁，余光瞥向儿子，抢先开口：“是我杀的。”关刀低吼：“你疯了！我上山采参，他们见财起意要杀我抢货，换作是你会怎么办？”他绝不能让儿子认下这事，要扛就自己扛到底。关刀神色稍缓，若是对方先动手，那便是自卫。你杀的是青龙寨的人，末日根带人来了，公社王大海也在。老三这事儿棘手啊！一旁杨柏眼睛一亮，青龙寨末日根，他记得这个人，顶尖猎人，性格刚直，可惜后来为救山火牺牲。眼下这局面或许正是个机会。杨柏追问：“大爷，末日根是来找我们算账的？”关刀没理他，只催促杨建军先过去说清楚。杨建军点头：“我安顿下孩子就来。”关刀转身出门，杨建军正想嘱咐儿子几句，却被杨柏一把抓住手腕：“爸，你听我说。”杨柏眼中闪过锐光，这说不定是个机会。杨建军一愣：“机会？”儿子这脑回路他有点跟不上了。前院寒风凛冽，末日根的战刀已然出鞘，光流。王大海皮笑肉不笑等着看好戏。杨荣道握着温热的铜手炉，唯有微微收紧的手指泄露了内心的波澜。众人目光齐刷刷射向走来的杨建军：“是你杀了我族人？”末日根刀尖直指。杨建军坦然点头：“但我只打伤了他，死没死我不清楚，还敢狡辩！”末日根怒吼：“决斗吧！”等等！杨建军一步踏出，气势陡升：“你是鄂伦春的英雄，怎么不问问我为何动手？我带着孩子进山采药，是你的人要抢要杀换你，你怎么选？”浩然正气竟让末日根一怔。王小武趁机插话：“不管什么理由杀少数民族兄弟，就是破坏团结，这是我们和青龙寨的事。”杨建军猛地扭头怒斥：“你是领导还是公安？不是就闭嘴！”王小武被怼得脸色发白。王大海阴沉着脸站出来：“杨建军，你冒充厂长，现在又杀人，简直给公社丢脸。我从未说自己是厂长，那都是你臆想的。
再说我是松林林场技术员，关系又不在公社，我杀人跟你们公社有什么关系？一语惊四座，王大海彻底傻了。杨荣道眯起眼，神色稍缓。老三这嘴够利索。杨柏在角落里握紧妹妹的手，心中呐喊：爸怼得好，就要这股王霸之气。既然无关，就请出去。杨建军直接赶人，王大海气得浑身发抖。出去！杨荣道一挥手，关刀立刻上前，杀人可是重罪，信不信我报警？王小五还在挣扎，末日根的战刀却突然指向王小五，他是我的猎物，谁敢报警就是与青龙寨为敌。王大海一行人彻底里外不是，灰溜溜被末日根转身战刀重新对准杨建军，现在该我们了。杨建军深吸一口气，耳边回响着儿子的叮嘱。他上前一步，直视末日根：好，按你们的规矩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末日根，你还听他的？受伤的族人莫达急喊。杨建军却踏前一步，声如洪钟：你的人为抢100年人参，要杀我灭口，连孩子都不放过。你们鄂伦春族就这样对待一直帮你们的杨家？100年人参！末日根一怔，话音未落，杨柏已拉着妹妹扑通跪在杨荣道面前：爷爷，爸爸是为保护我们，他们差点把我们都杀了。杨青也哭得撕心裂肺，直指对方连马和小白虎都要杀。孩子们一哭，杨荣道脸色瞬间铁青，杨家众人更是哗然，猎枪齐刷刷抬起。杨建业怒吼：草你妈的，敢动我杨家人！末日根等人僵在原地，众目睽睽下，莫达眼神飘忽，仍嘴硬是他们抢我们的人参。杨建军冷笑：带着孩子抢你们！杨柏立刻跳起：你敢对伯如砍起誓吗？伯如砍鄂伦春信仰之神。莫达脸色刷得惨白，嘴唇哆嗦，不敢接话。真相大白，杨荣道勃然大怒：好啊，恶人先告状，还敢背弃天神！今日不给杨家说法，老夫亲自上青龙寨讨教。鄂伦春众人面如末日根战刀寒光一闪，咔嚓，莫达一只断手落地，惨叫骤起。杨老爷子是我们的错。末日根沉声道：我罚了，但阿莫尔毕竟死了，他没持枪。杨建军持枪本该留他一命，道德绑架。杨建军忽然冷笑：换成是你维护孩子，会不会开枪？他目光如炬，直射末日根：你不是要决斗吗？好，我跟你决斗。杨建业失声：老三你疯！弯刀欲拦，却被杨建军伸手止住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他盯着末日根一字一顿：敢不敢痛快点？当我爸提出要和草原第一猎户文斗时，全家都觉得他疯了。末日根当场懵住，这特么不是我的台词吗？他才是青龙寨顶级猎户，对面那个书生杨建军哪来的勇气？杨家众人更是目瞪口呆。杨建业盯着老三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。老三被出马先附体了。杨荣道一个踉跄，觉得儿子回来像换了个人。杨建军说完，自己都觉得气氛凝固了，他索性冷笑：不敢就滚，以后别进杨家地盘。青龙寨的人瞬间炸锅，末日根跟他决斗。末日根一步踏出，战刀在手，来公平决斗。全场沸腾之际，杨建军却淡淡开口：好，那就文斗。哐当，有人从驼鹿上摔了下来。文斗，所有人全傻了，闹了半天你要文斗？末日根气笑了。杨建军却横眉冷对：领导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，今天本就是你们的错，要决斗就按我的方式文斗。那轻蔑眼神让末日根太阳穴直跳，你到底比什么？杨建军抬起下巴冷傲道：放心，不比知识，你们也不懂。这话简直在青龙寨众人心口捅刀，全村识字的不超过5个。我们比喝酒。杨建军一字一句，谁先倒谁输。旋即青龙寨爆发出惊天大笑，跟末日根比喝酒，他可是5斤起步全村前3的酒神，这书生简直自寻死路。末日根也笑了，行你有种。杨荣道冲出来：老三你疯了，你从小到大一滴酒都没沾过。杨建军坚持：爸我能喝。就在这时，杨柏站了出来：爸爸我觉得不公平。杨荣道一拍大腿：看你儿子都说不公平。杨柏走到前面朗声说：他们有错在先，还想文斗，那我们赢了必须要有好处，凭什么白白跟你比？末日根瞪着杨柏忽然狞笑：好，我要是输了，你爸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杨柏眼睛一亮：真的？那一刻杨柏看见爸爸转过头，悄悄对他眨了眨眼，关刀一把薅住杨柏后颈，直接拎了起来。杨柏扑腾2下就老实了：大爷我还是孩子。杨建军却已领着末日根往屋里走，地窖里藏着玉米酒、地瓜酒，还有祖辈留下的陈酿。杨建军直奔最便宜的地瓜酒就他了。老三！杨荣道急得跳脚，杨建军却掏出一张大团结塞过去：爸买10块钱酒，滚犊子！杨荣道气得拂袖而去，进屋坐下干瞪眼，外屋挤满了人。关刀搬酒时，杨柏悄悄塞给爸爸一包药粉，杨建军不动声色吞下，对上女儿好奇的眼神，只笑笑揉揉他脑袋：爸爸吃点药。很快10斤酒刚扛了出来，杨建业黑着脸：别逞强，你丢的是杨家的脸。杨建军推开他的手：大哥我的事我自己扛。2只海碗摆开，1碗3两。末日根拿起碗就灌，地瓜酒入口甜回味涩，像极了劳苦大众的人生。他喝的豪迈酒水溅湿前襟，却见杨建军迟迟未动。怂了？末日根挑眉。杨建军望向儿子，杨柏轻轻点头，他这才端碗慢条斯理喝起来。第一口像水，第2口麻木药效发作了，地瓜味淡的几乎尝不出酒味。杨建军越喝越稳，3两酒一滴不剩，真喝了。杨建业诧异，屋里杨荣道却更愁了，这才3两，末日根的斤数可是5斤起步。第2碗满上，末日根擦嘴笑道：你家地瓜酒够近50度吧？那又如何？干！杨建军依旧慢饮，酒不沾唇。末日根快饮，胸前湿了一片。鄂伦春族人们盯着杨建军吞咽的动作，喉结滚动，这人喝酒的样子竟让人莫名眼馋。第3碗、第4碗，末日根速度渐缓，杨建军却4平8稳。杨柏看着爸爸喝酒不洒一滴的实在样，暗自摇头，却见鄂伦春众人眼神发直，他们馋的竟是老爸这份从容。酒缸见空，胜负的天平在无声倾斜。第8碗下肚，将近3斤地瓜酒在胃里翻腾。末日根扯开围脖，呼吸粗重，空腹连灌8碗，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。反观杨建军依旧4平8稳，碗底朝天到一滴不剩。青龙寨的人眼神变了，在草原能喝就是真汉子。关刀正感慨，却听旁边冒出一声：大爷服不服？杨柏小脸傲娇：有你啥事？我长大了也能喝。关刀嗤笑：喝酒还遗传？杨柏歪头一笑：酒量不遗传，但药方能传。刚才那包星河饮，云母粉混压拓草100年灵芝，服下后千杯不醉。前世从王天意那儿弄来的方子，今生正好派上用场。爸爸加油！杨青趁机喊了一嗓子。杨建军勉强扯动嘴
嘴角实在笑不出，肚子快撑炸了，虽不醉却胀得慌。里屋杨荣道扒着玻璃，眼中满是赞许。老三真变了，他最疼这读书好的儿子，从前却怒其不争，如今书生血勇，竟能在酒桌上镇住草原猎户，怎不让他心头发热？还喝吗？末日根声音发虚，胃里翻江倒海。喝！杨建军淡声道，反正当喝水岂能输？又是4碗。末日根满脸通红，双眼血丝看人已重影。杨建军也弯了腰，脸色煞白，却仍一滴不剩。众人屏息中，末日根半碗下肚，猛地喷出如鲸鱼吐水，整个人瘫软下去。族人慌忙去扶他，却摆臂如游泳，咕哝着还能喝，随即鼾声大作。杨建军稳稳饮尽最后一碗，碗底亮给众人，看见没他输了。青龙寨众人垂手，你赢了要怎样？杨建军只想上厕所，嘴角一抽，杨柏立刻钻出来，脆声道：输了就得答应一件事，以后末日根留我爸身边当保镖。啥？全场傻眼。草原汉子输不起。杨柏挑眉，反悔的小心天神降法，句句扎心。青龙寨人哑口无言。杨建军捂着肚子猛点头。杨柏回头一笑，父子眼神交汇，这一局赢得漂亮。当杨建军捂着肚子宣布我赢了，末日根留下时，这场文斗以谁也想不到的方式尘埃落定。青龙寨众人脸色铁青，却无法反驳。天神在上，草原汉子一诺千金。他们垂头丧气离开灵场，面对围观众人末日根的追问，只觉颜面尽失。灵场旗手昂首挺胸，将消息传遍公社。文斗喝酒，末日根输给我们三爷了，往后他就是三爷的人。王大海一拍大腿，猛然惊醒，跟我这扮猪吃老虎呢？他慌忙赶回金沟镇报信。那个文弱的杨老三怕是杨家最大的变数。此刻杨家屋内气氛微妙，杨荣道摸着胡子畅快大笑，过瘾。老三真成男子汉了。关刀也点头附和，盛赞杨建军能文能武。老大杨建业却脸色阴沉，爸这是招火。青龙寨能服气，年底跟山里的约定怎么办？还有公社王家，他认定老三在给家族树敌。正争论时，杨建军领着杨柏走了进来。上完厕所的他神清气爽，默默将一袋礼物放在桌上，2桶杨荣道最爱的桃酥还有罐头。杨柏乖巧道：爷爷爸爸卖人参孝敬您的。孙子暖心的话瞬间柔化了杨荣道的目光，他拍拍杨柏的脑袋，对外冷内热的老三终于露出认可之色，算你有心，晚上留下吃饭，咱爷俩聊聊。杨建军一愣，随即笑容绽放，一旁的杨柏也开心极了，爸爸终于被爷爷接纳。然而下一秒，爷爷话锋一转，对了，这2天就让杨柏去上学。杨柏笑容瞬间僵住，我上学。杨建军立刻站队，爷爷该上学了。杨柏心中哀叹，他的搞钱大计难道要就此中断？我真服了。杨柏心里1万个拒绝，可7岁的娃哪有发言权？得，上学这事算是躲不掉了，还比上辈子提前1年。他正烦着，就瞥见大伯杨建业那冷冰冰的眼神。杨柏头一弯，目光也沉了下来。晚饭时，老大老二2家都没被留下吃饭。杨建业把二弟杨建明拉回自己屋，点了根烟。老爷子这是看上老三了。他把白天杨建军收服青龙村猎人末日根的事说了一遍。就他，杨建明不信末日根那身手能输给老三，输没输不知道，人现在是跟了老三了。杨建业声音压得极低，林场是块肥肉，绝不能让他沾手，得想个办法让他滚出杨家。晚上，杨柏瘫在炕桌边，对着写字帖，生无可恋。他一个重生回来的啥不会，现在还得装小孩，从头学起，想想就头大。妹妹杨青忽然坐直，歌有动静。杨柏哧溜下炕，走向西屋。末日根醒了，炕上的大汉正盯着房梁发懵，就听见一句鄂伦春语，低头。末日根一低头，看见个白净小孩叼着铅笔头，手插在背带棉裤兜里，眼神亮得有点邪乎。你是杨建军的儿子，以后叫我少爷。末日根差点气笑，啥年代了还少爷？不服，你酒桌上输给我爸了就得听他的。杨柏把对上学的怨气全发泄出来，知道文曲星部，我爸就是马上要考大学，成为第一批大学生，给他当保镖那是你的荣耀。他一顿输出，疯狂给末日根洗脑，什么天神代言人、未来之星说个不停。末日根被砍得面红耳赤，脑子发胀。输了是事实，保护一个大学生好像也不丢人，我保护他可以，当我不当仆人。成交末日根叔叔。杨柏秒答，心里暗笑，态度到位就行，至于以后慢慢拿捏呗。推开屋门，杨建军猛地看见末日根握刀站在外屋，心头一紧，爸，末日根叔叔给我们削苹果呢。杨柏举着苹果跑出来，杨建军这才松了口气。末日根却收起匕首，单膝跪地，三爷以后我跟你。杨建军一把扶起他，不用这样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保护好我儿子。末日根一愣，旁边的杨柏也愣了，这父子俩怎么互相托付上了？爸，让末日根叔叔陪你吧。杨柏赶紧推人进屋，我和妹妹睡西屋，他需要空间琢磨自己的事。末日根一进屋就看见小白虎，脸色一变，白虎又现山里，怕是要出事，别迷信。杨柏抱起虎仔，拉着妹妹溜去西屋，有末日根在，父亲的安全不用担心。这位顶级猎人还能打猎贴补家用，等父亲考上大学，学费就得靠自己挣了，这么多事等着办呢。杨柏正刷牙，就听父亲下令，明天去公社上学，你关大爷带你去。我不去，不去揍你。杨建军瞪眼，末日根明天绑也得把他绑进学校。末日根重重点头。杨柏哭丧着脸哀求父亲，毫不动摇。他哪知道这7岁的身体里住着个30多岁的灵魂，重活一回杨柏要见的势力，足以撼动那些高高在上的天宫权贵。1977年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第2天清晨6点，天还没亮，杨柏缩在被窝里装睡，妹妹杨青趴在他耳边吹气，小白虎钻进来舔他脚丫。哎呦我去，太痒了！杨青笑道，哥哥你心跳又快又有力，明明醒着，我真不想上学，可我们就是小孩啊。杨柏彻底服了，只能爬起来。父亲已经熬好粥，末日根切好了咸菜丝。7点到校长要考你。杨建军说跟不上就得留级。留级？杨柏眼睛一亮，那不就遇上老同学了？敢留级腿打折。杨柏撇撇嘴，从小
小到大，老爸就没动过手，我儿子不能留级。杨建军语气坚决。杨柏只好点头。未来大学生的儿子确实丢不起这人。正吃着饭，他忽然一愣，等等，公社小学的校长该不会是他吧？杨柏看着眼前的公社小学，一脸无奈。他身后跟着骑黑马的关刀和白马的末日根，这阵仗哪像上学倒像押送，我真跑不了。他嘟囔着翻身下马，径直走向最里面的办公室。门开了，灰白头发、眼镜腿上缠着胶布的校长曹瑜站在那儿。这位文化人看着眼前瓷娃娃般的孩子，有些意外。建军的儿子不太像。校长好。杨柏立刻扬起笑脸。关刀赶过来解释，曹瑜这才点头。你把小时候就聪明时代耽误了，我一定努力。杨柏声音响亮。曹瑜笑了，随手出题，6+24等于多少？30。曹瑜拍拍他，行，通过了。杨柏心里直嘀咕，这放水也太明显了。眼珠一转，他忽然抬头，校长您教过我爸，那就是我师爷了。曹瑜一愣，哈哈大笑。关刀和末日根在外头等着，孩子们在教室里读书。末日根看着眼里有些羡慕，山里的孩子有几个能这样识字呢？曹瑜牵着杨柏往教室走，阳光照在操场的红旗上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杨柏被曹校长领进1年级教室时，46个孩子齐刷刷望过来，炉子上的水壶正发出呜呜哨响。班主任欧阳德迎上来，曹校长简单交代，这是新同学杨柏。校长刚要走，杨柏却拽住他衣袖，校长有问题我能去找您不？先找欧阳老师。曹校长笑了，实在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。您说的。杨柏立刻抓住话头。校长走后，欧阳老师指了指第3排靠外的空位，你先坐那里。杨柏走过去愣住了，同桌竟是扎着马尾、唇红齿白的小丫头刘云，这不是以后文明公社的校花吗？自己提前1年上学，居然和她成了同班。他正暗自惊奇，刘云另一侧那个瘦得像刀郎的男生已经恶狠狠瞪了过来，看什么看？杨柏一看乐了，这不是小时候的老对头高永强吗？外号刀郎，仗着父亲是生产队长，在学校里横着走，前世可没少被自己收拾。杨柏没理他，径自坐下，扭头对刘云笑道：“我叫杨柏，我会看相，能知道你名字姓不？”刘云眨着乌溜溜的大眼睛，摇摇头：“你叫刘云，美如刘云对吧？”杨柏故作神秘。刘云小脸一下子红了，既惊讶又害羞。旁边的刀郎顿时火了：“装什么装？全公社谁不认识刘云？”他冲着杨柏压低声音威胁：“下课你给我等着！”杨柏挑眉看他，悠悠道：“刀郎，高永强。”高永强被叫破，外号脸涨得通红，全班的目光都悄悄聚了过来。新来的这个白净同学好像挺厉害。杨柏一句不认识，直接结束对话，闭目养神。不，他在吐纳练功，药粉入喉，气息绵长。校花刘云看他闭眼半天没动静，忍不住戳了戳他胳膊，疼。旁边的高永强直接炸了，猛地站起来。刘云居然碰这小子，粉笔头精准砸中高永强脑门。高永强，你干什么？欧阳老师板着脸。高永强指向杨柏，老师他睡觉。杨柏适时睁眼，一脸无辜，我在默背课文。你撒谎！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天安门上太阳升。杨柏张口就背，清脆的声音响彻教室，同学们都惊呆了。新来的居然这么厉害！欧阳老师眼睛一亮，好，杨柏坐下。高永强门口罚站。高永强狠狠瞪了杨柏一眼，悻悻站到门边，他死死盯着杨柏和刘云。只见刘云正对杨柏轻声说：“我以为你真睡着了。”杨柏笑了笑：“我闭眼是在背东西。”高永强看得双目喷火。下课铃，等着吧。语文课下课铃一响，欧阳老师刚走，教室里压抑的气氛立马炸了。杨柏不紧不慢收拾书本，一个胖乎乎的脑袋从后面探过来：“我叫秦虎，你叫啥？这年头能长这么圆润，不是天选一胖体，就是家里伙食旱死了。”秦虎挠头憨笑：“我爹是公社厨子。”旁边红脸小子热情凑过来：“杨柏，我是杨化，咱俩是亲戚。”杨柏淡淡点头。秦虎刚挤眉弄眼，后排就炸起一声怒吼：“杨柏，就因为你上课睡觉，害老子被罚站！”说话的是1年级小霸王高永强。杨化立马起身阻拦：“强哥，算了算了。”却被高永强一把推开：“滚蛋！今天非揍你不可！”砂锅大的拳头再风声砸来，周围一片倒吸冷气。谁料杨柏坐着没动，抬腿就是一记精准飞踹，砰的一声，高永强踉跄倒退几步，捂着肚子满脸不敢置信：“你敢还手？都要揍死我了还不还手？”杨柏慢悠悠起身，双手背在身后，自带宗师气场，有种就单挑，谁告老师谁孙子。高永强被激得咬牙，单挑就单挑。秦虎和杨化急得拽住他：“柏哥他爸是队长，你要被揍的。”杨柏挑眉看向高永强：“公平点，你也不准告家长。”吃瓜同学秒速清场，高永强挥着王八拳冲过来，杨柏灵巧转身，单手抡起靠墙的长条木凳，轰的砸在他脚边，尘土飞扬。全场直接看懵了，这转学生武力值简直天花板。趁高永强愣神，杨柏箭步上前踹他：“你输了叫柏哥！”高永强挣扎不服，杨柏抬手一个清脆巴掌，他立马服软柏哥。杨柏抬眼扫向全场：“以后我是老大，谁有意见？”秦虎和杨化最先应声，其他人跟着附和，连高永强的跟班都颤巍巍喊柏哥。开局直接立棍成功。下节课铃响，欧阳老师见高永强还在罚站，意外让他回座位。高永强全程脸黑如锅底。放学铃一响，离家远的孩子全冲去锅炉房取饭盒。这年头午饭标配都是小米饭、咸菜疙瘩，有个白水煮蛋就算顶配。杨柏在食堂打开锃亮的铝饭盒，红烧狍子肉的香气瞬间炸开，直接给清汤寡水的食堂投了颗味觉核弹。肉是肉啊！无数道目光瞬间聚焦，秦虎和杨化哈喇子都快流出来，眼睛直勾勾盯着饭盒，想吃。杨柏瞥了他俩那没出息的样，大方推过饭盒，一人一筷子不许多。两人感动到差点喊衣服，这老大是真能处，有肉真给。之前课间，秦虎和杨化还围着杨柏献殷勤。杨博突然开口问：“你们个事，咱班男生谁学习最好？”两人同时指自己我。秦虎急了：“你就会背乘法口诀？我作文能写200字。”杨化反击：“你那作文不会写的字全画圈，老师都叫你圈圈大王。”眼看要吵起来，杨柏打了个响指：“别吵，欧阳老师的作业你们帮我写，一次1分钱。”两人眼睛瞬间瞪得像铜铃，1分钱能买2颗水果糖、1节香铅笔芯，还是租小人书的巨款，立马点头如捣蒜。
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直接敲定。这一幕被学习委员刘云听得清清楚楚，他板起小脸纠正：“杨柏同学，我们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”杨柏故意逗他：“你帮我写一次2分。”刘云脸瞬间涨红，又羞又气，转过身。杨柏看得一愣，这1年级小姑娘这么水灵，以后妥妥公社级校花啊！这边杨柏正风卷残云干饭，食堂外突然传来激烈吵闹和哭喊声，还夹杂着推搡呵斥。杨柏抬头，快肩上那块喷香的狍子肉悬在了半空。杨柏正埋头干饭，食堂外突然传来一阵吵吵嚷嚷，还夹杂着女生的哭声。锅炉房门口早已乱作一团。3年级双胞胎杨玉、杨芳被一群高年级学生围得水泄不通。带头的是6年级的郭蕊，他哥郭芳穿着改小的军装，扎着武装带，摆足了小霸王架势，气场直接拉满。把饭盒交出来，在学校就得听我的。郭蕊指着姐妹俩放狠话，郭芳怪笑着补刀：“听说你俩还敢告老师，信不信把你们扔冰河里冻着？”杨玉死死护着妹妹，又急又怕：“给了你们我们吃什么？吃个屁！你们林场的能差这口？”郭蕊早就眼红姐妹俩饭盒里的鸡蛋，他们爹是林场干部，伙食比公社孩子好太多。说着就上手抢，不给杨芳硬气反驳，郭蕊立马挥手。身后的女生们正要上前拉扯，食堂里低年级孩子全扒在窗户上围观，大气不敢出。柏哥是你姐？杨化一眼认出人，秦虎急得嚷嚷要去告校长。话没说完，身边的杨柏已没了踪影，窗台上只剩个空饭盒，外面姐妹俩的胳膊已被扯住，饭盒眼看就要被夺走。就在这时，啪的一声，一块石头精准砸中郭蕊后背，杨柏掂着另一块石头慢悠悠登场。郭蕊兄妹见只是个1年级小豆丁，气得跳脚：“你找死！小崽子活腻了！”姐妹俩急得喊杨柏快跑，郭蕊却率先冲上去要扇脸，杨柏手腕一抖，第2块石头正中他脑门，郭蕊当场蹲地哭嚎：“给我破下了！”郭芳彻底怒了：“小崽子，你敢动我妹！”吼着就冲过来。窗户后面1年级的小豆丁们集体挖出声，有的已经扭头往校长室跑。杨柏却站在原地，看着冲来的郭芳，眼神都没晃一下。食堂门口空气突然安静，杨柏就站在那拍手上的挥，好像刚才撂倒的不是6年级小霸王，只是顺手赶了只苍蝇。转头让姐妹俩去吃饭，俩人彻底蒙圈，这弟弟啥时候这么能打？就在这时，高永强气势汹汹冲来，身后跟着有黑壮实的3年级高柱子，俩人刚在厕所达成陀螺换揍人的交易。柱子上，高永强一声令下，可高柱子看清蹲在地上的郭芳，当场认怂，他把6年级郭芳干趴了，我打不过。高永强瞬间僵住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活像个勇闯虎穴的憨憨。杨柏朝他勾勾手，指刀郎过来。高永强腿软，却硬着头皮上前。杨柏拍着他肩膀调侃：“姚人眼光不行啊。”随后杨柏转头拉拢高柱子：“跟我混陀螺弹弓随便要，别跟着怂货玩，纯属被人当枪使。”高柱子眼睛一亮，立马倒戈站到杨柏身后。高永强孤零零站在原地，看着杨柏被姐姐们拉去吃饭，秦虎杨化狗腿的跟着，连自己顾的打手都反水，裤兜里准备收买人的玻璃球硌得手心发疼。食堂窗户后有小孩小声嘀咕：“柏哥这是要统一全校啊！”没人接话，但所有人都清楚，这个新来的转学生真要彻底改写学校的格局了。7岁的杨柏被3名原贩子在松林，他摸了摸马鞍下的枪，笑了：“拍花子的。”他声音很冷：“我专杀你们这种畜生。”杨博回到教室，瞬间成为焦点，同学们满眼崇拜，高永强也彻底服气，决定以后乖乖当小弟。秦虎和杨化直接晋升头号跟班，连校花刘云都忍不住想搭话，杨柏却闭眼装没看见。放学铃一响，杨柏拎包就走，杨化喊柏哥一起回，2个姐姐也等着他。我有事你们先回。杨柏利落翻上枣红马，朝着滨河方向奔去。滨河岸边一排破旧木屋隐在暮色中，屋里炉火跳动，映照着一个摊位。穿袍皮的鄂伦春老人，裹破棉袄的汉人，披皮夹克的蒙古族，摊上摆着兽皮山货狼牙，甚至还有军用罐头。这里是老林区的黑市，各族老人交换情报和物品的据点。杨柏拴好马，从鞍下抽出布包，将一把马牌撸子插在后腰，径直走向最左侧木屋。摊主是个裹着包将军大衣、皮肤黝黑如树皮的山羊胡老者，他抬起外凸的眼睛，愣愣看向这个陌生少年。杨柏对着他笑了笑，老者怔住了。老者名叫哈拉，达斡尔族人，在这片黑市他是最早摆摊的人。见杨柏蒙着围脖，只露眼睛，个头又小，哈拉忍不住往后瞧，难道有大人带着？杨柏却直接蹲下开口，就是黑话：“老爷子挑山收吗？”哈拉一愣，这孩子懂行话，挑山指的是卖山里的药材，自己一个人别看了。杨博摸了摸摊上的狐狸皮，气定神闲。周围几个摊主从窟窿往这瞥，见杨柏腰系彩带，以为是鄂伦春族的孩子来找哈拉办事，便没再多看。哈拉没好气地问：“哪个寨子的？规矩不是不问出处吗？”杨柏对答如流。哈拉卷着烟摇头：“孩子卖的东西我不收，怕家长找来麻烦。”杨柏也不争辩，伸手拔下3根狐狸毛，摆成3角放在哈拉面前。哈拉手一抖，烟卷掉了。3角代表三山山神，他猛地站起，又赶紧蹲下捡烟。“你是山神的徒弟？”杨柏点头。山神正是前世教他吐纳的隐士高人，在索伦3部中备受尊崇，叫我杨柏就行。杨柏压低声音：“谈生意吧，这个收吗？”他从包里掏出半截百年灵芝，哈拉接过细看，彻底信了。山神的弟子拿出什么都不奇怪，整块值上千，这半截200，成交。哈拉从凳下取出铁皮箱拿钱，杨柏却道：“我想换点西药，还有情报。”药有。哈拉又摸出个军用药盒，里面扑热息痛、土霉素等都有。杨柏挑出安乃近和4环素扔回去，副作用大不要。哈拉虽不懂，也没多问。这些30情报要哪方面的？一撮毛那伙偷猎者的动向，还有松林林场的近况。哈拉眼神一凝，缓缓点头。这情报可不便宜。风雪从木屋缝隙灌入，炉火噼啪作响。一老一少在火光中对视交易才刚开始。黑市摊主哈拉看着眼前的山神小徒弟，压下好奇报了价。
2份情报50。杨白爽快点头，又从包里倒出一堆兽骨兽牙，这些也换了，算10块。哈拉马里挑拣完，正要结账，却见杨白比了个8的手势。哈拉会意从凳下摸出个红布包，层层打开，竟是一把保养的极好的德制快慢机，配着旧枪托弹夹和100发子弹。老伙计了，算你100。哈拉语气有些怀念。杨白眼睛一亮，这简直是意外之喜。他利落组装，手感沉稳，安全感拉满。最后结清款项，拿上药盒，约定3天后取情报。离开黑市，杨博骑马抄近路回林场，行至一片松林，枣红马忽然不安的挺起。杨柏拍拍马颈，冷声道：“跟了一路了，出来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后方林中闪出一骑，马上人身披斗篷，只露一双黄眼。前方松林也走出2骑3人，为首的是个叼着烟的男人。呸！男人吐掉烟头，对斗篷人咧嘴一笑：“老韩就是他，杨建军的儿子，抓了这肉票钱和人情都能到手。”斗篷人声音嘶哑，弄晕带走。杨柏扫视包围圈，心中冷笑，前世兵王的经验让他瞬间评估局势。前方3人威胁不大，后方的老韩才是关键。他佯装害怕，声音发颤：“你们是谁？”“我爸是杨建军。”话音未落，他猛地一夹马腹，小红如箭般向前方3人薄弱处冲去，同时手中已多了一把马牌撸子。动手！王小武惊怒大喊。松林间一场猝不及防的遭遇战瞬间爆，2名手下跳下马，掌心搓着白色药粉，阴笑着逼近。小家伙，让叔叔拍拍。拍花子！杨柏眼神骤冷，他最恨人贩子这群畜生，该千刀万剐。有还懂行话，一人伸手抓来，电光石火间，杨柏猛掏向马鞍下，快慢机在手沉甸甸的，他双手握枪瞄准。玩具吧！人贩子嗤笑，砰！第一枪打偏了。杨柏暗骂这破枪跳得厉害，迅速调整，枪声却已吓懵众人。是真枪！披风人老韩惊呼，砰砰2枪点射，精准爆头，2名拍花子应声倒地。杨柏头也不回，反手一枪，老韩肩头中弹，在落马下，枪口转向王小武。王小武裤子已湿，魂飞魄散。别杀我！我姓王，跟王主任是亲戚，误会都是误会。金沟镇王家惦记我们杨家林场那个。杨柏声音冰寒。王小武瞳孔骤缩，这小孩怎么知道？你拐了几个孩子？1个。哼！膝盖粉碎。5个，是5个，饶命啊！王小武惨嚎，那是5个家。杨柏走近枪口，抵上对方额头，我替他们判你死刑。风血花绽开，王小武瞪着眼，难以置信自己竟死在一个7岁孩子手里。杨柏转身走向挣扎的老韩，那人正忍痛去抽马鞍下的刀，砰！手腕应声而断，围巾滑落，露出一张布满白癜风的脸，因痛苦扭曲狰狞。砰！韩文广捂着布当杀猪般惨叫：“你不讲信用！”杨柏面无表情，枪口还在冒烟。我是小孩你也信？人贩子到死都想不通，自己怎么会栽在一个小号阎王手里？孩子在哪？杨柏瞪向韩文广。韩文广是人贩子，肯定有一个窝点，窝点中肯定有孩子。我说了，你能放过我吗？杨柏蹲下去，直接把枪口对准韩文广的裤裆。韩文广是不怕死，但他接受不了当太监。他从杨柏小眼睛中感受到决然。北王村废旧窑厂，孩子在那里面。你的人几个？还有2个，一男一女，有5个孩子。杨柏看着韩文广，直接开火，再次爆头，迅速蹲了下去，在韩文广身上检查有什么物品。韩文广兜里居然有124块钱，还有一个布包，布包中有一个圆形玉牌，还找到一串钥匙。杨柏再次返回，检查了王小武和2名人贩子，他们3个人兜里总共掏出36块钱。杨柏把这些钱都收了起来，然后翻身跳上枣红马，天黑前赶回去。杨柏决定先把孩子给救出来，拍着马屁股，小红瞬间飞奔而出。窑厂门口堆积一些破烂，还有木柴大门斑驳无比，里面还有狗的叫声。杨柏站在门口直接敲门，里面屋子内一男一女正在做着饭，男子穿着围巾拿着锅铲，女子正在揉着面。听到门外有动静，谁来了？老七，你过去看看。陈七拎锅铲到门口，谁？是我，叔叔请开门。杨柏喊了一句，陈七就是一愣，这怎么还有孩子上门了？陈七直接打开门，低头看了一眼，我操！一个拿着快慢机的孩子正诡异地望着他。你干嘛？陈七刚要说话，杨柏已经把枪口对准陈七的肚子。进去！陈七没办法，只能倒退，但他也压低声音道：“小孩子，你这枪是玩具吧？来给叔叔看看。”想看？杨柏笑着直接扣动扳机。赵丽刚跑出来就看到杨柏，杨柏举着枪对准赵丽道：“孩子在哪？”赵丽完全傻眼了，一个孩子拿着枪把老公给打死了。赵丽面对黑洞洞，枪口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说：“孩子在哪？”杨柏目光冰冷下来。赵丽听到杨柏这么说，指了指西边一个屋内，门上有锁，还是3把锁，窗户也被钉死了。杨柏看到这个窗户，对准赵丽是一枪。来到西屋，杨柏对准左头连续3枪，左头断裂。杨柏一脚把门踹开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一个铁笼子里4颗小光头全在里面。别怕，救你们呢！杨柏压低声音，因为他是小孩，笼子里那几个才没当场鞭打。笼门打开，没人敢动。一个小光头颤巍巍抬手指墙，墙上挂个麻袋。杨柏掀开，一个女童被锁链吊着，全是鞭痕受脱相，但他眼睛没躲，就这么盯着杨柏，没有泪没有怕，只剩了。杨柏对准锁链，砰！人落地，4个小光头已经围在他边上了，盯着杨柏。你真来救我们？对，女童一把把4个小的护身后。我11岁，这里最大，我该护他们。杨柏握枪柄的手顿了一下，这个11岁的女童也是被拐卖进来的，心中还想着保护其他孩子。杨柏从兜摸出30块放旁边，转身就走。女童没拿钱，回头冲孩子道：“你们去喊人，别说见过恩人，姐你呢？”女童不答，光着脚就冲了出去。小红跑得飞快，杨柏勒着缰绳往家赶，忽然觉得后脑勺发烫，回头一看，那个11岁的丫头片子光着脚丫子在山路上追马，摔了爬起来，又摔又爬起来，还在追。前头天黑了，
山那边狼嚎一声接一声，杨柏一把勒住缰绳，勒马为头。小红蹄子刚落定，雨桐双脚打着颤，浑身跟筛糠似的杵在原地，就那么直勾勾望着他。你跟着我干哈？没鞋脚该冻掉了。女童仰头，我想跟着你。啥玩意？杨柏以为自己耳朵漏风，命是你捞的，你让我干啥都行。大姐，我7岁，你跟我，你都被救了还不回家？女童低头，声音哆嗦，没家，爸妈把我卖了。杨柏沉默了，半晌挤出仨字，你叫啥？凤凰。没姓，能跟你姓？我会做饭洗衣。杨柏抬手打断，真要跟我？以后只听你的，你只东我不打西。杨柏摸下巴，重新扫视他。凤凰站那儿，眼神死倔，身子抖成震动模式。杨柏太懂这眼神了，没退路了，硬着头皮往前莽，小手伸过去，上来。凤凰把手搭上，杨柏一把拽上马，自己身形一晃，却落在地上。凤凰着急起来，杨柏怎么把马让给他？别动！你说了一切都听我的，那就老实坐着。他把围脖扯下来，刀破2半，抬起凤凰脚丫子就包，再磨蹭脚就交代了：谢谢主人。别，我不是你的主人，这个世上也没有人是你的主人。凤凰懵了，不叫主人叫啥？叫老板，或者叫老大也行。老大。凤凰选这个。杨柏咧嘴，行，这是我当你老大，走，带你回家。翻身上马，回家了。小红扬蹄往林区窜，凤凰坐他身后，胳膊慢慢环上腰。林区道上，杨建军骑马打头，末日跟关刀紧跟，骑手们举火把打手电往公社小学方向卷过去。杨柏！杨建军嗓子快喊劈了。头一天上学，天都黑了，人没影。前头路口突然冲出匹马，刀哥是咱的马，三爷家公子。手电刷一下对过去，杨建军定睛一看，儿子骑回来了，屁股后头还挂个女娃。卧槽！关刀瞳孔地震，什么情况？出门顺个姑娘回来，杨建军也懵，但见儿子囫囵个心先落一半，爸别照我演。杨柏满脸写着小情绪，冷的一批就想回去蹲火盆。杨建军凑近，儿子你上哪儿也去了？我去招个保姆。啥玩意？杨柏一句话，全员在线宕机。木屋里火炕烧得滚烫，灶上水咕嘟咕嘟，炕桌摆着鸡蛋酱、玉米面条、窝头蘸蛋酱浮油，香迷糊了。杨青伸小胳膊护在杨柏跟前，小白虎冲杨建军龇牙哈气，杨柏老实杵着身后戳着凤凰。杨建军举鸡毛掸子虚空点指，爸你别打哥哥。杨青眼泪啪嗒掉，杨建军脸黑成锅底。末日跟左右瞅瞅，三爷问清楚再说，小少爷也饿了。杨建军气笑了，末日根也叛变。杨柏几笑摸杨青脑袋，爸我也是没法子，凤凰老惨了，无父无母，咱收了他呗，能照顾妹子，咱家也不能轻易水儿老爷们啊。杨建军眯眼打量凤凰，小姑娘抿嘴不说话，脚上套着毛巾，衣服一股馊味。无父无母，哪儿人？有点失忆，当过乞丐。爸我妹需要人照顾，让凤凰当保姆吧。滚犊子！才多大就当保姆？你资本家啊？那你说咋整？人我带回来了，你要赶他走他就没了。爸你就是凶手。杨建军太阳穴突突跳，凶手这俩字扎心了，黑历史被亲儿子一刀刨开。杨柏我今天不揍你。话没说完，凤凰猛跪下，大老爷要揍我。跪太猛，衣领裂开，背上鞭痕一道落一道。杨建军和末日根倒吸一口凉气，杨青眼圈刷红了，姐姐疼不疼？疼，但我不怕。大小姐别哭，以后我护你。杨柏瞅准时机，爸你就收下凤凰呗，以后你上大学我上学，谁顾妹妹？这话把杨建军整破防了。行，留下，但你不是保姆。杨建军顿了顿，我收养你，你就是杨柏杨青的姐，没恢复记忆就姓杨，杨凤凰，管我叫叔。凤凰愣住，眼圈彻底红透，跪地磕头，谢谢叔。这孩子快起来上炕吃饭。杨柏一把拉起他，走我的凤凰姐，以后这就是你家。他就知道老爹嘴硬心软，别管那个吃饭，爸饿死了。杨柏抄起面条拌鸡蛋酱，吸溜贼香，下次再乱跑腿给你打折。杨建军吓唬一句，给凤凰也成了碗面。杨柏歪头瞅一眼，心里有谱了，老爸有末日根罩着，妹妹有凤凰陪着，剩下的是他来。同一时间，杨柏吸溜面条的功夫，王小五的死已经轰动了整个公社，4条人命一夜蒸发，凶手留下一地弹壳。所长眼神一沉，7.63毫米薄壳枪，当过兵，枪法如神，这是来复仇的还是来替天行道的？王小五、韩文广等4具遗体已经被白布盖上。联防队长郭宝山带人赶到现场，保安正在勘察。所长赵东来蹲在地上捡起几枚弹壳，眼神犀利，这枪法准到离谱，绝不是普通混混能干出来的事。这人有军事底子，当过兵，一个人一把枪弹翻了4个。赵东来正琢磨着，郭宝山凑过来压低声音：“老赵会不会是山里那帮人下来的？他怕的是年底了，村里刚算完工分被盯上。”赵东来摇头不好说，但这人绝对是当过兵的。郭宝山脸色一变，不能吧？当兵的能干这事？王小五这货咋惹上这种狠人了？正说着，公社主任王大海挤了进来，一听自己手底下的王小五没了，他急得直跳脚。赵东来拦住他，勘察现场的别进。王大海拿手电筒往里照，阴着脸说：“赵所必须抓人，会不会是林场那边的人？”这话一出，赵东来和郭宝山都盯住了他。王大海继续输出：“林场来了个杨建军，自打他来咱公社就没消停过，他这波操作明摆着是想把祸水往林场引。”赵东来一愣：“你说杨建军？对，他现在成3爷了，身边还有个末日根。”郭宝山没吭声。赵东来沉吟：“凶手当过兵。”王大海立马接话：“赵所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末日根是猎户，枪法也准。”正说着，远处传来摩托声，刑警队长于凯带人到。王大海迎上去就开眼：“于队，赶紧抓人，我们怀疑是林区杨建军那伙人干的。”于凯冷冷瞥他一眼，直接对赵东来说：“这伙人是拍花子的，北王村救了4个孩子，死了2个拍花子，孩子们指认凶手干净利落，直接射杀，还让孩子去村里喊人。”赵东来一听拍花子，直接爆粗。郭宝山回头瞅了眼王小五，这家伙跟拍花子团伙有瓜葛，怪不得咱公社老丢孩子。王主任，王小五是你亲戚吧？
全场目光瞬间投向王大海，他彻底慌了。王小五是拍花子的被凶手毙了，他刚才还在那儿疯狂甩锅杨建军，现在直接实锤打脸。于凯追问王大海：“王小五拐卖儿童，你知道吗？”王大海跺脚急辩：“于队别瞎说，我对天发誓没掺和。王小五这王八蛋坑死我了。”赵东来问于凯：“孩子们说凶手是谁没？”于凯摇头都说不知道，懂的都懂，孩子们想保他，等稳了再问吧。赵东来回头瞥了眼遗体，满脸嫌弃，这年头没那么多条条框框，破案随性的很。韩文广这伙要是普通人肯定追查到底，但拍花子的赵东来懒得深究，领取死人太正常。于凯撂话遗体带回去交法医。王大海你也查查。王大海心态崩了。赵东来瞥他一眼，王主任一上来就针对杨建军，这是背后肯定还有瓜。杨柏蹲在外屋地往灶台里塞了把苞米杆子，末日根坐旁边拿小刀削木雕。屋里哗啦啦，谁想凤凰正洗澡呢？杨青在逗小白虎，杨建军捧着书啃芝士。杨柏凑过去瞅末日根刻的东西，莫叔你这雕的啥？看着挺壮实。末日根声音低沉仇人。杨柏眼睛一亮，谁啊？叫人熊，有啥仇说来听听。末日根皱眉，不是人是人熊。杨柏猛了我去，那是鬼，别笑我。末日根语气更沉，比鬼还邪乎。山里的霸王专吃人心，我师傅就折他手里了。我一直想报仇，那货躲起来了。门突然推开，杨柏回头直接愣住。末日根也呆了一下。凤凰洗完澡出来，穿着二哥家借来的旧棉衣，热气从身上冒，脸上脏兮兮没了，皮肤白得发光，乌溜溜的眼珠跟黑珍珠似的，11岁的娃美的有点不讲理。杨柏心里直呼好家伙，前世啥美女没见过，今儿算开眼了，这比神仙姐姐还顶，捡到宝了。末日根嘀咕一句，狐媚之体妲己转世。杨柏摆手，啥妲己？这是咱家的凤凰。他凑过去，凤凰身上一股香皂混奶香，抿着嘴，眼神羞涩，淡脸绷着。洗完了，衣服小了点，回头给你整新的。凤凰点头，好老大。末日根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俩孩子啥辈分？晚上杨柏说一个屋睡，凤凰应得干脆，完事儿就开始收拾屋倒水擦地。杨柏拦他，别忙了，早点睡。喊杨青出来。妹子瞅见凤凰直接惊了，姐姐你好漂亮，像连环画里的貂蝉。杨建军也出来扫了眼，没多说什么，毕竟是孩子，赶紧休息，回头送你去上学。凤凰倔得很，我识字不上学，在家陪杨青保护他。杨建军瞪眼，凤凰低头不说话，摆明态度死扛。杨柏打圆场，回头再说。凤凰你带杨青进屋睡，我跟爸有事聊。凤凰牵着杨青进屋，末日根蹲那儿发愣。杨柏瞅着老爸，爸，我老师说你能参加高考，不会的题可以问他，他还能从县高中弄训练题。杨建军眼睛一亮，真的？他正愁没题刷呢。当然真的，老师亲口说的。杨建军脸上笑开了花，这波稳了。杨柏瞅着老爸，以后不会的题我帮你带过去，问完答案给你弄来，老师还能整资料。杨建军眼圈又红了，欧阳老师好人啊，咱家境遇贵人了。杨柏补刀爸哪儿有泪不轻弹。杨建军一愣，这儿子啥时候这么有文化？杨柏淡定，学校学的。杨建军没多想，写了几道数学题。杨柏扫一眼，等腰三角形正两底角相等。可惜他现在是7岁娃，不能亲自教的苟着点。收好题回屋，妹子杨青已呼呼大睡，凤凰躺他被窝里，见他进来嗖的钻回自己窝。杨柏眼尖瞥见小腰一闪，干嘛？凤凰闷声给你捂好被窝了。杨柏懵了，这古代大老爷待遇落他头上了。凤凰探出脑袋，脸微红，但眼神清冷，你不喜欢？杨柏揉眉心，大姐一家人不用这样。凤凰一脸认真，我的命是你的，我愿意为你死。杨柏心累拽登绳睡觉，被窝暖烘烘还带香味，不是香皂是凤凰体香，这小妞天生香体，真香。杨柏摸了摸衬裤，确认自己还是孩子，没反应睡吧。第二天公鸡打鸣，凤凰已在外屋烧水做疙瘩汤。杨建军惊了，你还会做饭？凤凰清冷脸，叔我什么都会。凤凰做的疙瘩汤香到没朋友。杨青吃的满嘴流油，直呼比红烧狍子肉还顶。杨建军吸溜着也亮了眼睛。末日根直接一口闷。杨柏惊了，莫叔你不烫吗？末日根淡定，习惯了。杨柏内心嘀咕，这也行，这波操作迟早得食道癌啊。后来末日根果然栽在这上面，老铁们记住了烫食要不得。外面马明、杨玉、杨芳来找杨柏一起上学。到了学校，曹鱼站门口迎学生，杨柏喊师爷好。这时赵东来骑自行车呼哧带喘路过，杨柏眼尖，赵所。赵东来差点没认出小杨柏。杨柏翻白眼，谁小了？等我长大让你们自卑。杨柏下马凑过去探消息。赵东来反问，你爸昨天下午在哪？杨柏回头瞅曹鱼，我爸来学校见校长，然后就回了。曹鱼过来，赵东来透露王小五死了，拐卖儿童团伙的被人毙了。曹鱼拍大腿，人贩子该死。赵东来叹气，国法在上，得查。杨柏一听瞬间懂了，那些孩子没供出自己。王大海这老六开始针对林场，想坑我爸，正琢磨杨化、秦虎联袂而来，后面跟着高永强和刘云，张嘴就喊百哥。高永强瞥见曹鱼，赶紧改口。狼王带队夜袭林场，上百双绿眼睛盯着林场，一个7岁娃却从枕头下摸出了枪。放学铃铛响，杨柏打着哈欠往外走，饭盒在包里哐当响。百哥拜拜，学生们跟他打招呼。杨柏点点头，站在3年级门口等2个姐姐放学。杨玉、杨芳飞奔出来，弟弟等多久了？突然远处山林传来一声狼嚎。嗷！杨柏瞬间不困了，死死盯着林子。那声狼嚎拖得特别长，像是某种信号。看啥呢？狼嚎没听过啊？杨玉笑他，回头让我爸带你打狼去。杨柏脸色不对，这狼嚎不对劲，他太知道了大兴安岭的狼，狠起来连村子都敢屠。狼王带队的时候，几百号人都得遭殃。想啥呢？赶紧回家！
晚了三叔又得削你。杨柏收回视线，翻身上马，但他回头又看了一眼林子，不对劲，绝对不对劲。驾！3匹马窜出去，孩子们玩起赛马。就在他们往家冲的时候，山林深处上百头灰狼正静静蹲着，每一头目光冰冷，肩高70-80厘米，体重30-40公斤，中间那头肩高1米2，体重60公斤，眉心一抹血火。狼王，他抬头看天，太阳边上一圈毛茸茸的光晕，老一辈管这叫毛月亮，见着了晚上别出门，鬼怪要出来了。村里人早不信这个，破四旧那会儿就没人念叨了，但杨柏他爷爷杨荣道信。老爷子站在门口看了会儿太阳，转头跟关刀说晚上让孩子都回屋，别出门，看好邻居。那边杨柏他们已经到家了。爷爷，杨柏端起茶缸子灌了一大口，慢点喝浓茶。爷爷，我听见狼嚎了，我爸说过那种长调的是狼王。杨荣道一愣。狼王，杨柏放下茶缸，表情认真。爷爷那声狼嚎不对劲。老爷子看了眼天色，没说话。太阳的光已经开始泛白了，晚上怕是不太平。杨荣道听到狼王俩字，只是点点头，转头让关刀去巡山，顺便通知老大老二盯紧了。杨柏没多待，溜达回家。一进院子，末日跟正削木杆做弓箭，凤凰手里握着一把小弓，眼神冷洋洋的。干啥呢这是？凤凰淡淡回了一句做饭了，稀粥窝头白菜粉条。我问的不是饭。杨柏指着弓。末日跟笑了，这丫头有鹰眼，我教她射箭。鹰眼？杨柏惊了，那可是3.0的视力，天生射手的料。这年代飞行员也就2.0视力，鹰眼至少3.0。放现在绝对是奥运冠军的苗子。凤凰抬手就是一箭，砰！木板刺靶心正中红心。杨柏竖起大拇指绝了。凤凰嘴角微微上扬，但还是那副高冷样。莫说我白天在公社山上听见狼王叫了，晚上弄点驱狼药粉备着。狼王？末日跟皱眉，那玩意儿一般不下山，以防万一吗？杨柏刚想进屋，凤凰已经端来温水洗手洗脸。真不用，我愿意。杨柏被盯得发毛，给这波服务我给满分。晚上暖被窝，早上打洗脸水，这待遇也是没谁了。屋里杨青正啃地瓜干，看见哥哥进来，把嘴里吐出来的往杨柏嘴边怼，哥哥吃。杨柏看着那双黑乎乎的小手，内心崩溃。你吃你吃，哥哥必须吃。最后还是咬了一口，赶紧转移话题，爸题给你带回来了。杨建军接过卷子，如获至宝，埋头就做。这个爹也是奇葩，一把年纪了还在自学高中课程。凤凰摆上炕桌开饭，窝头香粉条入味。杨柏一口气干俩，吃的肚子溜圆。外面天已经黑透，北风呼呼刮着。马厩那边有人值守邻居，安静下来。杨柏眯了一觉，醒来发现杨青骑在自己肚子上。驾。杨建军突然抬头，你作业呢？1年级有啥作业？杨柏理直气壮，正要回屋睡觉。嗷呜，狼嚎又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林区那边杨建明冲起手冒号，烧火守住，一部分人留守，其他人跟我走。老大杨建业喊，老二狼都跑了，我去封入口。爸说有狼王，小心点。杨建明瞳孔一缩，又出狼王了。以前那个白毛狼王不是被达斡尔的猎人干掉了？正说着，又有狼影闪过，砰！一枪打空，但他忘了一件事。那个方向还有人住，杨建军的木屋就在那儿。此刻院外已撒上驱狼药粉，末日跟戴上皮帽，举着火把，5-3式步枪横在胸前，死盯着黑暗。杨建军端着汉阳造出来，狼怎么能下山？咱们有枪啊！末日根也觉得不对，就算狼王带队，顶多袭村，怎么会冲着有枪的汉人来？有动静！黑暗中，一双双绿色眼睛亮起来。杨建军头皮发麻，卧槽，不是吧？砰！末日根一枪打中院外干柴，没有早教好吗？烽火光冲天，照得跟白天似的。山林里一头头山狼龇牙盯着这边，他们用一部分狼吸引邻居火力，主力全在这儿。真正的目标是杨建军的木屋，三爷保护孩子。末日根扔出火把阻挡狼群，枪栓拉得飞起。打狼必须先下手为强，等他们冲锋就晚了。一旦让狼靠近，就算有枪也没机会开。杨建军也开枪了，一枪撂倒一头。他虽然枪法一般，但狼太多了，闭着眼都能打中。但就在这时，木屋后面传来狼嚎。末日根脸色刷白，狼王还带了一群在后山。月光下，狼王昂头怒吼，毛月亮更长了，月光好像都被他吸走。吃人狼王怎么在这？末日根吼，三爷后院点火。杨建军冲向后院，刚扔出火把，黑暗中一头独耳狼猛扑出来，狼牙泛着蓝光，血盆大口直冲面部。杨建军呆住了，躲不开必死。砰！血花飞溅，独耳狼眼睛直接爆开，尸体撞倒杨建军，他一口气没上来，当场晕死。一个小小的身影站在后院，杨柏举着快慢机已切换全自动模式，他是真怒了，这些狼差点要了他爸的命。警告标志，警告，前方高能！7岁娃手持快慢机单杀40多头野狼，狼王直接被干懵，这他妈是个孩子。杨柏狠起来是真狠，落地瞬间快慢机直接突突。黑暗中隐藏的山狼当场被死成筛子，哀嚎一片，狼尸滚落一地。嗷呜！狼王直接懵了，后院藏着枪手就算了，居然是个小屁孩。杨柏把快慢机当冲锋枪使，一顿突突直接带走7-8头。山狼开始蛇皮走位交叉跳跃夺子弹，有的从侧后方包抄，这操作简直职业战队附体。但杨柏经验拉满，一眼看穿狼群战术，拽着老爸躲进水缸后继续冲锋。不仅如此，杨柏还扔出药包，子弹打上去，药粉爆开。这波不是驱狼粉，是蒙汗药，自己配的，加上从拍花子那缴获的战利品，药粉扩散，冲进来的狼直接腿软躺平。杨柏趁机换弹，节奏稳稳拿捏。嗷呜！狼王继续指挥，月光下那头巨狼格外显眼。杨柏盯着那抹红色，感觉不对劲，像是人猛上去，来不及细想，狼群再次冲。杨柏枪法在线，快慢机全自动输出不输冲锋枪，转眼30多发子弹打出去，后院地上死的死，晕的晕，足足40多头狼。这战绩我直接好家伙！杨柏浑身湿透，毕竟是个孩子，连续开枪后坐力压的肩膀生疼，正喘口气，余光瞥见2头狼悄悄摸过来，眼神渗人。糟糕！杨柏甩手要打左，右边的却先扑上来，眼看狼爪要抓到头，砰！一发子弹击中狼背。杨柏翻滚回头，看见凤凰举着马牌撸住，双臂颤抖，脸色惨白。凤凰，带我爸进屋！我不，我要保护老大，你不能死！凤凰喊得撕心裂肺，这是命令。杨柏吼完，看着狼王再次嚎叫，剩下的狼在院子四周游走。狼王要冲下来，
凤凰把杨建军拖进木屋，杨柏趴在地上，9枪瞄准狼王。哼，奔跑中的狼王突然扭头，卧槽！杨柏惊了，这狼王成精了！再开枪，狼王又躲。杨柏怒了，切拳自动持续输出，狼王却蛇皮走位，基本躲开所有子弹，直接跳进后院扑过来。杨柏一个跟头滚进后门，靠在门上对凤凰喊：“马牌撸子给我，你上子弹！”凤凰扔过枪，笨手笨脚装弹，轰呼呼，大门被撞得插销快断。前院末日根还在杀狼，以为后院是杨建军在打，谁能想到杨三爷早晕了，现在全靠杨柏 carry 全场。老大，凤凰用力顶着门，坚持住，我在门口撒药了。杨柏翻跟头时把剩下的蒙汗药全扔门口，狼王连续撞肯定粘上，你就算是大象也得给我倒。撕拉木门裂开一道缝，狼王转伸进来，杨柏回头从裂缝中对上狼王冰冷的瞳孔，举起马白撸子对准裂缝，去你大爷！子弹穿透木板，狼王瞬间消失。老大，凤凰看见那爪子差点挠到杨柏，吓得尖叫。他在外面已经中招了，坚持不了多久。杨柏耳朵动了动，抄起椅子顶住门，重新换弹，子弹不多了。前院末日根杀疯了，他喊了一嗓子：“三爷没事吧？”杨柏一边盯着门一边回：“我爸正跟狼王单挑呢，你守好前院。”狼王，妈呀，三爷牛逼！末日根眼珠子瞪圆，凌空抓住一头扑来的狼，一刀捅进肚子，紧接着又一刀把另一头劈成2半，过瘾，真他娘过瘾！杨柏这边抓起炉钩子塞进灶堂烧的通。哼！狼王再次撞后，爪子撕裂门，朝凤凰抓去，躲开！杨柏一炉钩子抽在狼爪上，我让你伸！狼王发出凄厉惨叫，脑袋撞碎门板，蹲在门口嚎叫。身后那些晕过去的山狼慢慢爬起来，死死盯着两人。凤凰抓住杨柏衣袖，死也要死一起，守在这我解决狼王。不行，放心，他中药了。杨柏看见狼王眼神已经开始迷离，举起快慢击突，我让你跟我斗！狼王后退，手下冲上来挡子弹。杨柏干掉几头，突然蹲下抓起汉阳造，打开瞄准镜，眼神如刀，直接进入状态。这波操作属实帅炸！狼王感受到致命危险，疯狂逃跑。哼，杨柏被后坐力震得一屁股坐地上，揉着肩膀龇牙咧嘴。凤凰补了一剑，山狼后退。远处狼王跑了几步，倒在血泊中，子弹穿透耳朵，打进脑袋，一枪锁喉。狼王死了，狼群瞬间作鸟兽散。这时远处传来怒吼声，冲过去，马德老三在这！杨建明领着一群人呼哧带喘跑来。他讨厌杨建军回来争家产，但毕竟亲兄弟不能看着孩子喂狼。一群人冲进院子，全员傻眼，满地狼尸，血流成河，这场面太震撼了。末日根半跪在地上，跟一头狼抱在一起，用嘴死死咬住狼的喉咙。这波到底谁是狼？末日根！杨建明大喊。末日根吐出嘴里的血肉，眼神暴走，抄起刀就要砍。我是杨建明。末日根愣住，缓缓放下刀。二爷，怪不得狼跑了，我们赢了。说完露出得意的笑，这都是你杀的。老三呢？三爷在后院，怎么没动静？末日根回头慌了。杨建明一把薅住末日根衣领，你让老三一个人守后院，咋想的？说完带人冲进去。外屋地，杨柏蹲在昏迷的杨建军身边，凤凰浑身是血，冷酷站着。三爷，末日根看见杨建军倒地，心里一紧。杨柏抬头，眼珠一转，哇的哭出声。二叔，你咋才来？我爸跟狼王单挑脱力了，快看看！爸爸，你别有事！凤凰直接懵了，明明是老大杀的，为啥甩锅给叔叔？这波操作我看不懂了。杨建明赶紧探鼻息，还有气。末日根检查好像没啥事，这时起手指向后院。二爷，狼好多狼！众人望去，后院尸山血海，比末日根杀的还多。末日根惊了，这都是三爷杀的！三爷牛逼啊！上次喝酒输给杨建军，他还有点不服，这回彻底跪了。不对啊！末日根看着满地弹壳，不是汉阳造的。杨柏边哭边解释：爸爸一个人杀的。拿驳壳枪马牌撸子老猛了，暗中观察众人眼色，原来如此，三爷太强了。二爷这还有活的，起手发现晕倒的狼，我爸爸用药粉迷晕的，王爷爷教的。杨柏继续圆，这孩子太会了。有人在山坡发现巨狼，末日根和杨建明跑过去，末日根直接跳起来，狼王死了，三爷射杀的，子弹贯穿耳朵，好枪法。杨建明点头，这枪法自己都办不到。三爷，末日根仰天长啸，彻底心服口服。杨建业也来了，听说三弟杀狼王，满脸不可置信，老三能文能武了。杨柏趁机说，大爷快把我爸抱炕上，别躺地上，这么多狼我好怕。这孩子演技在线啊！杨建业拍脑袋，赶紧抬人，收拾院子，狼尸清理了。狼王抬到老爷子那，让老爷子看看咱家老三的战绩。末日根主动留下保护。杨柏返回西屋，看妹妹杨青还在沉睡，外面枪声不断，都没醒，终于露出笑容。凤凰跟进来，轻声问：老大，明明是你杀的，为啥说是叔叔？就是我爸杀的。我说是我杀的，有人信吗？杨柏努嘴，压低声音，记住了，我们是孩子，孩子该干孩子的事。凤凰似懂非懂，但老大说的都对，这波属实拿捏了。杨柏回到西屋，翻遍老爸衣服，啥也没找着，坐炕上开始头脑风暴。狼王被人训练过，驯狼需要引子，而且狼群直奔老爸来的，有人想弄死杨建军。正琢磨着，鞋底咯了一下，低头一看，地瓜干。杨柏猛地想起赵东来带回来的土特产，翻出包裹，手伸进真魔干底部一摸，掏出一张巴掌大的黑皮，蛤蟆皮，就是这个吸引狼王。杨柏直接烧了，目光彻底冷下来。操！松林林场有人想害死老爸，灶堂里蛤蟆皮烧出恶臭。杨柏脑子飞快转，彭越陷害只是开始，背后还有人居然用驯狼这种刑术。末日根进来看着杨柏一愣，他从这孩子眼里看到一股杀意，本能后退半步。下一秒，杨柏打个哈欠，莫叔辛苦，我跟老爸睡，担心他，其实是怕老爸醒了被问穿帮。这孩子心思太缜密了。躺炕上看着昏睡的杨建军，杨柏心说，老爸根本不知道现在全林区都在传三爷屠狼46头，一枪崩死狼王的战绩。这波是儿子给老爸立人设，
属实是亲生的。另一边，杨荣道被手检查狼王尸体，杨建明眉飞色舞，把老三杀了46头，狼肉过冬，狼皮做熬血赚。杨建业抽着烟都给老三啊，骑手兄弟们也需要，你打的给你，人家打的人家留着。杨建明嘀咕老爷子偏心，这波属实委屈了。等人散了，杨荣道脸上阴郁下来，老王你怎么看？王天翼拿着放大镜，有人驯狼，这是阴谋。王家，关刀脸黑了，金沟镇王家用狼群骚扰林场，杨荣道沉吟，这些狼冲着老三去的，针对老三。关刀也纳闷，老三回来就没出过门，谁会针对他？这背后怕是藏着更大的阴谋。凌晨5点，天还黑着，杨建军猛地从炕上弹起来，眼神惊恐，抬腿就要往门外冲。梦里他正被狼群围攻，杨柏一把按住老爸的大腿，杨建军浑身一激灵，借着微光看清是自家儿子。旁边末日根还在呼呼大睡，杨建军摸摸儿子的脸，确认没事，整个人懵了。我不是遇见狼了吗？难道做梦了？他捂着脑袋想不通，穿上鞋去西屋。凤凰和杨青睡得正香，一回头看见后门用破木板钉得死死的，直接愣在原地。杨柏睁开眼出溜下地，抱住老爸大腿，爸你醒了，你也太牛了，你把狼王干掉了。杨柏看着老爸一脸蒙圈的样子，暗中抽出一根银针，轻轻扎在老爸后腰。杨建军一个机灵，眼神突然空洞起来，我杀死了狼王，用汉阳造打的。他开始自己念叨起来。杨柏用针灸加催眠，给老爸植入了我是狼王终结者的自我认定。6点多天刚亮，关刀骑马到门口，老三，老爷子喊你。杨建军叼着窝窝头出来，刀哥吃了没？关刀竖起大拇指，兄弟你是真低牛，不愧是杨家男儿。杨建军摸摸头，我当时就怕他伤孩子，也不知道咋做到的。关刀点头，听说人在生死关头能爆发小宇宙，那你等我送杨柏上学。杨柏背书包出来，关大爷好，不用送，我自己去。那个狼牙能给我弄几颗吗？你要这干啥？送同学装 X 啊？关刀笑了，你爸杀的狼都归你，老二还想要狼皮呢。没问题。杨建军很爽快，完全不知道自己昨晚杀了多少狼。杨柏偷跑让老爸接受老爷子审问去吧，反正被催眠了应该稳。路上遇到杨玉、杨芳两姐姐，激动的喊杨柏，听说三叔开挂了，把狼王干死了。杨雪也站在那边等着。杨柏挑眉淡定道，一般一般，我爸的能耐平平无奇，三叔可比你厉害，好多骑手都想找他取经。杨柏骑着小红看杨雪还站在那，姐。杨雪一愣，点点头，你能不能跟三叔说我想要狼王的牙齿？安排。杨雪没反应过来，你刚才说啥？他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杨柏直接说 OK。杨柏打着哈欠，只要爷爷把狼王给咱家，一颗狼牙而已，小 case。到学校门口，一群人在议论昨晚林场枪声加狼嚎，大家一夜没睡。下半夜传出消息，狼群进林区，狼王被拘，射手是杨家三爷。公社的人都在议论杨三爷到底是什么神仙。曹瑜站在门口冲杨柏招手，这时一个人骑车到门口，杨柏你过来一趟。公社主任王大海皮笑肉不笑的看着他。杨柏前世就知道王大海这货不是好东西。公社主任当着满肚子坏水，以前在革委会专门批斗人，现在又想动林区。看到王大海招手，杨柏挤出灿烂笑容，叫我你谁啊？王大海哈哈笑，我是公社主任王大海，跟你爷爷是老铁。王主任啊。王大海把他拽到一边，想打听昨晚狼群的事。他压根不信杨建军能杀狼王，想从孩子嘴里套话，缺心眼啊，孩子的话能信，何况是杨柏这机灵鬼。王大海点上烟问昨晚有狼进林区没？杨柏眨眨眼，你猜？王大海一愣，别闹，快说，你猜？杨柏第3次重复，笑容人畜无害。王大海火了，信不信我抽你？抬手吓我。就这瞬间，杨柏一个后跳，直接飞出去摔地上，捂脸开嚎。曹瑜和老师正好抬头看见王大海抬手，孩子就飞了，瞬间炸毛冲过来。王大海你当街打孩子？王大海懵了，我没打他，自己碰瓷。杨柏捂脸哭，师爷他打我。欧阳德从教室冲出来，谁敢动我学生？上去就给王大海一巴掌。曹瑜也补刀，欺负我学生跟你拼了。王大海被老师们围殴，欲哭无泪。村民一听王大海打孩子，舆论炸锅。这主任平时就装连孩子都打，针对杨家连小孩都不放过，这种人也能当主任？王大海拼命解释，我真没打，是他自己碰瓷。放屁！老师们继续输出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传来威严的声音，都给我住手！众人身后，一名30多岁男子站出来了，公社支书刘百川，当过兵，在公社说一不二。曹瑜回头看见刘百川，当场开撕，支书你来的正好。王大海在我学校门口打学生，这是怎么说？欧阳德把杨柏拉到身边，下一秒欧阳德直接炸了，杨柏又脸肿得像发面馒头，王八蛋还要揍！刘百川脸也黑了，王主任你多大的人了打孩子？昨天赵东来刚去公社举报王大海，刑警队要查他，要不是金沟镇那边压下王小武的事，王大海还在局子里蹲着，刚放出来就打孩子，我冤枉我没打，没打孩子脸肿了，你找人家孩子干嘛？王大海指着杨柏，小兔崽子，你说实话，我动你了吗？杨柏立刻哭丧脸，躲欧阳德身后瑟瑟发抖，没打我，他没打我，你们别问了。群情激愤，当着刘百川的面骂孩子兔崽子，把孩子吓成这样。刘百川怒了，王大海从现在起你不是主任了，停止写检讨。王大海傻眼，刘百川你疯了吧？我说了没打，你喊我什么？刘百川眯眼，身上煞气迸射，那是上过战场才有的气场。王大海秒怂低头攥拳，不敢吭声。曹瑜补刀，这种人能当领导？咱们公社乌烟瘴气，就是他这种人害的。老师村民纷纷站队拥护，他没资格。支书他还吃拿卡药。刘百川指着王大海，看见没人民群众眼睛雪亮，等着撤职查办吧。王大海低头骑自行车跑了，心里盘算给金沟镇打电话，只要王家在，他还能翻身。杨柏躲在欧阳德后面装害怕，内心笑疯。王大海先让你当不了主任，回头再慢慢收拾你，还有你们王家。他已经想好，这一世必须利用一切力量把王家灭了。
欧阳德拉他进学校要上药，杨柏摇头，连种是自己用银针扎的穴位冰敷就好，那也得歇着。我得上课，回家让老爸看见连种心疼是一回事，再说上学正好能分析事情。欧阳德揉揉他头发，领进教室。王大海骑车朝金沟镇狂奔，前方突然冒出一人，马德让开。话音刚落，泥土里蹦出一只自行车，瞬间翻倒。王大海一个狗啃屎在地上摔得惨不忍睹。王大海正揉屁股骂娘，两把刀直接顶腰上动，抬头一看，对方戴皮帽披狼皮，眼睛是蓝色的跟狼一样。卧槽，通缉犯，镇山北团伙的军师狼眼。狼眼俯视他，昨天领去的是说说。王大海秒怂全招了。杨建军杀了狼王他儿子杨柏在小学。狼眼点头，押着王大海去金沟镇谈生意。放学后，杨柏直奔黑市找哈拉老爷子。情报到手，一撮毛背后是镇山北军师狼眼会驯狼。杨柏眼神一凝，原来是他要动我爸。老爷子递上资料，杨柏扫了一眼，有人员信息，有出没地点，够用了。知道狼眼会驯狼就够了。接下来的局他得好好盘算一下，毕竟这年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而杨柏从来不做吃亏的买卖。杨柏揣着满脑子镇山北的藏匿点，淡定一批，这资料搁后世都烂大街了，网大拍电影都懒得去实地取景，直接翻卷宗当素材。有部片子还给镇山北洗白，说什么被领导欺压才上山当土匪。杨柏对这个电影嗤之以鼻，老爷子整点子弹，他要的是马牌撸子和快慢机的活。哈拉一听，两手一摊，我这没了。隔壁老黑有报我名号能砍价。杨柏扭头一瞅，隔壁木屋蹲着个40来岁的汉子，嘴里嚼着烟丝，跟嚼槟榔似的，脚边趴着条黑背狼犬。成，明儿来取。哈拉拽住他，别墨迹，直接买完走人。这地界是黑市，蹲着的没几个底子干净，能在山区开摊是因为挨着部落，搁县城早进去了。杨柏溜达到老黑跟前，要子弹，哈拉让来的。老黑斜眼瞅了瞅哈拉，见对方点头，这才开口说7.63和7.65的各200发。老黑一愣，这小子开口就20块钱的货，400发子弹搁这儿批发呢，现在就要，现在有现在带走。老黑起身拍了拍黑背，看着点。黑背盯着杨柏一副生人勿近的架势，结果杨柏冲狗子一呲牙，黑背突然往后一缩，喉咙里滚出一声怂唧唧的哼唧。杨柏乐了，小样老子身上沾着老虎毛，昨儿还宰了头狼，这血腥味够你喝一壶的。黑背退到墙角没夹尾巴，但也没敢上前，这已经算硬核了，换别的狗早尿了。杨柏伸手过来，黑背磨磨蹭蹭凑过去，杨柏一把撸上狗头乖。黑市众人瞳孔地震，老黑那狗除了他谁碰咬谁，这小子什么来路？哈拉默默点头，山神的徒弟果然有点东西。10几分钟后，老黑扛着袋子回来，看见杨柏正撸狗撸得飞起，直接裂开。黑背见主人回来，哼哼唧唧告状。老黑低头看看狗，又看看杨柏，把袋子往地上交钱走人。杨柏痛快地拍了20块，瞅着黑背的肚子，这狗要下载了吧？卖我不？老黑脸一黑，不。黑背爪子拍他腿上，卖吧卖吧，别惹这人。老黑当场懵逼。杨柏嘿嘿一笑，你家狗都同意了，下载了记得给我留一只。老黑黑着脸下了再说。杨柏扛起6斤子弹，冲黑背挥挥手走了啊。等杨柏走远，老黑窜到哈拉跟前，那孩子到底谁？哈拉翻了个白眼，别人还以为是你家亲戚呢，他第一次来我以为鄂伦春族，今天再看身上一股煞气，哈拉他到底什么人？哈拉冷笑，我要是你就不问，因为你没资格。老黑脸瞬间扭曲。杨柏先找了个隐秘点位把子弹藏好，这才溜溜达达回家。还没进院呢，就瞅见墙头趴一排骑手，脖子伸得跟长颈鹿似的，干嘛呢？骑手们低头找半天没人，差点吓尿。卧槽，谁说话？杨柏无语。哇！众人这才发现脚底下站着个小豆丁，原来是三爷家少爷吓死宝宝了。看啥呢？这么起劲儿？末日根杀狼呢？杨柏推门进去，院子里狼王已经被吊起来。末日根手起刀落，剔骨刀走位风骚，一张狼皮完整包下来。凤凰接过狼皮，沿烟锤钉，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准备风干了做棉袄。屋檐下，杨青骑着小脑斧，又怕又想看小脸皱成包子。小白虎对着狼是一个劲哈气。哥哥，杨青扑过来，差点被老虎绊倒。爸说这大狼归咱家了，晚上干饭，还有狼皮做棉袄，狼头给末日根叔叔做帽子。杨柏抱起妹妹，感觉小丫头又圆润了。末日根回头笑，老爷子把狼王给咱家了，其他狼三爷都分了。墙头骑手们憨笑感谢三爷。杨柏摆手，都是自家人，客气啥？这波人情世故拉满，杨建军在临场彻底站稳了 C 位。我爸呢？在老爷子那儿开会。莫叔给我留几颗狼牙，我大姐要安排。末日根卸下狼头，这玩意儿要做成帽子内衬，戴上就是顶级猎手的荣耀。他心里美滋滋，跟着三爷混牌面有了。杨柏踹了一脚小白虎，小东西委屈巴巴跟着，全家就这货老揍他。凤凰一会儿去帮我取子弹，晚上继续练枪，顺便教你整药材。凤凰冷着脸点头，眼底却是对杨柏的依赖。别看老大年纪小，办事贼稳。杨柏趴炕上搓手，冷死了。晚上狼肉炖土豆吧，单吃不得劲儿。他前世吃过狼肉，味道一般，但这年头有肉就是野。山上村寨办席都从猎人手里买野味。正摊着，杨建军回来往炕上扔了个包裹。爸，你不好好学习，老出去玩。杨建军被逗笑了，分狼肉老辈们送的礼。晚上这顿狼肉宴直接封神。凤凰的厨艺吊打杨建军10条街，干炸狼肉外酥里嫩，狼排炖土豆青椒香到舔盘子。末日根喝着鹿茸酒美滋滋，留这儿比回村香多了。杨建军刚想整2口，被杨柏一把拦住。爸，喝酒误事还得刷题呢。杨柏心里门清，临场那帮老头送鹿茸酒、熊掌、鹿蹄草，哪是关心学习，分明想给老爸找女人。老妈跑了，但老爸得考大学当官，自己将来就是官2代，这靠山不能倒。这些药材我自己收
收着。杨柏把熊掌鹿茸全搂走。凤凰背着子弹回来，杨柏开始教学，不光要练剑，还得会玩枪。来，我教你拆装，还要学药。凤凰皱眉，药不分好坏人才分，我教你练体的方子：鹿蹄草配草葱蓉加灵芝粉洗身体，能打磨筋骨，就是会发热流鼻血。凤凰听得一愣一愣的。夜深人静，东屋灯还亮着，老爸在刷题。杨柏盯着房顶，得赶紧把镇山北的军师揪出来，查清到底谁想害我爸，这仇这辈子必须报。第二天中午，学校食堂，杨柏埋头干饭，饭盒里的狼肉香的一批。杨化和秦虎坐在旁边蹭肉吃，对柏哥忠心耿耿。柏哥他们来了。秦虎一抬头，瞅见高柱子和高永强进了食堂，喊过来。杨柏头都不抬，继续扒饭，练身体耗能，大中午这顿必须干饱。秦虎怂了，杨化直接起身，狐假虎威走过去，柏哥找你们。高永强一愣，没好气，滚一边去，他可是公社纨绔。高柱子也想开溜，杨化回头喊柏哥他们要跑。杨柏抬眼一瞥，高柱子瞬间萎了，打不过骂不过人家爹，还是打狼英雄，公社干部都念着好。两人老老实实过去，柏哥坐下，有大事让你们办。啥事？高永强戒备。高柱子傻乎乎问，知道狼群袭林场不？当然知道。杨柏压低声音，那些狼背后藏着一个通缉犯。俩孩子眼睛亮了，通缉犯？镇山北知道不？他手下有个狼眼，专门操控狼群，听说他们可能要袭击公社。高永强吓了一跳，真的假的？刀郎，你是不是该回去提醒你爸？高柱子，你家亲戚联防队的也透个风。两人狂点头，记住了，这话不是我说的，是你们听别人说的。听谁？高永强懵了。杨柏一指刚进食堂的郭芳，郭芳知道内幕。高永强回头瞅了一眼，心领神会。杨柏一拍桌子，按计划行事，还掏出张纸晃了晃，故意让郭芳看见。郭芳和妹妹郭蕊正端着饭盒进来，看见杨柏就发怵。郭芳竖着耳朵想偷听，就听见计划俩字，心里直打鼓。杨柏端着饭盒经过他们桌，兜里不小心掉出一张纸，正好落在郭芳脚下。郭芳眼急脚快踩住，等杨柏走了，假装捡筷子把纸顺走。杨柏嘴角一勾，鱼儿上钩了，一张皱巴巴的小学生纸条，直接掀翻了整个镇子的天。王大海那货被停职了，想要我爸的联防队长。我操！这帮小屁孩居然掌握了这种惊天大瓜！郭芳瞳孔一震，突然听到门口有动静，杨柏冲回来，在地上找东西。郭芳把纸条往旁边一扔，假装在捡筷子。杨柏一眼就发现地上那张纸，捡起来擦了擦。下午放学我得告诉我爸。说完就跑，临走还扔了个催眠暗示。郭芳愣在原地，对我也得告诉我爸。他瞄了眼高永强那桌，发现这几个人也在嘀咕回家告诉爸爸，想合伙抢功做梦。下午我就回去，这课谁爱上谁上。第二节课郭芳掐着点，估计老爹快下班了，书包一拎直接开溜，从学校后墙翻出去，还回头确认有没有人发现。殊不知杨柏正站在教室窗户边神秘一笑，前世郭宝山是个官迷，儿子是个小官迷，为了抢功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放学铃响，杨柏直接一个闪现，不等姐姐还得去黑市，顺便蹲守郭宝山那边什么情况。高永强也冲了出去，为了老爹的功劳拼了。老师再见。杨化也跑了，得告诉林场骑手们。郭宝山家老郭刚巡逻回来，手还没洗完就被儿子一把抱住。爸，你可回来了。郭宝山脸一黑，咋地又挨揍了？郭芳压低声音，像特务接头似的让老爸蹲下。郭宝山一脚踹过去，少整这些没用的。郭芳揉着屁股坚持，爸，我真知道通缉犯的事。郭宝山一愣，坐炕上说清楚。他们都知道了，大队长支书想合伙抢功，王大海还惦记你联防队长的位子呢。郭宝山气笑了，王大海那个怂包还队长，真的我知道狼眼的窝点。郭宝山惊掉了下巴，镇山北那个军师你咋知道的？我听说的，爸，我为你提前跑出来，他们可都回家报信了。窝点在哪儿？郭芳凑过去嘀咕，废弃玻璃厂离镇子很近。儿子行啊！郭宝山拍着儿子肩膀。郭芳激动的眼圈红了，爸，我想跟你去抓，等你长大吧。你说高永强他们也回去告密了？那可不好啊！高海龙这是把我当傻子，这功劳我要定了，说完就走。大队办公室，高海龙正烤着土豆，鞋垫搁炉边，搪死脏泡着茶。突然隔壁喊联防队集合拿家伙。郭宝山闯进来，高队长，我有任务。啥任务？你心里清楚，跟王大海合起伙来阴我，想抢功门都没有。郭宝山说完就走。高海龙懵了，这虎玩意儿说啥呢？门外联防队配半自动步枪已集合，民兵也来了10几个。队长，有人问队长，天黑了去哪儿？废玻璃厂抓通缉犯。众人面面相觑。杨柏躲在暗处，把大队这一幕尽收眼底。他直接裂开。郭宝山今晚就要动手，这不是纯纯的莽夫行为吗？派个侦察兵先去踩点不行吗？人家人都不一定在，你带一帮人冲过去干啥？杨柏脑壳疼，要不是自己是个小屁孩，好多事干不了。他真想自己上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他虽然有点小聪明，但终究掌控不了全局。赌一把吧，狼眼应该出山了，说不定就在那。杨柏巧摸撤退，骑上小红超小道回林场。从林场到废玻璃厂有条近路，能省2小时。到家时，凤凰正等着，老爸杨建军还在做题，手里攥个窝头，边啃边算。爸，我晚上出去一趟。不行，大晚上出去干啥？老师从县高中弄来题，让我过去一趟。凤凰跟我去。杨柏随口边瞎话，坐炕上扒拉几口饭。杨建军感动坏了，太感谢欧阳老师了，这些题我研究1天。杨柏憋着笑，给老爸的题欧阳德也研究1天呢。吃完饭，杨柏回屋背上包，揣上快慢机和马牌撸子，还带了绳子。凤凰洗完碗过来，一脸问号，不是去老师家吗？去啥老师家？弓箭也带上。凤凰很听话，杨柏说啥就是啥。两人贼头贼脑摸到马厩，小红也贼头贼脑探出脑袋，跟杨柏一个德行。凤凰这2天跟末日跟学了骑马，能自己上马。他坐前面，杨柏跳上去靠着他。杨柏催马进山，2个孩子一匹马消失在夜色中。进山后，杨柏掏出驱狼粉四处撒，以防万一。翻过山梁，前方山沟尽头就是废玻璃厂。夜晚的山林不安静，猫头鹰叫远处兽吼。小红紧张，凤凰也紧紧抱住杨柏。杨柏摸了摸快慢机，很快到了废玻璃厂。
货场房烂的不行，里屋却有玻璃，隐约透出火光。杨柏惊了，狼眼真在这！屋里狼眼坐凳子上有土烧肉，桌上摆着啤酒、烧鸡酱、牛肉，俩手下喝得脸红脖子粗。王大海坐旁边，他没想到王家跟镇山北有联系，现在被逼着配合打劫金矿，想走都走不了。狼眼手里把玩着一把银色匕首，挽住刀花扎了块牛肉塞嘴里。王主任，听说你们公社还有没返城的知青？王大海一愣，有6个女知青，家里黑五类还没平反，明天你安排一下让他们进山。狼眼邪笑，王大海脸色铁青，你疯了吧？我现在不是主任，怎么让他们进山？王大海话音刚落，刀光一闪，匕首直接插在他手指缝里。王大海当场吓尿。狼眼冷笑，你不是主任还没点关系，镇山北凭什么跟你们王家合作？要不拉倒！王大海脸色铁青，家族交代的任务必须完成，他还等着抢了金矿，刘百川被撤职，自己上位当支书呢。王大海只能点头。窗外杨柏已经把这一切听得明明白白。凤凰双手攥紧弓箭，眼里全是冰碴子，就是这个人指使狼群袭击了林场。杨柏按住他，别动，里面是狼眼，镇山北的军师。凤凰一会儿配合我。凤凰无条件信任杨柏，清冷的脸上闪过一丝红晕。杨柏观察四周，发现屋外有暗桩，啤酒瓶连着鱼线碰到就响。就这，他不屑一笑，拉着凤凰后退。郭宝山怎么还不来？你不是急着立功吗？正念叨着，远处山路上终于出现人影。凤凰鹰眼锐利，老大有公安。杨柏满头黑线，怎么还惊动派出所了？来的正是赵东来，领着3名干警呼哧带传赶到。郭宝山带着民兵蹲下，一脸得意。他半路碰上赵东来，本来想瞒着，结果被赵所长几句话就套出了实话。赵东来冷静分析，建议先侦查。郭宝山才不管，必须亲自带人冲。看到废玻璃厂有火光，赵东来心里有数了。赵所今天这功劳可是我们的。郭宝山先划重点，先确定情况，功劳不重要，人必须抓住。多少乡亲死在镇山北手里？郭宝山也认真起来。抢功归抢功，抓匪徒是正事。20多人慢慢靠近，赵东来眯眼看向窗内火光，好像是4个人。郭宝山乐了，就4个，我们20多人，这不轻松拿捏？别小看狼眼，会邪术，身边都是亡命徒。我先过去看看。赵东来拔出黑心手枪，郭宝山也端着步枪跟上。嗖，一支冷箭穿透黑夜，狼眼肩膀炸开血花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脚下突然一紧，整个人被套索拽飞，像条死狗一样在地上疯狂拖行。时间倒回10分钟前，杨柏和凤凰猫在暗处盯着赵东来和郭宝山往屋里摸。杨柏指了指后窗，看见那玻璃没？凤凰点头，能射中不？应该能中吧？杨柏点头，瞄准，等我信号就射。射完咱俩往西北密林撤，穿过黑熊洞进山。凤凰咬咬牙行。另一边，赵东来发现地上的鱼线，冲郭宝山打了个手势，两人没碰，直奔有火光的房间。刚到门口，赵东来就觉得屋里声音耳熟，还没细想，啪，一支箭破窗而入，定在地上，屋里瞬间炸了。风景抄家伙，几个悍匪抄起家伙就往窗外瞄。赵东来反应极快，举枪大喝不许动。一听屋里直接开火，步枪冲锋枪齐鸣。卧槽！赵东来赶紧闪人。郭宝山对着屋里吼：“狼眼滚出来！今天你别想跑！”双方对射，联防队和民兵也压上来。黑暗中火光四溅，狼眼懵了，军师有人卖咱们！所有人齐刷刷看向王大海。这窝点从没出过事，王大海一来就有人摸上来了。王大海当场跪了：“不是我一直跟着你们啊！”狼眼眼神阴的能滴出水：“你是跟着带你们王家呢？”王大海百口莫辩。狼眼把枪怼给他：“出去让他们停火。”王大海怂成狗：“我不行，那就帮我们杀出去。”王大海更怂了，连枪都不敢接。匪徒骂骂咧咧，把他压前面当人质从正门突。王大海彻底崩溃，对着外面嚎：“别开枪，是我！”郭宝山一愣：“王大海他怎么在里面？”赵东来冷着脸盯着2个匪徒压着王大海出来：“让开，不然弄死他！”王大海哭爹喊娘：“赵所救我！我不想死，你们快让开！”郭宝山看向赵东来：“这咋整？”就在这瞬间，嗖，又一支箭飞来，噗的扎进王大海大腿。王大海惨叫着跪地。赵东来和郭宝山抓住战机，直接开枪，砰砰砰，2名匪徒应声倒地。赵东来冲进屋里，狼眼早没影了。狼眼从密道钻出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2个手下吸引火力，自己金蝉脱壳，这波血赚，想抓我做梦呢。话音刚落，嗖，一支箭从黑暗中飞来，直接定在他肩膀上。狼眼一个踉跄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觉得眼前发黑，头晕目眩，箭上有毒。他赶紧蹲下掏解药，结果刚拿出药瓶，脚下突然一紧，套索直接套住脚踝，嗖的一下把他拽飞了。尘土飞扬中，狼眼被拖在地上狂奔，枝条噼里啪啦抽在脸上身上，后背衣服都快磨烂。等狼眼再醒来，已经被吊在树上了。杨柏蹲在地上翻他的背包，凤凰在旁边冷冷看着，摆劈匕首。杨柏眼睛一亮，匕首上龙纹清晰，曹丕当年铸的3把之一，龙鳞指老鼻子了。凤凰没听懂啥曹丕，但他听懂了值钱。杨柏继续翻，掏出一沓大团结扔给凤凰，点点1256块。凤凰秒算，你收着备用金，别告诉我吧。凤凰用力点头，杨柏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瓶瓶罐罐羊皮卷，还有一块玉牌。杨柏手一顿，这玉牌他见过，人贩子韩文广身上那块同款，圆形篆字，羊皮卷上写的是鄂伦春语。杨柏只能认个大概，驯狼之术。收拾完毕，杨柏捡起块冰疙瘩，直接塞狼眼脖子里。狼眼一个机灵醒了，但没睁眼，还在装。杨柏把箭头抵在他后脊梁上，声音压得又哑又低，还装。箭头往里怼了怼，狼眼瞬间睁眼：“你是谁？你没资格问。”杨柏继续往里怼，再用力就得弹。现在是我问你。狼眼咬牙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杨柏笑了：“我问你答，敢不说就死。”
狼眼浑身绷紧，身后这人绝对是个狠茬子，谁让你袭击林场的？杨柏一句话，狼眼懵了，他以为对方冲着镇山北来的，结果问的是林场。扑箭头又往里怼了怼，狼眼惨叫是有人找老大，让狼群搞杨建军。谁？松林林场的人具体我也不知道。杨柏冷笑，你是镇山北军师，他会瞒你？搁这儿跟我装？狼眼后背发凉，身后这人太了解他们了。杨柏当然了解，前世卷宗他倒背如流，镇山北24人藏身地犯的案子一清二楚，叫卫星。杨柏愣住了，厂长秘书杨建军铁哥们，还给他和杨青买过衣服，忠厚老实一人，怎么可能？确实是卫星，他为什么找你们？代表松林林场，卫星以前就找过你们。对，这次要杀杨建军原因我不清楚，镇山北收钱办事，狼眼直接让狼群上，所以蛤蟆皮是你们放的。你怎么知道？狼眼彻底慌了，这人到底是谁？不光卫星，还有王家吧？狼眼脸色狂变，王家想让我们对付杨家，我们一直没同意，毕竟杨家抗联出身，我们也敬重。这次借着松林林场的事先探路，王家让你们打劫金矿，狼眼全招了。身后这人能分辨真假，箭头已经定在骨头上，再往里他就废了。卫星的事你们有证据？狼眼长叹有。卫星的事说完，杨柏没控制住声音暴露了年龄。原来前世的松林林场最大的凶手是屈高山和卫星，副厂长彭越估计也是他们安排的。屈高山更狠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连狼眼都没证据。我都说了放了我吧。好，杨柏拔剑，狼眼刚松口，气血从后脖子渗出来。杨柏对凤凰说走。凤凰愣住，就这么放了？我扎的是大椎穴死穴，血止不住，这温度加失血10分钟必死。这话是说给狼眼听的。狼眼怒吼，你他妈不是说放了我吗？杨柏歪着头看着狼眼，眼神冷的掉渣。我说过放你，那又怎样？你不讲信用。狼眼怒吼，想击对方露出破绽，结果杨柏直接转到他面前。狼眼倒吸一口凉气，瓷娃娃一样的脸真就是个孩子。堂堂镇山北军师被俩孩子阴了。杨柏身上那股杀意根本不像是孩子该有的，前世冤死，这辈子底线就一条，动我可以，动我亲人谁也不行。狼眼派狼群杀他吧，那他就杀狼眼。杨柏嘴角一勾，孩子说话你也信？收拾东西走人。凤凰抬手一剑射断绳子，狼眼趴摔地上，两人配合默契，把所有痕迹抹得干干净净。凤凰看杨柏一眼，又看看另一边，民兵应该快到了。杨柏跳上马，不用管谁能怀疑俩孩子。小红撒丫子狂奔，赵东来一脚踹开密道口，钻出来就骂，这孙子属狐狸的拿手下当炮灰。郭宝山郁闷抓不到了，就跑他一个能跑多远？赵东来目光坚定，追到天亮也得逮住。手电筒一晃，突然定住了。郭宝山汗毛一竖，咋了？赵东来没动，嘴唇抖了抖，那边躺着一个人，两人摸过去，卧槽，狼眼！郭宝山直接懵了，他怎么死这儿了？谁干的？有人抢先一步把狼眼办了。他抬头看向黑暗深处，风吹过树林，阴森森响，一股凉气从两人脚底板直冲天灵盖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林场三爷家的大孝子半夜浑身血腥未回家，反手就把亲爹忽悠去了。杨建军和末日跟脸黑得像锅底，俩崽子这个点还没回来，心态直接炸穿地心。不等了，我去找。杨建军刚转身，末日跟耳朵一动，三爷回来了。杨柏和凤凰一路小跑回来，身上背着包手电都没打。杨柏几点了还浪？杨建军冲上去就要动手，凤凰嗖一下躲到杨柏身后。杨柏张嘴就开始忽悠，把欧阳老师留我吃饭，还给你整了一堆复习资料，可累死我了。他说高考难度不大，你好好学啊。杨建军低头一看，包里全是复习题，当场破防，一把抱住儿子，眼眶直接红了。对不起，是爸不好，让你大晚上去给我找题。杨柏被搂得龇牙咧嘴，他身上还有血腥味，生怕被发现，赶紧奶声奶气撒娇，爸爸我好困，能睡觉了吗？凤凰在旁边看呆了，老大这波操作属实是双面人天花板了，对外心狠手辣，回家人畜无害，学到了。杨建军抹着眼泪发誓，为了你们我一定考上大学，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杨柏暗中握拳，对，就这样，爸你负责当官，我负责当二代，咱爷俩直接起飞。进屋后，小白虎闻到血腥味想嗷呜，被杨柏一脚踹翻，敢哼哼揍你！白虎秒耸爪子，捂脸趴地装死。凤凰钻进被窝，东西藏好了。杨柏闭眼，枕头下多了把龙鳞匕首。第二天一早，林场炸锅了。末日根激动的冲回来，三爷出大事了。昨天公社那边，郭队长和赵所把镇山北手下狼眼给毙了，还抓了王大海。杨建军刷牙刷到一半，啥？王大海那货勾结镇山北。三爷你不知道，镇山北是山里最狠的偷猎通缉犯，悬赏上千块。当年我们青龙寨的人就是被他杀的。杨柏突然冒出来，爸，邻居叔叔送东西了，你是不是得回封信感谢人家？杨建军点头，对，我给卫星写，你帮我送。杨柏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，卫星你给我等着，你以为就你会请镇山北？本少爷也有钱。杨柏吹了声口哨，小红屁颠颠跑过来，关叔。关刀骑马路过，身后跟着骑自行车的赵东来。杨柏眼睛一亮，赵叔。赵东来下车冲杨柏笑笑，毕竟这孩子前几天就跌的事，他印象挺深。上学去。听说您破大案了，抓了通缉犯。杨柏抓住机会套话。赵东来苦笑，小孩都知道了。又瞥了眼关刀，你能不知道？关刀冷脸不知道。赵东来无奈摇头，转向杨柏，找你爷爷，你上学去吧。正好我也找爷爷。进了老爷子院子，关刀先进去通报。杨柏一头扎进屋里，扑向杨荣道，爷爷。杨荣道坐在虎皮椅上，见着大孙子脸上笑出褶子。上学去。好，我这干啥？爸让我找您说个事，您先忙正事。杨柏指了指跟进来的赵东来。赵东来开门见山，老爷子昨晚的事您知道吗？杨荣道眼神瞬间变了，刚知道。赵所啥意思？赵东来拉把椅子坐下，我来问总比刑警队来问好。老爷子好手段，佩服。关刀冷冷开口，你怀疑狼眼的死跟我们有关？关刀刚才还说不知道，现在知道狼眼死了。赵东来盯着他，狼眼不是好东西，但得接受审判，不是私刑。老爷子您的人违法了。杨荣道听完反而笑了，赵所有证据吗？杨柏低着头，耳朵却竖得比狼还直。赵东来要是知道
昨晚的事全是他眼前这个小豆丁一手策划的，估计得当场裂开。可惜他没证据。杨柏有点懵，爷爷明明没干，咋还硬刚？这不是坐实了吗？赵叔，我上学去了。杨柏乃因破冰。杨荣道收回目光去吧。赵东来也收回视线，确实没证据，就是不问我。杨柏跟着出去骑上小红，赵东来推着自行车。你爸干啥呢？复习高考。我爸肯定能考上，让他好好考，离开山区。未来的世界是城市的。赵东来笑着登车走了。杨柏盯着他背影，眼神犀利起来。他转头看向松林林场方向，卫星，你给我等着。松林林场办公室，卫星每天早上第一个来，打扫卫生、打水、整理报纸。厂长办公室更是擦得一尘不染。卫星看看表，快上班了。他走进厂长办公室，一屁股瘫沙发上，脸白的像纸。完了，狼眼被抓了，会不会供出我？我怎么办？建军，别怪我是领导让的，我也不想的。其实你不该娶那个女人，人家是知青，是城里人，就算他们家黑五类，也不是咱们能高攀的。他现在走了，可你呢？门口突然传来脚步声，屈高山拿着公文包站在门口，一眼看见沙发上失态的卫星。厂长卫星慌得站起来，浑身哆嗦。门口屈高山眯起眼，嘴角勾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。魏秘书昨晚没睡好。声音温柔，却让卫星后背发凉。他知道自己已经被架在火上烤了。而此刻，林场外一个小身影骑着马，正朝这边赶来。杨柏吹着口哨，小红撒开蹄子。卫星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本少爷来收账了。屈高山瞥了卫星一眼，淡定的一批，倒杯茶添他不下来。厂长狼眼被抓了。卫星一夜没睡，脸白的跟纸似的。人都死了，屈高山敲打他有点定力。有时间再去一趟，把消息告诉他们。卫星想哭，领导，咱能不能别跟这些人接触了？他们会害死咱们的。屈高山点上烟，冷冷道：是你接触，不是我。卫星对上那冷漠的眼神，咬牙点头。我接触跟领导无关。深山老林山洞里火光闪烁，卫星裹着军大衣，戴着口罩，站在洞口叹了口气，还是进去。石强、石伟两兄弟正撕山鸡吃，见他来了，石强见西西递过鸡屁股来一口。卫星皱眉摇头，石伟追问又有啥事？狼眼死了，两人手里的鸡啪叽掉地上。军师死了，王大海呢？被抓了。卫星把消息抖完，眼神一狠，镇山北答应我弄死杨建军，现在上头意思必须尽快，他儿女也得死。石强站起来，油腻的手搓了搓，凑近卫星，干一个活是一个价。卫星掏出布袋500块粮票，石伟抢过来，一道脸垮了。我们要这玩意儿干啥？真金白银懂不懂？卫星硬着头皮就这么躲，干不干随你。没领导罩着你们，物资从哪来？石强笑了笑的瘆人，你们有学问的人心真够黑的，自己的孩子也杀。卫星瞳孔地震，你说什么？石伟冷笑，让我们杀杨建军能不查查？能让你们下杀手的是叶家吧？杨建军老婆是叶家女人，跑了却让我们杀掉丈夫和孩子，那个女人居然要杀自己的亲骨肉。卫星浑身发冷，镇山北知道的太多了。石强凑到他耳边，油腻的腥味扑面而来。魏秘书，你说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叶家大小姐买凶杀夫杀子，这瓜够不够劲爆？石强的手直接伸过来，用卫星的军大衣擦了擦，眼神里全是轻蔑。人我们会搞定，但老大说了，咱只是合作，你和你那破领导没资格使唤我们。卫星抖成筛子，隔着口罩都能感觉到寒意。粮票收了，再加500，不然。石强又拍了拍他的脸。石伟吹了声口哨，山洞后传来猎犬的叫声，走回山了。两人消失在夜色中。卫星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口喘气，浑身发抖。他也不想，可对方是叶家。建军，你别怪我。他喃喃自语，声音里带着崩溃，都是叶家的意思，他们找了屈高山让他解决你。卫星痛苦的闭上眼，当初我就说过你们不合适，你和孩子没了别恨我。为了往上爬，他死心塌地投靠屈高山，联系镇山北。叶家暗示屈高山传话，他就照办，让镇山北干掉杨建军。现在连杨柏、杨青也不能留。教室里，杨柏闭着眼练吐呢，刘云时不时偷瞄他。这人上课天天闭眼，可老师一叫啥题都能答，绝了。放学铃响，杨柏睁眼拎包就跑。老师再见。杨柏翻身上马，往西北方向奔去。那边是李化村险族聚居地。杨柏没进村，绕到后山一片松树林，这里臭气熏天，是片乱葬岗，埋的都是逃难来的外乡人。小红打着响鼻不肯走，杨柏硬催着进去。阴风夹着恶臭，他捂住口鼻嘀咕，希望人还在，别死了。话音刚落，一座坟茔突然震动。轰的一声，底下冒出诡异的喊声：“西巴，全是骨头！大哥，我好饿，骨头能吃吗？”4个脑袋从坟里探出来，老大翻着白眼骂老四：“吃就知道吃，再挖一个！”另外2人饿得眼冒绿光，好饿。这4个人长得那叫一个绝，金大脑袋，大脖子粗，眼神发直一笑，还带酒窝。金二长发胡须，眼睛饿得冒绿光。金三歪着脑袋，嘴角一抽一抽的。金四斜眼，手就不停揉头发。4个人往坟地里一站，跟4只恶鬼似的。突然啪一声，地上多了个口，4人瞬间蹲下，不敢露头。老四，你伸头看看，我怕被盯上。你眼斜能横扫一片，快去！金四颤巍巍爬出来，戳了戳口袋，打开一看窝头，他抓起就啃。后面3人等半天没动静，抬头一看，好家伙，吃独食呢！3人饿狼似的扑过去抢成一团。杨柏就站在不远处看着这幕，嘴角勾起笑。延边 F4终于见面了。这4个人前世在黑市号称最物美价廉的杀手，从延边逃难出来，被人卖进黑矿山，差点死里头，最后杀了矿主跑路，当了职业杀手。他们脑袋都缺点咸蛋，认死理，答应的是死也要办到。杨柏前世追不过他们，那时他们接了单活杀冰城一个地产商，3兄弟死了，剩金大一个还要上。杨柏救下他，才知道雇主是个孩子，4瓶可乐买了仇人的命。那孩子家被强拆，父母被送进精神病院，爷爷奶奶告状被车撞死。孩子从孤儿院跑出来，遇见这4兄弟，用4瓶可乐换他们替天行道。后来金大壮死在监狱里，不是怕死，是觉得没完成任务没脸活着。前世杨柏被法律道德捆着手脚，最后照样被天宫组织害死。
这一世杨柏只信自己，他看着四人抢窝头，金大吃噎了，脖子都粗了。慢点，杨柏扔过去一个水壶，四人吓了一跳，回头看见是个孩子。金大会点汉语，接过水壶就灌，贱命一条，毒死拉倒，总比噎死强。喝完扔给老二，他冲杨柏点头，孩子谢谢你，有吃有喝就是也。孩子总比大人强，大人把他们当狗，孩子至少还递水。杨柏勾勾手指，想挣钱吗？金大愣了，眼睛又直了。你说啥？杨柏突然飙出一句险族话，想挣钱吗？四个人同时愣住，窝头渣喷了一脸。你会险族话？杨柏懒得废话，手一扬，一张大团结飘过去。金二眼珠子差点瞪出来，大哥钱！金大一脚踩住，假装系鞋带，可他穿的是布鞋，有个屁鞋带。杨柏又甩出一张、2张、3张，四兄弟全踩脚下，钱给你们了，从今天起你们是我员工。四兄弟互相瞅瞅挠头，小孩骗人可不行，这钱是我们捡的，想越捡吗？金大往前走3步，杨柏直接偷个快慢击，砰，子弹擦着他脚尖钻进土里，西吧！金大瞬间后退，三兄弟本能把金二推出去挡枪，金二双手乱摆，又是我，来吧，死就死了。金大缩他身后嘀咕，人家有快慢击完犊子了。四人闭眼等死。杨柏收枪，当我员工，月薪10块。金二探出脑袋，每个月都给大团结，我发誓向天神发誓。杨柏3根手指举过头顶，四兄弟对视一眼，齐刷刷站成一排，冲杨伯就拜。老板好。杨柏笑了，这延边 F4前世就让他佩服，认死理接了活死也要干完。记住，没我允许，谁也不许暴露我身份，敢说出去毙了你们。金大拍胸脯，老板放心，你给钱你就是主人，我们啥都能干。不是老板，你们的命属于自己。金大不懂，但大受震撼，反正老板等于主人，以后能吃饱饭，不用当狗了，还吃窝头不？四人憨笑摇头，有钱了想吃面条、酸菜、鸡肉。金大瞪他们嘴角，却流下不争气的口水。杨柏背着手，小大人似的，走吧，先给你们找个家。山窝里2间破木屋，以前猎人留下的，生锈的铁锅，洒落的干辣椒。四兄弟站在门口，眼里却放着光。金大回头认真问，老板，这真是我们的家？杨柏点头。4个人挤进屋，摸摸墙，摸摸灶，笑得跟傻子似的。金四扭头斜眼瞅着杨柏，老板，我们以后有家了。杨柏看着他们，心里那根弦被轻轻拨动。前世追捕他们时，金大壮死在监狱里，就为一句没完成的承诺。这一世他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。有家了以后，我罩着你们。深山老林，7匹狼齐刷刷蹲好，眼珠子只盯杨柏转。旁边那只小白虎气得原地打滚，我才是你养的崽啊喂！杨柏领着4个憨憨进了屋，以后这是你们据点，收拾利索点。对了，金四你会养信鸽？金四一愣，老板咋知道的？金大立马接话，老四不光养鸽子，喜鹊也能整。老三会打猎，金二不乐意了，我能长出毒草。我们老大更绝单杀过猞猁，深山猞猁比虎还猛，金大能单杀，战斗力直接拉满。杨柏笑了，都是人才啊！这4个脑子虽然直，但身怀绝技，用好了就是王炸。有个任务交给你们。4人瞬间立正，对他们来说，任务等于工作，等于工资，等于命根子。老板说啥干啥，干不成也得干死磕到底，绑个人。杨柏掏出画像，把计划交代清楚，又扔出4把刀。3天够不？金大咧嘴，1天搞定。老大松林林场咱没去过，走路得1天，那就2天。杨柏翻个白眼，我给你们3天。这帮人太自信，他反倒有点虚了。有消息就在山坡大树上绑红布，我看得见。明白。4人嘿嘿乐，老板人还怪好的，多给1天。杨柏又掏出10块钱放窗台，天冷买棉鞋，别穿布鞋了。说完扭头就走。4人眼眶直接红了。金大拿起钱，老板对咱好记心里。以后他就是咱主人，对老板的敌人就是咱的敌人。4个憨憨彻底被感化，连夜杀向松林林场。杨柏骑着小红往家赶，脸垮成苦瓜。又晚了，老爸那关咋过？凤凰全靠你打掩护了。刚进林区，撞见二叔杨建明带着骑手巡山。二叔，杨柏招呼一声想溜，站住！小红一个急刹，差点把杨博甩下。杨柏气疯，你是我的马，听他干啥？杨建明冷笑，臭小子又爷哪去了？杨柏讪笑，刚放学，放屁！你姐都哭鼻子回家了，不怕拍花子把你拐了？杨柏根本不怵，二叔你忙我先撤，我爸要是揍我，我就说被你拦的。啥？杨建明差点气死，这小子甩锅技能满级。杨柏想起什么，回头补刀。对了，二叔最近别往南边走，危险。记忆中二叔巡山差点嘎了，得提醒一下。小瘪犊子咒我。杨建明正要开喷，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，直接薅住杨柏后脖梗。哎呦我去，大爷松手，我还是个孩子。杨柏双脚蹬3轮，被关刀拎了起来。关刀黑着脸，几点了？你爸要出去找你，你爷爷急得不行，还知道回来。小红默默挪步，一溜烟跑回马厩，自关禁闭，别连累我。关刀拎着杨柏直接扔进杨荣道屋里。杨柏落地瞬间抱住爷爷大腿，抬好，爷爷我错了。速度之快，演技之炸裂，屋里全员愣住。二叔欺负我，他拦着我不让回。杨荣道黑脸，杨建军当场炸毛，二哥怎么还欺负孩子？杨柏低头嘀咕，二叔对不住了，谁让你拦我？本少爷睚眦必报。杨荣道打圆场，行了，丫头们下午都哭鼻子回家，你整天瞎跑啥？我再也不跑了。爷爷我饿了，回家吃饭行不？爸我错了。杨柏臊眉搭眼装可怜。杨建军知道儿子老去欧阳老师家，凤凰也打过掩护，便领着走了。末日根跟在后面，嗅了嗅小少爷身上有火药味，完枪了。关刀也闻出来了。等杨柏一走，直接告诉杨荣道。杨荣道虎目一睁，这小子有秘密。王大海被抓会交代什么？他怎么知道狼眼消息的？关刀摇头看不懂，不光孩子老三我也看不懂。木屋里灯光昏黄，杨柏臊眉搭眼坐在炕桌上，时不时偷瞄老爹。杨建军冷着脸，手里皮带甩得啪啪响。爸我真错了，外面多乱你知不知道？杨建军扬起皮带。杨柏急中生智，老师让写作文，题目是我的妈妈，献祭老妈法力无边。皮带啪嗒掉地，杨建军心疼的不行。杨青适时开哭，别打哥哥。兄妹配合默契满分。杨建军低头，爸错了，吃饭吧。杨柏松口气，疙瘩汤下肚，冲凤凰
皇使眼色。凤凰秒懂老大又有活了。晚上8点，老林场熄灯，杨青睡下，小白虎想钻被窝被凤凰薅走。杨柏偷摸开后门，俩人一虎溜向后山。老大大晚上上山，凤凰攥紧马牌撸子，马上完事，药材备好了。凤凰掏出狼毒花、灵芝粉、鹿茸片，杨柏指着柏树下土坑，小白进去蹲着。小白虎扭头，你逗我？完事给马奶喝。小白眼睛一亮，一屁股蹲坐进坑里，只露个大脑袋。杨柏把狼毒花和鹿茸片撒他身边，小白打个喷嚏，虎啸炸山，飞鸟扑棱棱惊起，远处传来狼。凤凰脸色一变，有狼，要的就是狼。杨柏揉着虎头继续喊，把狼引过来。小白哆嗦着想跑，这不坑虎吗？山狼能把我当辣条嗦了？怕啥？我会驯狼术。杨柏掏出灵芝粉涂满双手，又让凤凰涂。狼来了，先让他迷糊，再用灵芝粉让他记住咱的气味。凤凰想起杨柏从狼眼那儿扒拉的驯狼术，默默搭箭上弓。小白被绑腿按回坑里，欲哭无泪，嗷呜嗷呜喊杨青救命。山林深处绿油油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一头山狼嗅着味摸过来，空气中飘着诱捕气息。对野兽来说，吃了幼年山菌就能逆天改命，晋升狼王。山狼朝着土坑扑去，刚跑2步，直接两眼一翻嘎，迷药管够，绳索套脖拖进黑暗。杨柏小手一抹灵芝粉，朱砂笔点眉心，一套操作行云流水，搞定。醒了就听我的。凤凰全程围观，默默记笔记。又来2头，照单全收。小白虎从坑里探出脑袋，家伙围得很意思。有杨柏罩着他，知冷气。两狼化作匹焰扑来，刚近身又倒了，绳索回收。杨柏扔给凤凰一支朱砂笔，跟着学速度。小白虎嘤嘤叫着求松绑，老实待着当诱饵。小白虎眼圈含泪，开始打滚撒泼。哎呦我去，你可是老虎！远处狼嚎再起，收工松绑。小白虎窜出来蹭杨柏裤腿，一脸谄媚。凤凰揉眉心丢虎，杨博一脚踹开打响指。七匹狼齐刷刷蹲好，眼珠子只盯杨柏，旁边小白虎当空气，向前一步，七匹狼同步迈步跑。7道黑影如利剑窜出，狂风乍起。凤凰惊掉下，小白虎也傻了，原来如此精神控制。杨柏拍手，驯狼术就是萨满精神法。我两世为人，灵魂强度够用，用灵芝粉催眠灵魂绑定，现在我就是狼王。7匹狼只认他，每天给我送猎物，一只兔子一只野鸡，你们配合着来。杨柏蹲下摸一头母狼肚子，有崽了，回头我帮你养。狼群深夜堵门送人头，杨家小少爷当场认这我养的狗。杨柏和凤凰刚摸黑溜回后门，后脖颈子突然一凉，杨柏这波反应直接拉满，瞬间拉开身位，快慢机都掏出来。凤凰倒是淡定，轻声喊了句莫叔。好家伙，末日根杵在暗处，眼神跟探照灯似的盯着杨柏。杨柏拍拍胸口，莫叔你多损啊，差点给我送走。小少爷大晚上去哪儿了？上大号。凤凰怕我掉坑里。末日根听完直接麻了，你俩上大号带2把枪，咋的？怕把成精造反啊？杨柏见势不妙，拉着凤凰光速开溜。末日根回头瞅着山林直犯嘀咕，刚才狼叫的邪乎，这俩孩子就钻进去了。更邪门的是，他在杨柏身上闻到了巫师内味。第二天一早，末日根推门准备晨练，低头直接破防，门口整整齐齐摆着冻硬了的山鸡野兔，咬痕全是狼干的。末日根人傻了，狼还带上门送外卖的。凤凰探头出来，一脸淡定，莫叔别惊讶，以后天天有。我烧水去，你学了巫师？凤凰没接话，直接起锅烧油。肉香飘起来的时候，杨建军披着衣服出来，当场感动。末日根你可以啊，早上还打猎去了。凤凰点头配合，莫叔确实牛。杨建军拍拍兄弟肩膀，以后靠你了。末日根张了张嘴，算了，躺平吧，这俩孩子爱咋咋地。油饼炸的金黄酥脆，鸡汤咕嘟冒泡。凤凰把兔子肉和鸡肉收好，留作硬菜。杨建军抓起油饼咬了一口，我一会儿去镇上书店。杨柏打着哈欠递油饼，爸你吃，你天天睡不醒，黑眼圈比我还重。杨柏讪笑，总不能说自己晚上搞副业吧？外面突然锣响，林场集合。杨建军撂下筷子就往外跑，末日根赶紧跟上。杨柏啃着油饼看窗外，随口道不会是我二叔整活了吧？还真让他说中了。马厩前聚满了人，赵静红着眼冲出来，怎么就失踪了？人呢？关刀赶紧解释，昨晚矿山进人，骑手们去追，回来发现杨建明不见了。矿上人说他自己出去就没回来。杨建业叼着烟冷着脸，联系矿上了，不在。骑手王亮头都快低到地上。赵静当场破防，大哥得把人找回来啊！杨建业刚要说话，杨建军就跑过来了。杨荣道也从院里出来，老脸白得吓人。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恐惧他经不起第二次。大哥怎么回事？杨建军话音刚落，大嫂薛梅就嘀咕一句，你添什么乱？赵静哭得正凶，压根没看他。关刀简单说了情况，杨建军急了，二哥不会无缘无故失踪，摸上山的人有问题。用你说？杨建业直接开怼，偷矿偷猎的多了去了。杨建军被怼得满脸通红，末日跟拳头都硬了。有这么跟兄弟说话的吗？杨荣道走过来，眼神扫过去跟刀子似的。老三说的对，老二不会无故失踪，昨晚那波人有问题，这是引蛇出洞。赵静彻底绷不住，爸，老二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也不活了。杨荣道深吸一口气，马上进山搜。老大你不能去等消息。杨建业点头，杨家的种得留一个。杨建军站出来，我去找二哥。全场骑手愣了下，随即点头，这波靠谱。杨荣道看着老三也点了点头，小心。杨建军去备马，让末日根回家交代一声。杨柏刚吃完早饭，背书包出来，就听末日根说二叔失踪了。二叔真能整活。杨柏撇嘴一点都不慌，前世二叔也玩过这出，掉土狗岭坑里3天3夜，差点饿成干，最后被守山人捡回来。杨建明不是被调虎离山，纯属自己太虎，非要抄近道蓝偷矿的。出发前连个屁都不放。杨柏提醒过离土狗岭远点，二叔压根没听。杨柏眼珠子一转，让老爸找到二叔，二叔不得感恩戴德，省得整天觉得自己比老爸牛。
但杨柏没打算现在就说方位，二叔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反正死不了先饿着吧。杨柏回头冲凤凰招手，凤凰笨拙的把手指塞嘴里使劲一吹，口哨跟放屁似的。杨柏笑疯了，凤凰低头，我好没用，逗你玩的，手指放松。杨柏手把手交，然后吹了声清脆的口哨。山林里狼嚎回应，七匹狼鱼贯而出，齐刷刷蹲杨柏面前。杨青拎着扫把冲出来，哥哥小心，不怕都是自家的狗，我不在家，七匹狼外围守着，家里交给凤凰，安排妥当。杨柏往马厩走。杨荣道正跟杨建业说话，满脸愁容。杨柏听得心里不得劲儿，算了，让二叔再待一天，明天就。他跑过去拉拉爷爷袖子，爷爷别伤心，我爸肯定把二叔找回来。杨建业低头训斥，大人说话有你什么事，一边去。杨柏歪头看大爷，我爸爸一定能找回来，你还顶嘴。杨建业没想到这侄子敢接茬，够了。杨荣道瞪大儿子。杨建业连忙解释，爸就老三那样能找着什么，不给添乱就不错了。杨柏挑眉，他烦这个大爷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前世大爷跟他那个宝贝儿子差点把杨家坑破产，纯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主。爷爷我爸肯定能找到。杨柏眼神带笑，大爷不信咱打个赌。杨建业差点喷火，我跟你小屁孩打赌，不敢。杨建业被刺激到了，怎么赌？3天之内我爸肯定把二叔救回来。杨柏笑了，就回来。大爷你答应我爸一件事，就不回来呢？我们一家离开林场。杨建业眼睛亮了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别看我是孩子，我爸最听我的。杨建业直接笑出声，扭头找见证，爸你听到了。杨荣道脸黑成锅，老二找不回来你挺高兴。杨建业当场实话，爸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杨柏早就撒腿开溜，留下大爷被老爷子疯狂输出。出了院子，杨柏翻身上马，独自往学校赶。教室炉子烧得正旺，欧阳德坐讲台前搓手，眼睛红得跟蜘蛛网似的。杨柏进门吓了一跳，老师你咋了？高考太难了，我不行。杨柏拍拍他肩膀，别急，慢慢来。欧阳德满脸问号，到底谁是老师？下课铃刚响，杨柏直接弹射起步。欧阳德粉笔还没放下人就没影了，刘云跟着跑，全班瞬间炸锅，一多半学生全冲了出去。欧阳德拿着粉笔风中凌乱，啥情况？杨柏骑马直奔林场，正撞上关刀带人要进山找二叔。二叔进山3天没回来，这大冷天的杨柏心里门清，今晚我就把二叔捞回来，冻一天也该老实了。刚到家门口，就看见老爸杨建军和大爷杨建业吵得不可开交。大哥你几个意思？我儿子才多大你跟他打赌？杨建业冷笑，老三你别装，你不就是回来分家产的？杨建军气得要怼回去。杨柏一个箭步冲上来，大爷好。杨建业脸一沉，看你爸也没找到你二叔。杨柏笑了，大爷别急，说好3天，等我找到二叔，你可别忘了答应我爸的事。语气带笑，眼神却带着刀，说我行，说我爸不行。杨建业气得扭头就走，我已经让联防队进山了，你们爷俩老实待着吧。杨柏看着大爷背影，眼神逐渐坚定，今晚必须把二叔整回来。杨建军正要跟末日根进山，杨柏突然开口，爸我盲猜一波，二叔应该在那。啥？杨建军一愣，我掐指一算的，走，喊上莫叔，冲呀！杨柏翻身上马，杨建军一把拽住缰绳，你猜个6啊，别添乱。爸我今天让校长算过卦了。杨柏祭出挡箭牌，杨建军懵了，校长曹禺确实会这玩意儿，当年上学时就天天研究八卦，准吗？去瞅瞅不就知道了。赶紧的，天黑了。杨柏一声吼，末日根扛着干粮跑来，杨柏挥手让凤凰留守，自己带队开冲。末日根回头问杨建军，三爷小少爷咋也进山？说是校长算卦算了的方向。末日根一拍大腿，早知道我也回村找巫师跳大神了。杨建军无语，你看着点杨柏这娃太不省心。杨柏骑着小红撒欢跑，冷得围脖结冰碴子，这要真入冬，二叔直接变冰雕。莫叔就这方向土狗岭。末日根皱眉，翻3个山岭才到，二爷跑那旮沓干啥？杨柏分析矿山在那边，偷矿的从这过，二叔要半路截胡。杨建军一拍大腿，有道理，都是校长算的，差不多吧。杨柏偷笑，有欧阳德和曹禺当背锅侠就是好使。土狗岭光秃秃，山沟里碎石遍地，一匹冻硬的马倒在血泊中。杨建明一只脚被马压住，左臂骨折，浑身冰冷。他咬牙拿匕首剖开马肚子，血都冻住了腿，拔不出来。完了，血腥味肯定招野兽。刚说完，地上投下一个巨大银子，先是站立，接着趴下。杨建明瞳孔地震，元雄。杨建明握紧匕首，大气不敢喘。而远处杨柏正朝这个方向策马狂奔，他不知道二叔的生死就在下一秒。杨建明看着地上影子，目测这人熊2米多高，心里拔凉，完犊子了，肯定是闻着血腥味来的。石头顶上一头白毛人熊站了起来，憨憨的熊脸，眼睛却红得吓人，这是吃过人的标志，煞气拉满。人熊视力不行，但嗅觉贼拉灵敏，他用力嗅了嗅，一个跨步跳下石，直奔杨建明狼身的。杨建明拼命从马肚子下抽出步枪，握紧枪柄，大气不敢喘。就在这生死存亡的瞬间，远处山林传来一声马叫，人熊耳朵竖起，暂时停住了。原来是杨柏的小红，怂了叫了一声。杨柏气得抽马屁股，你喊啥？看看人家莫叔和我爸的马，丢人不？小红缩着脖子往后退，能不退吗？对面站着头熊。末日跟眼尖，三爷是头人熊。杨建军正要说什么，杨柏指着土狗岭下方，把二叔肯定在哪，那有衰落的痕迹。末日根顺着看去，果然有个军用水壶。杨建军激动地扯着嗓子喊二哥。杨柏扶额，爸你这哪是喊二叔，你这是喊人熊开饭。话音刚落，人熊回头，嘴角一歪，露出诡异笑，下一秒直接消失在石头上。末日根大喊：“三爷小心，冲咱们来了！”砰！杨建军一枪打空，人熊被激怒，狂吼着站起来，胸口腹心毛都闪着血光。砰！末日根一枪穿透石头，擦中人熊，人熊吃疼趴下，钻进灌木丛，速度贼快。老莫等他进了打脑袋。杨建军冷静下来，两人端枪瞄准。就在这时，杨柏悄摸摸不见了踪影。杨柏悄摸溜到土狗岭上方，
心里直犯嘀咕：老爸刚才那一嗓子二叔咋没应声？该不会凉了吧？正想着，远处传来枪声和仁雄惨叫。老爸和莫叔那边稳了，杨柏放心了，两人2把半自动。仁雄算个嘚儿，杨柏跟兔子似的在石头间蹦跶，探头往下一瞅，二叔你还在不？底下传来杨建明急吼吼的声音：杨柏快跑，别让你爸出事！二叔放心，我爸和莫叔正揍仁雄呢。杨建明急眼了，你别大意。话音未落，杨柏后背一凉，本能一个驴打，砰！刚才站的地儿直接被子弹打穿，石屑乱飞。卧槽！杨柏再滚！砰！又一枪擦着出，谁他妈打黑枪？杨博躲到石头底下，心跳加速。杨建明那边也挨了枪，子弹打在马尸上，砰砰响。他破口大骂：王山，你个冲我来！杨柏快躲好！杨建明心都碎了，自己掉坑里，侄子差点被打成筛子。杨柏反而冷静下来，二叔别喊了，暴露位置。他掏出快慢机，眯眼观察山林里12点和2点方向，两个裹着灰棉袄的枪手正端着枪瞄这边。偷矿的，跟我玩阴的。杨柏收起枪，拔出龙鳞匕首，那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硬核玩家。他一个翻身冲出掩体，龙鳞插进石头借力，嗖嗖几下就窜向山林，速度之快，枪手都懵了。王哥那小孩不见了。2点钟方向，络腮胡刀疤脸王山狞笑，躲石头缝里了吧？你盯死我去弄死杨建明，这货掉土狗岭，活该他倒霉。王山不知道，黑暗中一道身影正悄无声息地朝他摸去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身影鬼魅般闪，白光如皮呀。王山只觉得脖子一凉，他捂着脖子跪倒在地，瞪大眼睛看向凶手，那个孩子。杨柏眼神冰冷，两世为人的他对敌人从不手软，干掉王山，转身就朝另一个枪手摸去。那枪手还在找杨柏呢，一回头，杨柏已经到了眼前，龙鳞匕首脱手飞出，直接穿透眉心，扑哧，枪手应声倒地。杨柏补刀确认凉透。王山做梦都想弄死杨建明，现在机会终于来了，结果半路杀出个孩子给他嘎了。杨柏刚松口气，远处又传来仁雄的吼声，还有老爹杨建军的喊声：儿子你在哪？原来王斌在找到杨建明之前又引过来一头人熊，树后那头人熊脸上带着弹管，另一头母熊横冲直撞，朝着杨建军扑去。战马嘶鸣，子弹乱飞，人熊撞断树木，步步紧逼。爸，我在这找到二叔了。杨柏从石头缝里探出头大喊。杨建军听到儿子声音狂吼：二哥撑住，老子干死这帮猪了！杨建明骨头断了还要往外冲。杨柏看着这位猛男二叔默默点赞，这要是放古代绝对是张飞级别的猛将，就是太虎了。林间枪声炸裂，杨建军疯狂输出，打退母人熊好几次冲锋，可这母熊是真刚，肩膀上的伤口在哗哗淌，愣是硬扛着不退。另一边末日根边开枪边扔火把，愣是烧出一道防线拦住人熊。末日根一个翻滚窜出来，三爷先打这头母熊。话音刚落，枪卡壳了，卧槽！末日根脸都绿了，狂拉枪栓，结果身后噗噗风响，人熊扔过来一块巨石，末日根直接飞扑出去，躲过一劫还没喘口气，人熊已经拔出松树当武器朝他扑来。老莫，杨建军想救人，结果那头母人熊也学聪明，拔树就朝杨建军招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杨建军居然还在开枪，他在救末日根。三爷末日根眼眶都要裂开，杨建军这是拿命换他。末日根直接暴走，拔出战刀，狂吼着母语问候，朝人熊扑过去。人熊必须处理掉。就在两人都要交代的时候，空中飞来一个竹筒，轰竹筒炸裂，红色药面满天飞，母人熊被喷了个正着，当场就成了红人熊。下一秒，母熊狂打喷嚏，眼泪哗哗流，嗷嗷叫着到处乱撞，直接一脚踏空从土狗里飞了出去，轰隆，母人熊摔成土狗躺地上抽搐。杨建军被呛得直咳嗽，我去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辣椒粉、胡椒面、狼毒花，简直生化武器。工人熊看到媳妇没了，发出凄厉怒吼，直接暴走。又一个竹筒飞来，工人熊和末日根同时被喷，末日根跪地上咳成狗，人熊更惨，本来就浑身伤，现在鼻子火烧一样疼得满地打滚。砰一声枪响，子弹精准穿透人熊眼珠，定进脑袋。工人熊绝望倒地，终于凉透。末日根还在咳，抬头一看，人熊已去投胎。杨建军捂着鼻子找到水壶，用冻上的水滴往脸上抹，勉强恢复过来就冲向末日根。老莫，这俩人命是真硬，但杨柏那小子的秘密武器才是真的秀，辣椒面配狼毒花，人熊见了都得喊爸爸。杨建军冲过去用水滴给末日根洗眼睛，末日根脸皱成橘子皮，整个人都要裂开了。杨建军自己也喷嚏连天，谁这么缺德？救命是救命，但这招属于同归于尽啊！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喊声：爸用人熊的血为莫叔洗，水壶塞熊肚子里。杨柏跑过来却保持距离，儿子别过来有毒。爸，我自己做的药蛋没毒，就是辣椒面、胡椒面、狼毒花防野兽用的。杨建军按儿子说的冲洗末日根的脸，水壶塞进去化冰，末日根洗完后瘫坐喘气。三爷幸亏有你，以后我末日根生死相随。杨建军拍拍他，突然看向杨柏，药弹是你扔的，你还会打枪？杨柏疯狂摇头，不是我从那边躲着看二叔，突然有人扔竹筒还开枪打我，我好害怕，以为见不到爸爸了。说完真哭了。杨建军瞬间暴怒，抄起猎枪，谁敢动他儿子？末日根也拔刀警戒。土狗岭下传来杨建明嘶吼：老三你怎么样了？他骨头断了，爬不上来，急疯了。杨建军抱着杨柏到崖边，二哥我没事，你呢？杨建明看着浑身是伤的三弟，心中一暖，从小到大都是自己揍他，没想到最后是他拼死救自己。我也没事。杨柏说那边有枪手，小心。杨建军套着绳子滑下土狗岭，跟杨建明终于碰。两兄弟双手紧握，泪水直接破防。杨建明嗓子都哑了，谢谢你兄弟。杨柏掏出手电筒往下照，把二叔套绳子，用马拉你们上来。马匹发力，两人顺利上岸。杨建明刚站稳，杨柏直接扑上去就是一个熊抱。二叔您真是让我担心坏了。杨建军揉了揉儿子，
杨白找校长算的，说你来这个方向，我还半信半疑，结果真找着了。话音刚落，莫日根从另一侧回来，脸色凝重，那边有俩人已经凉了，一刀封喉。杨建明一愣，王山凉了，对刀口又快又狠。莫日根拿着手电筒晃了晃，杨建明非要去看，杨建军把他扶上马，牵着走了过去。手电光下，王山脖子上的伤口触目惊心。莫日根蹲下研究，你看这角度，此人身高不高。他顿了顿，突然抬头看向背对着的杨白，小少爷当时在哪儿？杨白耳朵竖得跟天线似的，卧槽！莫叔这推理能力能当法医了，幸亏我当时在石头缝里。果然，杨建明指了指远处，我大侄子在那个位置躲着，要不是有石头挡着王山，就把他害了。杨建军一听这话，火气直接爆表，什么王山要害我儿子？他低头看了看，狠狠一脚踹上去。杨百背对着众人偷偷松了口气，演技这块拿捏的刚刚的，气氛瞬间凝固。暗处还有没有敌人？我弄死你！杨建军彻底杀疯了，对着王山的尸体疯狂输出，敢动他儿子！大杨百一嗓子喊回亲爹理智。二哥，这说明就你和杨百的恩人也救了咱们。杨建明缓过神，这人真的有点东西。杨建军追问到底是谁，杨建明摇头，完全猜不透。末日跟眼神闪了闪，本来怀疑杨百，可人家二爷说了，杨百躲在石头缝里，山里能有这本事还这么损的烈火，用辣椒面嘎嘎乱杀熊，没听说过啊？杨百催促，爸太冷了，咱回吧，二叔也顶不住。杨建军连忙点头，几人上马下山，林场灯火通明。二婶赵静站在门口，眼神空洞。屋里杨玉、杨芳趴窗户上一夜没睡，一天一夜了，再不回来人就真没了。薛梅拿着手电过来劝赵静别等了，带着孩子们先睡吧。大嫂我怕。赵静绷不住了。马蹄声响起，关刀带人回来了。老关怎么样？关刀脸色苍白，艰难摇头。山里又找一遍，天太黑，只能白天再找。白天2个晚上人哪还有命在？赵静眼前一黑，直接晕过去了。造孽啊！薛梅跺脚，关刀不能再找找，矿山留人了。关刀回头清点人数，三爷和末日根还没回来。薛梅一听就来气，就他装样子给老爷子看罢了，他还能找到人？正说着，王天一跑过来救人，一针把赵静扎醒。外面突然喊三爷回来了。薛梅冷笑，看见没？知道你们回来了，他也回来了，演得跟真事儿似的。你少说2句。杨建业看老爷子脸黑成锅底，赶紧呵斥薛梅。薛梅翻个白眼，扭头继续安慰赵静。正说着，杨建军抱着杨百呼哧带喘冲进来。杨百挣扎，我自己能走。杨建业一拍桌子，老三，这是你二哥家，你二嫂都这样了，你还毛毛躁躁。杨百终于挣脱下来，直接开怼，大爷，我爸把二叔找回来了。一句话，全场安。赵静眼睛瞬间亮了，双胞胎姐妹直接扑过来，真的，我爸救她。俩姑娘撒腿就往外冲，关刀也带人跟出去，门口瞬间炸了，欢呼声传进屋。杨荣道老脸通红，心终于落凳。赵静疼得爬起来，浑身是劲儿。老三二嫂谢谢，差点跪下。杨建军赶紧扶住。门外末日根背着杨建明出现，杨建明笑着安慰闺女，别哭了，爸没事。王天意赶紧上前，骨头断了，快进屋。一进屋见到老爹，杨建明眼圈红了，爸我回来了，多亏老三，他为了救我跟人熊拼命了。众人这才注意到杨建军和末日根浑身是血。杨荣道看着老三，曾经的书呆子如今能跟人熊硬刚，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。老爷子扭头看向杨建业，给老三道歉，还有你媳妇。杨建业和薛梅脸色讪讪，这下彻底被打脸了。薛梅也翻白眼，都是一家人，道什么歉？杨荣道眼神犀利，道歉，你们刚才在侮辱老三，他能为你二哥拼命就能为你拼命。杨建业被说的有点挂不住，薛梅还想顶嘴，被老爷子一声闭嘴吓得直接噤声。杨建业脸都绿了，老三对不起。说完拉着媳妇就走。杨百悠悠补刀，大爷别忘了打赌，你欠我爸一件事。杨建业气得瞪眼，头也不回走了。杨建军拽过儿子，你胆子太大了。杨荣道也瞪眼，你跟我过来。木屋里，杨建军和末日根洗完脸，喝完姜水。老爷子开口说吧，老二到底怎么掉土狗领的？杨建军把王山的是人，熊的是神秘人的事全交代了。关刀倒吸凉气，一刀封喉，辣椒面灭人熊，山里没这好人啊！杨荣道闭上眼，王家又动手了。爸，王家到底要干什么？杨建军不懂，直接报警不行。关刀摇头，三爷王家在县里市里都有人，听说国家要改革企业，重新整合，他们盯着大兴安岭的矿。杨建军恍然，王家想趁机吃下林场。杨百吃完桃酥，小手一拍，听大人们分析，心里疯狂吐槽，前世爷爷一人扛下所有，王家没吞成林场，却让杨家4分5裂。后来王家搬到县里，直接成土皇帝，7男8女，最后得罪上头的某位才消停。特么的，凭啥这些人能逍遥法外？正想着，爷爷杨荣道睁开眼问杨建军，复习咋样了，能考上不？杨建军低头心虚，考没考上关系都在林场，考完你就走，家里事别掺和，东面那片林子给你。杨建军瞪眼，爸，我能帮忙写举报信干王家。爷爷摆手赶人，不用你管，老实复习，走吧。杨百拽起老爸就撤，出门后小声劝爸，爷爷是护着你，你得考上大学，进城当干部才能举报王家，把他们灭在萌芽。杨建军重燃斗志，杨百内心窃喜，培养老爸之路稳步推进。刚想夸我妈只能影响你拔刀速度，一抬头凤凰站门口盯着他，凤凰多冷，快进屋。凤凰轻轻说担心你，又看看杨建军和末日根，也担心杨叔莫叔。杨建军催他进屋，到家杨清道拿着小人书，一见爸爸就蹦了起来。杨建军抱抱闺女，乖爸要学习了，为了你妈。杨百扶额这恋爱脑，算了，等延边 F4把卫星弄来就知道谁要害老爸。凤凰凑近压低声音，七匹狼在山里碰见人，晚上有人摸过来，我开一枪他们吓跑了。七匹狼咬了一个人的手，人往南边跑了。杨百目光一冷，有人盯上了。凤凰端来热水要给他洗脚，杨百脸红，我自己来。凤凰蹲下直接脱鞋，我给你洗。行吧，这波我服，但背后那双眼睛必须揪出来。卫星刚被从行李箱里倒出来，满脸青紫，嘴边一圈白沫，直接没气。洗吧，快救人！金大慌了，死了咱得下岗了。金四抄起一盆凉水泼上去，卫星一个机灵，像触电似的猛抽一口气，嗷的喊出声。刚喊但金三举起棒槌砸下去，卫星两眼一翻，彻底消停了。屋里4个人对视一眼，差点 KPA 不保。
这班上的真他妈刺激！时间倒回2小时前，杨柏和凤凰刚上炕睡觉，松林林场外头已经摸过来4道人影。金大摸出匕首往上头哈了口气：“老大，咱就这么进去？”金二瞄着办公楼，他们猫了1白天，那个叫卫星的愣是没出过楼。西八，你有更好的招？金大眼珠子一瞪，金二脖子一梗，大踏步就往楼门口走。灯光打身上照得明明白白，金二照样走。巡逻队愣是没拦，4个人大摇大摆上楼推开卫星房门。卫星正熬夜写材料，听见敲门，随口说了句没锁，门缝里瞬间挤进来4个脑袋跟山魈似的。你们谁啊？卫星心里发毛。金大乐了，我说啥来着？简单吧。袋子呢？金二从后腰掏出个编织袋。金大一点头，抬脚就踹。卫星闷声倒地，金3金4直接扑上去，捂嘴捆腿。金大走过去，又冲匕首哈了口气：“别动出声，就弄死你！”金二抖开袋子等着。金大瞅见柜子上有个行李箱，躺进去试了试，装个人没问题。卫星眼睁睁看着眼珠子都要瞪出来，金3一把捂住他的嘴，嫌费事直接脱了袜子塞嘴里，匕首顶在肋下，他彻底老实了。4个人3下5除2把人捆成粽子，先塞袋子，袋子又塞进行李箱，4个人拽着行李箱大摇大摆往外走。巡逻队手电扫过来，瞅了一眼就放行了。谁能想到绑匪这么嚣张？延边 F4就这么把卫星绑回了木屋。第二天一早，杨柏起床就看见远处山上飘着红布，瞳孔一缩，抓到了！他不想让凤凰掺和，背上书包吹个口哨。小红打着喷嚏跑过来，困得要死，不想上学，后头还跟着杨玉和杨芳的马。俩姐姐背着书包冲杨柏招手，骑上小红，杨柏冲俩姐姐努嘴，帮我请个假，说我肚子疼，晚点去。正要上山，远处一道红色身影，刘云背着书包拿着饭盒走得飞快，远远看见杨柏喊了一嗓子：“等等，我一起上学！”杨柏骑着马已经窜上山了。刘云一脸懵，这家伙不上学，拔腿就追。杨柏光顾着盯远处的红布，没留意刘云已经瞄上了他。小红跑得快，刘云只能远远跟着一路追进了山。杨柏刚到木屋范围，打个口哨，金4歪着脑袋从大树后头冒出来：“老板好，人呢？安排在山洞里妥妥的。”杨柏点点头，进了木屋。金2金3正啃土豆，满脸土豆泥，见着杨柏赶紧站起来：“你们吃，我去后边。”木屋后门有条小路，通往一个狐狸洞改的储藏室。杨柏走过去，金大正蹲洞口，咋不进去？他老哼唧，怕忍不住揍他。干得不错，回头加工资。金大差点感动哭，多好的老板啊！也就这4个脑回路清奇的主，能把个孩子当老板供着。杨柏钻进山洞，卫星被绑成粽子，眼睛蒙着，嘴里塞根木头，跟条鱼似的直扑腾。眼神一凛，杨柏慢慢凑过去，拽出木头：“求你了，放了我吧，我就是个小人物，都是赵领导让干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”杨柏没半点同情，嗓子一压，声音变得沙哑：“秘书想死想活，想活求你别杀我，问你什么说什么，敢骗我！”杨柏一脚踩住卫星的手掌，个头小劲儿可不小。卫星惨叫出声：“我说，眼睛蒙着人最容易崩。”卫星本就不是硬茬，就是个想往上爬的官迷，谁让你杀杨建军？卫星一愣：“你不是镇山北的人，问这个干啥？说！”杨柏脚下使劲，卫星彻底破防：“是厂长让我找的镇山北，也是他让你妈往杨建军的土特产里塞蛤蟆皮。”杨柏差点没绷住。杨建军媳妇那不是自己亲妈叶青离吗？是那个女人，她家族要解决掉杨建军，还要杀孩子。厂长接到指令，这些年都是我联系的镇山北，我都说了，你放了我吧。杨柏整个人懵了，亲妈、老爷，前世的记忆劈头盖脸砸下来。母亲对他们冷淡，改嫁，叶家从不认可，直到他成了神探才贴上来。原来他们不止抛夫弃子，还要杀人。杨柏眼里像要喷出岩浆，浑身的杀意压都压不住。卫星竹筒倒豆子，找石家兄弟杀杨柏、杨青，狼眼死了，镇山北正恼火，一桩一件全交代了。杨柏闭着眼听完，突然抬手扯了蒙眼。卫星眯着眼不敢看，一旦见了人脸还能友好。魏叔叔，你最好抬头看看。熟悉的童声。卫星一愣，慢慢睁开眼，瞳孔地震。卧槽，怎么是你？杨建军8岁的儿子绑票的。卫星破防了，嚎得跟杀猪似的。杨柏一脚踩住他，这就是你杀我爸的理由。我爸一直把你当兄弟，他还想着上了大学把我们托付给你。卫星脸都扭曲了，跟我没关系，是你妈，你找屈高山找叶家去，我就是个小人物。对，小人物。杨柏点点头，从兜里掏出个小药瓶，往地上的血里倒了点粉末，血沫子直冒泡，卫星魂都吓飞了。杨柏捏开他的嘴，整瓶灌进去，要入口即化。卫星嘴里冒血沫子，又疼又怕，嗷嗷哭。杨柏，求你了，放过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一个孩子怎么能杀人呢？放心，慢性毒，我要你办点事，办好了给解药，办不好化成一滩脓血。卫星彻底瘫了。你让我干啥？镇山北在哪儿？我要找他的证据。还有屈高山动我爸，我让他万劫不复。杨柏，你别这样，你也没事，我回去跟领导说说。杨柏一脚踹过去，抽出龙鳞，寒光一闪，卫星胳膊开了道口子，黄褐色血淌出来，滴在地上直冒泡。想死？成全你！金大从外头冲进来，直接掏家伙，眼神狠得像要吃人。老板，我来，这人不配活着。金大脑子确实不太灵光，但他认死理。人家把你当兄弟，你却想害人家孩子，这种人不配喘气。金家4兄弟从小抱团长大，平时干架归干架，真到事儿上，命都能给兄弟。今天金大要做了卫星，我错了，你让我干啥都行，就别要了我的命啊！卫星脸白的像纸，腿都软了。金大根本不听，掐着他脖子就要动手。等等，杨柏拦住，先回去办事。卫星背后是屈高山和镇山北，
杨柏得把这俩料理干净，才能保老爹平安。老板他那领导咱们直接绑了扔山里喂狼。杨柏摸了摸下巴，也不是不行。话没说完，远处突然传来尖叫声。放开我，我爸是刘百川。杨柏一愣，刘云这丫头咋跑来了？他快步出去，就看见金四捂着刘云的嘴往木屋拖。金四对这个孩子还真有点下不去手。金家兄弟再混也不欺负小的。我天，还真是他！杨柏懵了，你们抓他干啥？金大爷懵，没出去啊？该不会是跟着你来的？那咋整？杨柏眼神一沉。金大皱着眉，苦着脸，老板，孩子咱真不动。去你的！我啥时候说动了？杨柏踢他一脚，那是我同学，那直接放了呗。可他看见咱们认识了，放了他，咱关系不就爆了？杨柏翻个白眼，不能让人知道他们是一伙的。金大彻底懵了。杨柏一咬牙，把我也绑了，扔一块，回头我自己跑。金大傻眼，老板自己绑自己？少废话，赶紧的！杨柏把手背过去。刘云被扔进木屋，吓得直哭。这山里咋还有坏人？杨柏也不在，就小红在外头悠闲吃草。刘云猛地反应过来，杨柏不在，小红在说明啥？难道他跟这帮人一伙的？正想着，门外传来杨博的声音：“放开我，我没钱！”哎呦！下一秒，木屋门被推开，金二夹着五花大绑的杨柏进来。刘云一看他也被绑了，刚才的念头瞬间打消。金二本想把杨柏扔地上，一看是老板，赶紧蹲下，轻轻放好。杨柏差点没忍住骂人：“绑票呢，大哥，演技能走点心吗？”金二讪笑着跑了。杨柏回头一眼，看见刘云，刘云你咋也在这儿？刘云小脸一垮，哇的哭了。别哭别哭，我有办法，我会缩骨功，等他们走了咱就跑。真的？放心，那4个人好像是外来的，不是啥专业绑匪。刘云却摇头，他们可能是人贩子。公社前几天还有人贩子为此送了命，别怕，有我呢。杨柏竖着耳朵听动静，外面终于安静了。他肩膀一抖，一只手从绳套里滑出来。刘云眼睛都亮了，你真会功夫。杨柏有点小得意，其实哪是缩骨功，金二绑的本就是活扣。解开刘云的绳子，刘云一把抱住他。杨柏幸亏有你。刘云看杨柏3下2下解开绳子，推开门，探头人走了。杨柏大大咧咧地说：“一会儿喊小红过来，咱骑马跑，明白不？”我不会骑，有我呢。杨博溜出屋，吹了声口哨。小红跑过来，打着响鼻。杨柏扶着刘云上去，自己翻身上马。小红撒开蹄子跑起来，风呼呼刮过刘云的心剑，稳下来。出来了，咱们出来了，前面就是公社，找我爸抓坏人。杨柏赶紧拦，现在得上学，告诉刘百川那 F4还混不混了？金沟镇刑警队队长于凯正为案子头疼。昨晚看守所里的王大海没了，这王大海背后连着通缉犯镇山北，啥都没交代，人就没了，影响太恶劣。法医一验中毒，衣服领子上验出来的，衣服是他媳妇昨天送来的。于凯一拍大腿，去把人带来。老刑警赵东来摇头，找到媳妇也没用，这事儿背后是王家。王家是真狠，连自己人都干。金沟镇中心有座2层小楼，当年东营鬼子修的，现在姓王。王家3少王学兵纯纯一纨绔，没正经工作，成天在镇上横着走，主打一个玩。他刚干了件大事，处理了王大海，觉得自己救了全家，美滋滋回家邀功，结果被老爹王云木一杯子砸过来。蠢货能进博物馆的蠢货。王学兵懵了，我救了咱家还骂我。王云木气得手抖。王大海敢说什么？我早安排好了让他顶罪，给他养孩子，他就是命不要了都不会开口。家族要的是团结抱团，可你这让人怎么看？王家那是你亲戚。王学兵也炸了，就他那怂样，你懂个屁！从小到大就知道骂我，老大老二都好，就我不好。可那些脏活累活谁干的？镇山北谁联系的？那些人听谁的？没我老二能当矿长，得罪咱家的能闭嘴。王云木盯着这个儿子，又恨又无奈。老三确实废物，确实纨绔，但他也真狠，就凭这股狠劲，手底下笼络一群亡命徒，干的都是见不得光的事，脏活累活全是他的。可现在这蠢货不知道自己多大。王家的事还没完，杨柏那边更是暗流涌动。金家4兄弟的命早就跟杨柏绑在一块了，这帮人谁动谁死。王云木刚拍桌子要开喷，儿子王学兵还在嘴硬。门口突然传来3短1长的敲门声，门开了，进来个30来岁的混血男，灰中山装别金笔，茶色眼镜背头，蓝眼珠子透着阴狠。乌鸦是王云木的义子，专干脏活，小时候被狗咬，愣是把狗活活咬死，还把狗耳朵塞进王学兵碗里，就为那条狗是王学兵养的，所以王家少爷平时在横见他也怵。乌鸦坐下就一句王山没了。王山是王学兵堂兄弟俩人铁瓷，王学兵当场炸了。乌鸦不急不慢，土狗领出的事，杨家老二被人从那儿救出来了，应该是杨家人动的手。杨建明他敢动咱家人？不是他。乌鸦说杨建明重伤掉进土狗里，是杨建军和末日跟进去捞的人。王学兵懵了，杨建军就那个书呆子。乌鸦懒得搭理他。王云木直接把儿子轰出去，让你的人老实点，别碰镇山北。屋里剩下俩狠人。王云木捡起摔碎的茶盏，让乌鸦重新倒茶。老三太蠢，王大海死哪儿都不能死，看守所。乌鸦你怎么看？乌鸦嘴角一勾，父亲，这是咱们的机会。杨家的矿咱们一直插不进手，现在杨家老三回来了，杨建业心里不平衡，正好拿他开刀，先把于凯做掉，换咱们的人上来。现在这节骨眼上，不用咱动手，让镇山北去，咱们先卖他的行踪，让他嘎了于凯，回头再把他收拾了。杨家那边有杨建业这个内鬼，年底前矿山就能拿下。王云木笑了，我可不光要矿，那块地还有杨家整个林场我全都要。他没说的是那块地里藏着一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。乌鸦镜片后寒光一闪，行，我盯着老三，他要是不听话，我解决他，不至于你们是兄弟。乌鸦没接话，慢慢走出去，经过厨房时停了一下。王学兵刚提上裤子从厨房出来，撞见乌鸦脸都绿了。门缝里保姆跪在地上收拾后背，全是淤青。乌鸦声音没一点温度，让你的人联系镇山北，找个地方我来布局，要是因为你搞砸了我嘎了你。就这一句话，王学兵当场下老实了。中午学校食堂，杨玉和杨芳端着饭盒等杨柏。杨柏被学习委员刘云缠着走进来，
小丫头举着饭盒往跟前凑，杨柏我妈包的酸菜馅饺子给你吃。自从杨柏救了她，刘云就成了跟屁虫，连上厕所都在外头等着。杨柏觉得自己现在妥妥的团宠，把刘云领到俩姐姐跟前一块吃饭，周围同学都看愣了。柏哥属实牛，1年级就活成了王者。放学时山里传来狼嚎，杨柏刚上马就瞳孔一缩，这是他养的那7匹狼，二话不说催马往山里冲。刚进山，2匹山狼就冲他摇尾巴，这哪还是狼，活脱脱就是猎犬。远处山林冒出狼烟，杨柏催马赶过去。凤凰正蹲在林子里，腰里别着马牌撸子，头上戴着末日根做的狼皮帽。昨天袭击咱们的人又来了，莫叔开过枪，人跑了。7匹狼发现了踪迹，那2个人是在引你们出去。走！他一伸手把凤凰拉上马，抽出快慢机。4匹狼仰天长啸。另一头石伟正蹲在树后忙活，他一只手还带着伤，上次来暗杀就被山狼咬了一口，这回他学聪明了，用皮筋绑在树上，从背包里掏出雷管，矿山用的那种，威力大得很。一会儿那小子放学回来直接炸他全家，一根箭雨擦着他耳朵飞过来，砰的定在树干上。石伟一个翻滚躲到树后，抽出春田半自动步枪。对面林子里，杨柏拍了拍凤凰肩膀，凤凰举着弓摇了摇头。杨柏往另一边一指，我绕过去，你配合。凤凰把手往脖子下一横，杨柏直接点头。犯我家者杀无赦，前世奉公守法，最后却被有权有势的人碾成渣。这一世他的原则只有一条，谁敢动他的家人，玉皇大帝来了也得给干趴下。凤凰脸上没一点表情，这一世杨柏说什么他都听，杨柏救了他，给了他一个家，为了这个家死都行。凤凰再次举弓对准石伟藏身的方向，就是一箭。弓箭无声无息，石伟只能躲在树后喊话：末日根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现在走我不动你。凤凰不出声，故意跨出一步暴露自己。石伟一看是个丫头片子，狞笑着端枪就射。春田步枪威力大，子弹打得树干直裂。凤凰握着弓不还手，连腰里的马牌撸子都没掏，他只管给杨柏创造。杨柏已经从另一侧绕过来，快慢机一翻，抬手就是一枪，直接穿透石伟的手臂。石伟惨叫着要掏雷管，杨柏第2枪又到，把他另一只手腕也打穿了。石伟疼得跪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还以为是末日根下的手。杨柏踩着枯叶走到他面前，声音冷得刺骨：石家兄弟。石伟猛地抬头，彻底傻了，面前是个半大孩子，背着快慢机跟魔神似的。另一头凤凰也端着枪对准了他，你是杨柏。他以为杀杨柏跟撵臭虫一样简单，没想到自己才是那只臭虫。石强在那边引开末日根，你在这儿准备炸我家。杨柏看了一眼树上的皮筋和地上的雷管，你们老窝在迷魂谷对吧？石伟彻底崩溃，卫星那个王八犊子出卖我，还想求饶。话没说完，砰！凤凰先开了枪，一枪正中石伟脑门。杨柏回头看他，凤凰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，以后杀人我杀。杨博盯着他，把他盯得低下头，他气不打一处来。我说了，你是人不是工具，我不需要你替我杀人。他救凤凰不是让他当工具当奴隶的，我不怕死。凤凰低着头，你的手不能脏，你应该跟杨叔一样上大学。杨柏沉默了，半晌他叹了口气，打扫战场，到底还是没拧过他。而山外头乌鸦的局已经铺开，镇山北杨见叶于凯一张大网正往杨家头上照，可他们都算漏了一件事，那个背着快慢机进山的半大孩子。凤凰捡起春田步枪，又捡起雷管，杨柏接过瞅了瞅炸石头的，他们跟矿山有钩子。石伟身上搜出子弹和雷管，靴子里藏匕首，鞋垫下还压着36块5。杨柏眼睛一亮，够发工资了。凤凰一愣，杨柏解释你也有份，递钱过去。凤凰皱眉，我不要，先搞定石强。末日根追石强追到一半，发现陷阱，便绕道下山报信。石强蹲在柏树上，瞅见猫头鹰，甩手一刀直接带走。他跳下树捡起鸟，正说晚上烤着吃，突然警觉，朝灌木丛开了一枪，没动静，另一侧却沙沙响。石强转身的瞬间，1匹狼扑上来咬土，他举枪要射一支箭，直接穿肩。3匹狼跟上，石强拔剑扔刀被躲开，他躲到岩石后闭眼听声，沙沙声再起，狼嚎从另一侧传来。石强举枪的刹那，一个小身影从岩石后冒出来，枪口怼着他肚子。石强懵了，眼前居然是个孩子。杨柏抬头面无表情，让他扔枪。石强照做，但袖子里还藏着刀。杨柏直接点破衣袖里的刀，石强人麻了。杨柏让他脱鞋掏钱。石强从鞋底摸出86块和子弹，杨柏收起枪，身后4匹狼却慢慢夺出来。石强慌了，钱都给你了。杨柏冷脸，我说放过你了吗？我家宠物饿了。他故意让凤凰看着，想制止他的心理病。凤凰咬着嘴唇没拦，石强被狼扑倒，惨叫收场。凤凰就盯着看，没闭眼也没转头。杨柏暗叹，自己2世为人，送走人也就送了，凤凰才12岁，怎么比他还稳？杨柏也不管4匹狼在那啃食，招呼凤凰先骑马绕回林场正门，让他带上家伙偷摸回去，自己则直奔王天意院子。王爷爷好。王天意还没反应过来，杨柏已经从他身后跑远了。刚才过去了什么？王天意一摸脑袋，簸箕里少了几株乌头。杨柏揣着乌头溜进爷爷家，简单聊了几句就撤。这回家的老爸问起来，就说在爷爷那聊天。到家门口，果然见杨建军黑着脸等着。杨柏憨厚地说跟爷爷聊天去了。杨建军瞬间内疚起来，觉得自己不该想揍儿子。杨柏回屋，从书包掏出例题，说是欧阳老师给的。杨建军感慨欧阳是恩人。杨柏补刀，爸，等你考上大学再说吧。然后乖巧地说先去学习。杨建军更内疚了，觉得自己不是个好爸爸。他哪知道杨柏回屋就把小白虎赶下炕，翻出瓶瓶罐罐开始炼药，用乌头炼出见血封喉的毒药。饭后分给凤凰，让他抹在箭头上好好练剑，说有一场硬仗。末日根回来和杨建军关上门说话，杨柏和凤凰贴在门上偷听。末日根说王大海没了，
公社主任勾结镇山北，被郭宝山和赵东来抓了人却没了。杨建军放下铅笔，王大海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招了没有。杨柏正纳闷老爸让莫叔查啥，就听杨建军冷冷说了句：“我出钱，你回青龙寨，我需要人手。”杨柏听不清屋里说啥。末日根说完就趁夜赶回青龙村寨。杨柏叼着铅笔头坐在马扎上琢磨，老爸让莫叔回村召集人手，看来他也不是书呆子，知道风雨要来了。不光镇山北要搞事，王家也要对林场下手。王家有权有势，暂时惹不起，但爷爷那边藏着秘密。另一边，延边 F4 领着卫星回到林场。金家兄弟大摇大摆走在宿舍区，卫星只能跟人说是亲戚。金大飞要住他家，还让他办事。卫星把人安顿在自己宿舍，他肠子都悔青了。杨柏雇了4个人盯着自己。杨建军的孩子都这么厉害，那杨建军本人呢？正想着，场部来人叫卫星，金大递给他一张纸条，老板给你的，按上面的意思办。卫星一看，倒吸一口凉气，杨柏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屈高山在办公室批文件，他盘算着靠叶家离开林场进城当更大的官。卫星搓着手进来，屈高山问他一天去哪了，卫星按杨柏教的说镇山北的人也找他了，还发现个秘密，镇山北背后是金沟镇王家。屈高山愣住，猛地让卫星关门。卫星继续输出，王家跟镇山北关系不简单，要针对松林林场，还说王家应该已经知道他们在查镇山北了，让屈高山千万别受威胁。屈高山听完觉得卫星还挺忠心，跟镇山北对接的一直是卫星，关他屁事，他背后可是叶家。卫星直接点破王家会不会知道叶家。屈高山脸色一沉，卫星赶紧补刀，又不是我说的，镇山北自己判断出来的，你让他们害孩子，他们能不清楚？领导，你给镇山北写过信？屈高山眼神闪了闪，信早毁了，回信他仿的是卫星的笔记。他嘴硬，知道又怎样？叶家是滨城叶家，惹急了镇山北和王家都得死。说完派了个活让卫星明天去金沟镇王家。卫星表面硬下低头时，眼神彻底变了。屈高山这是拿他当炮灰，出了事第一个扔，自己被杨柏下毒，全是为他卖命。这一刻，卫星彻底黑化，迷魂谷内骨怀遮天，终年不见光。当地人管这叫鬼打墙，连动物都不进。一个穿黑棉袄的男人叼着药丸，顺着树干刻痕穿过山谷。几间木屋匪徒正喝酒吃肉，墙角蜷着3个抢来的女人。主屋里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正拿钢笔写字，腰间别着2把左轮，子弹码成一排。他抬头，脸筋还挺俊。镇山北手下在外面闹，他淡淡一句全消停了。跑腿的小齐进屋汇报，老大王大海死了，王家有消息了，他们让镇山北狞笑，他们让我就做。王学兵算个屁，军师死了，差事没人办，他让小齐顶上。又问起石强石伟，小齐摇头，还没见着人。军师的狼王被杨家做掉了，他也折在公社手里。镇山北目光幽深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手下知道老大从来不傻，只是有军师在，他乐得当甩手掌柜。现在军师没了，他得亲自下场了。这片山林他要在各族之间游走，夺命猫钱利棍全靠自己。王大海的死讯传开，校长曹瑜在办公室叹气，这世道山林间的犯罪分子太猖獗，像当年的镇山北祸害大兴安岭一样。杨建军拎着土特产来感谢老师，身后跟着儿子杨柏。杨柏眼神闪躲，生怕老爸提算命的事，抢着说校长，我爸就是表达下心意，您务必收下。曹瑜推辞，赵东来突然探头进来。赵东来跟杨建军握手，话里带刺，现在都叫你林场三爷了，威名赫赫，镇山北的人可都认识你。杨建军苦笑，什么三爷？除了杨家谁认识我？赵东来话锋一转，说要找校长帮忙。郭宝山队长立功线索是他儿子郭芳提供的，需要确认行程报告。曹瑜护犊子，你们有问题找大人问，别吓着孩子。赵东来笑着应和，目光却扫向杨柏，你知道镇山北的事吗？杨柏一脸懵，听说过那个狼眼。赵东来追问从哪听说的，杨柏往校长身后躲，学校里都在议论这部犯法吧。曹瑜直接下逐客令。杨建军突然火力全开，镇山北的军师谁不知道？王大海也死了，你们什么时候能有行动？区几个犯罪分子横行多年，到底谁废物？赵东来当场愣住。杨建军是书呆子，但书呆子心里都有杆秤，山林里那点犯罪分子怎么就灭不掉了？当年800万军队都被打没了，东北多少马匪强盗也搅干净了，镇山北才几个人就能肆无忌惮威胁老百姓？这些年你们干什么吃的？不是不重视，就是背后有人护着。曹瑜拍桌说的对。赵东来被怼得脸通红。杨建军火力全开，整天就知道调查，郭宝山还知道抓捕。说完拎着礼物走了，留赵东来在原地反思。杨柏溜回教室，欧阳德正点名。刘云红着脸把香橡皮推过来，杨柏直接扔回去，我不要。刘云委屈的撅嘴，杨柏闭眼不搭理。高永强趁机掏出鸽子蛋献殷勤，刘云正一懵的根本不接。杨柏一歪头，你不要给我。高永强直接破防，我送女神的你截胡了，这蛋真能孵出鸽子？高柱子家养的，1笼6只都下蛋了，下课让他过来。话音刚落，粉笔头精准砸来，杨柏偏头躲过粉笔，呼了杨化一脸。欧阳德又一个粉笔头甩高永强脸上，站起来上课说什么呢？刘云举手告状，老师是高永强拿鸽子蛋勾引杨柏说话的。高永强如遭雷击，明明是你男神抢我鸽子蛋，怎么成我勾引了？高永强门口站着，杨柏好好学习，别瞎打听，你别老告状。杨柏看着门口罚站的高永强，有点于心不忍。刘云撅嘴，我乐意。杨柏闭眼不搭理，半天刘云压低声音，你把橡皮收了，我就不告状了。杨柏伸手一把拿过来，刘云笑得跟花似的。下课，高永强两眼含泪，杨柏踹他一脚，行了，别委屈了，领路。杨柏带着杨化秦虎直奔高柱子班级。高柱子正吹牛呢，看见杨柏差点跪下。杨柏回头踹了狐假虎威的杨化和秦虎2脚，都怪你们，不然老子都能当3好学生。给我弄2只信鸽，1公1母。高柱子哭了，
百哥，那是我家大人的鸽子，我不敢。你要不给我就告诉高永强，你给的那蛋孵不出来。高柱子傻眼了，你还懂鸽子？少废话！杨柏掏出5块钱塞他兜里。高柱子两眼放光，买鸽子的钱，放学给我弄来。百哥，你太好了。高永强凑过来，我给你弄鸽子也给钱吗？鸽子不给，但有件事你认下，我给你5块。高永强狂喜，什么事？前阵子让你们传的消息，你就说是你自己说的，跟我无关。谁问都这么说，问细了就说听你爸讲的。就这，行，先给你1块预付款，下周付尾款。放学杨柏没走，欧阳德紧张了，你不是还有问题吧？杨柏撒腿就跑。门口高柱子正拎着鸟笼子探头呢，2只白色信鸽在笼里咕咕叫。怎么样？高柱子一脸得意。杨柏骑马跟姐姐们回林场，一路说笑。到家先找爷爷报备养鸽子的事，省得老爸不让。杨荣道喝着茶乐了，养鸽子多费劲，要吃烤乳鸽让你关大爷弄。杨柏急了，不行！爷爷哈哈大笑，聊起3叔高考。杨荣道盼着家里出个大学生。杨柏拍胸脯，我爸肯定能上。爷爷等好消息吧。杨柏拎着鸽笼回家，末日跟正教凤凰射箭，凤凰已经能连发4箭，又快又准。凤凰看见鸽子问是不是烤着吃，杨柏赶紧护住。信鸽谁也不能吃。末日跟一脸嫌弃，这玩意也就能吃，回头我给你抓只海东青。杨青扑过来挂在哥哥身上，小白虎跟在后面肉嘟嘟的。鸽子笼一放，杨青伸手逗鸽子，鸽子居然主动蹭他手指。杨柏打开笼子，鸽子不出来。杨青招招手，2只鸽子直接飞出来绕一圈，一左一右落在他肩膀上。我去，怎么不听我的？杨青奶声奶气，大哥你要用心，他们是好朋友。杨柏无语，自己养的信鸽，妹子连训练都不用就驯服了。兄妹俩正说着，远处山林突然传来急促的枪声。深夜森林，8匹狼围着一头野猪，气氛直接拉满。可这野猪浑身是疤，松油树皮混成的天然铠甲，子弹都难穿，这是要成精的节奏啊！杨柏回头时，杨建军已经冲出门，对着末日根说：“刘家里，我去瞅瞅。”末日根递过枪，3爷带上家伙。杨建军抄起家伙，快步离开。杨柏没拦，把信鸽交给杨青，让他喂食。晚上6点多，杨建军才回来。末日根急着问：“3爷啥情况？”森林公安碰上盗猎的干起来了，3盗猎的当场领了盒饭。这几天别进山太乱。杨建军正说着，杨柏却溜下炕，爸，我去二叔家玩。凤凰从角落拎出个包跟着跑了。2人根本不是去二叔家，而是趁机上山。杨柏和凤凰发出狼嚎，7匹狼立马从各处窜出来，晃着大脑袋讨好的看着杨柏。找狼越多越嗨，都给我撩过来。凤凰，咱们也搞点陷阱。杨柏准备收拾镇山北，也怕外人闯进林场，打算在家附近布防。凤凰担心老大天太黑了，你能看清吗？放心，挖坑埋线。还有这些药瓶子都埋下去。对了，雷那玩意儿呢？你还要那个？凤凰小脸发白，觉得要有大事，整一根我看以后谁敢来。杨柏咬着小白牙要守护自家。凤凰抽出一根雷管，小心递过去。这时1匹狼跑回来，身后跟着头母狼，毛发几乎全白。杨柏惊讶，正好壮大狼群。母狼沿山路嗅着直哈气，月光下灌木丛里有东西在滑。杨柏打个响指，7匹狼瞬间冲出去。凤凰也举起弓箭，灌木丛里窜出来一头70、80斤的野猪，獠牙在月色下翻着。7匹狼和新母狼一起狼吼，野猪却毫不畏惧，眼里泛着绿光，这会吃过人肉，小心！杨柏见人熊都没慌，这会儿却后退几步。凤凰举着弓箭，杨柏摇头，野猪身上有泥巴，松油树皮混成的盔甲，子弹都难穿。凤凰瞬间想起末日根的话，铜皮铁骨的野猪，在猪群里算战将级别的，7匹狼未必好使。杨柏耸耸肩，指了指旁边的大树，先上去。我不会。凤凰低头有点不好意思，爬树可是猎户第一技能，莫叔咋教的？来，我教你。杨柏拿绳子打了个倒八字，套在脚上，双手抱树，手脚交替蹭蹭就上去了。凤凰学着弄好绳子，一使劲也爬上去了。先解决这头野猪。你弓箭厉害，但锁定野猪眼睛需要机会。杨柏没掏家伙，反而朝狼群吼了几声。8匹狼瞬间开冲，公狼先扑了上去，野猪冻得贼，獠牙直接贯穿了狼嘴，头狼当场领盒饭。剩下的狼围着野猪嘶吼，野猪根本不怕，歪着头盯着树上的两人。凤凰举着弓箭，一直找不到机会。杨柏再次下令7匹狼只围不攻，野猪猛地低头冲起来，那架势摧枯拉朽。就是现在！杨柏拉动绳索，野猪被陷阱弹到半空，一颗石头飞过去砸中猪腿。凤凰一箭射出去，定在野猪脸上，却没中眼睛。野猪惨叫翻滚，7匹狼冲上去撕咬肚子，又被獠牙逼着。凤凰手心全是汗，再次举弓，我瞄不准。心静下来，慢慢呼吸。杨柏教了他一套3短1长的呼吸法，能让人快速冷静。我好像看到了。凤凰觉得野猪的眼睛变大了。杨柏再次命令狼群进攻，专攻眼睛。野猪晃着脑袋朝树这边冲来。杨柏冷笑，还有陷阱等着呢。地面裂开，野猪被迫放弃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嗖一箭贯穿野猪左眼，野猪惨叫落地翻滚。杨柏直接从树上跳下，拔出龙鳞扑了上去。不吃右眼也被贯穿，野猪倒在血泊里不动了。凤凰震惊的跑过来，一下子就解决了。当然我抹了特制的东西。杨柏掏出斧头递给凤凰，先把脑袋砍了，脑袋不能吃，其他部位留着，明天可以整一顿红烧肉。可咱们不是说去二叔家玩吗？那咋了？就说二叔送的。杨建明家东屋，老爷子杨荣道盯着王天翼给老二换药。杨建明压低声音，爸，王家那边有消息了，王大海没了，应该是王学兵干的。杨建明脸色涨红，他们要矿山，还跟镇山北有联系，咱们得反击了。杨荣道看了眼老二受伤的胳膊，可你现在这样，矿山那边只能先放着。大哥呢？去了镇上说孩子要考试，他是想跟王家和谈。杨荣道语气平静，他乐意接触就接触，只要不出卖家族就行。杨建明急了，怎么可能和谈？杨荣道没接话，突然问，你觉得老三怎么样？杨建明愣了愣，认真道，老三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就是书呆子，
现在敢打敢听，咱家骑手好多都认可他，那就把你的人交给老三。杨荣道说的人是矿山隐藏的暗骑手，杨家子弟组成的军事化力量，矿山就是为了训练他们建的。爸，你真确定了？当然，老夫忍王家太久了，勾结镇山北一群瘪犊子，真以为有点权力就能为所欲为。当年我们杨家可是抗联出身。杨荣道冷笑，老三要是考不上大学，矿山就交给他，以后林场你来管，老大给他笔钱让他在镇上待着。杨建明眼都亮了，早就等这一天了。杨荣道站起身，一个人朝杨建军家走去。刚到门口，就听见院子里传来杨柏的声音：“真是我二叔送的，爸，你赶紧收拾，一会儿就冻上了。”杨荣道一愣，老二送啥给杨柏了？推开院门，一眼就瞅见那头无头野猪。杨建军连忙解释：“二哥送的，这么大一头给我干嘛？该送您那儿去。”杨荣道看向杨柏，杨柏硬着头皮挤出一个笑：“是二叔送的，骑手叔叔在山上打的。”呵呵，孙子。杨柏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声孙子听着味儿不对。你知道我从哪儿来吗？我从你二叔家来。杨柏直接社死，完犊子圆不回来了。就在他放弃抵抗准备躺平的时候，杨建军还补了一刀：“把二哥没给您。”呵呵，给了没要？杨柏一愣，惊讶地看着爷爷。杨荣道没揭穿他，只是让杨建军进屋谈谈。杨柏想跟进去，被一句你在外面怼了回来。杨柏急得抓耳挠腮，刚要派小白虎进场，杨建军就出来了。杨柏问爸怎么了？杨建军摇摇头，神色复杂：“你爷爷找你进去吧。”杨柏硬着头皮进屋，恭恭敬敬沏了杯灵芝茶。爷爷喝茶。杨荣道坐在炕上，嘴角挂着神秘的笑：“先不喝，咱爷孙聊聊。”杨柏决定坦白从宽：“爷爷，我错了，野猪是我和凤凰打的，你俩这小身板能打猎？”杨柏眼珠一转：“凤凰跟末日根学的，我跟老爷爷学的。”老爷爷？杨荣道瞳孔一缩：“老爷爷不让我说，他说我这么小出事了，千万别提他。”杨柏狠狠掐了把大腿，疼得眼泪直飙。杨荣道连忙安慰：“什么老爷爷，你有师傅了。他教我本领，戴着熊皮帽子，虎背熊腰，腰上系着金黄色带子，头发盘着。”疼的一声，杨荣道直接下了地，满脸震惊：“你在哪见到的？是不是这么高？”他所过之处，野兽都趴在地上。那我不清楚，但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身后好像有大蟒蛇。杨荣道如遭雷击，整个人都懵了，嘴里嘀嘀咕咕：“不会吧，山神选中我孙子了？”大兴安岭有个传说，山神是统领群山的智者。杨荣道眉头紧锁，自己孙子竟被那位大佬选中做传人。他眼神复杂地盯着杨柏，低声呢喃：“他也该有传人了。”杨柏瞄到爷爷，眼里满是不舍，心里嘀咕：“拜个师而已，至于吗？爷爷和山神到底啥关系？”杨荣道一把抱起孙子，郑重叮嘱：“这事别说，连你爸也别告诉，以后他让你干啥必须跟我说。”杨柏懵懂点头，心里却门清，前世山神只教了半吊子吐纳，这里头肯定有大瓜。爷爷好像知道内情。临走前，杨荣道摸摸杨柏的头：“杨家子孙不容易，好好学本事，将来你或许能逆天改命。”杨建军看着父亲背影，暗下决心：“爸，我明天就去矿山。”杨柏一听，脑袋更乱了，爷爷让老爸去矿山干啥？这剧情咋越来越迷？晚上杨柏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凤凰的小手突然伸进他被窝，轻轻拍着他。杨柏眼皮一沉就睡了。第二天，杨柏进教室就听高永强跟秦虎杨话巴巴爆料：“劲爆吧，有关部门联合抓捕镇山北，已经有线索了。”杨柏站到了高永强身后，一只手搭上他肩膀：“这我位置。”卧槽！高永强对上杨柏，眼神直接怂了：“柏哥，我错了。”“错啥？说说镇山北在哪？”“老蛙山，我爸说公社有人在那儿见过他。”杨柏倒吸一口气，不应该在迷魂谷吗？怎么跑老蛙山了？正想着，刘云娇低低的声音传来：“杨柏，让我进去。”明明旁边能走，他非要从杨柏这边进。杨柏痛快让座，还顺手给他拉了拉凳子。刘云脸更红了。杨柏压低声音问：“你爸知道镇山北的事不？”刘云有点怕，说镇上都说镇山北会吃小孩，但昨天确实听见他爸在打电话说这个。高永强又不服气了：“柏哥，我都说了，公社领导都知道。”杨柏隔着刘云看他：“赵所跟你谈啥了？”“就按你说的，我说是我从别人那听来的，但我忘了。”“刀郎，中午请你吃红烧肉。”高永强一愣，刚要嘚瑟，上课铃响了。杨柏闭目养神一节课，下课铃一响，嗖的就没影了。刘云等人面面相觑，他以为放学了，不能把书包都没拿。高永强精准判断尿急，杨柏压根没上厕所，直接在厕所蹲郭芳。果然郭芳进来了。郭芳，马德滚一边，看清是谁后秒怂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杨柏堵住他，我就问你件事，你爸是不是也知道镇山北的下落？郭芳眼神一转，你也知道了？柏哥，我也是偷听到的，我爸要出任务了，公社出民兵和联防队配合公安，就在老蛙山发现镇山北的窝点了，侦察兵都派出去了。杨柏神色一变，转身就走，直接逃课。现在他确定老蛙山的情报是陷阱，必须通知公安，但不能暴露自己。杨柏直奔江边黑市，推开木屋门，摊主老黑拎着水桶出来，认得这小孩。老板，我要发任务，找哈拉，他下午才来，我出50块。杨柏掏钱，任务简单，在黑市上传镇山北在老蛙山。老黑瞳孔一缩，慢慢蹲下烧水，不要钱，我帮你传，但这消息是真是假？假的。老黑挑眉，假的你传，你别管，镇山北不在老蛙山，就算在也是他故意留的线索。行，我帮你传，现在就让更多人知道。杨柏松了口气，多谢。别谢，你身上有虎威，我知道你背后有人，赶紧走。杨柏翻墙回学校，刚好赶上体育课，扶着秦虎大喘气：“柏哥，你逃课了？肚子疼不是上厕所了吗？”公社会议室，刘百川正领着干部开会：“咱们要配合公安维持山林秩序。镇山北这伙匪徒极其凶残，我提议。”话没说完，外面有人敲门：“支书，我知道镇山北的下落。”公社正开会，秦虎老爸秦大宝突然闯进来：“支书，我刚去集市，听卖狗皮膏药的说，镇山北那帮坏蛋就藏在老蛙山。”刘百川一愣，还没缓过神，王寡妇又抱着孩子冲进来：“支书，我也听说了，
采药的说镇山北在老蛙山。刘百川脸色沉了，这么机密的事怎么满大街都知道了？他当即带人去找赵所。与此同时，镇上供销食堂包间里，王学兵正啃着猪蹄，手下献媚三少师都办妥了。于凯那边已经派人去老蛙山，今晚就行动。王学兵却闷闷不乐，老爸有事瞒着他。三少不高兴，宏村那边有个漂亮女知青要返城，手下挤眉弄眼。王学兵刚来了兴致，就听门外服务员议论镇山北在老蛙山。王学兵手里的猪蹄子直接扔了。按照计划，镇山北要在老蛙山干掉于凯。现在全城都知道了，还搞个屁！手下出去一打听，回来脸都白了。三少镇上到处都在传马德要出事。果然，于凯接到消息后直接取消了行动。刑警队里一片死寂，于凯满眼血丝，2天2宿没合眼。赵东来带着刘百川等人赶到，一针见血，我们被镇山北完了。老蛙山的巢穴是他故意让咱们知道的，有人故意放出消息，就是为了让我们取消行动。传出这个消息的人知道镇山北真正的下落，咱们被人完了。消息越传越邪乎，传到迷魂谷直接变味，愣是说镇山北主动投案求宽大处理。镇山北坐那笑而不语，齐双等人眼神飘忽，任务取消。齐双试探问老大老蛙山还去不？镇山北笑容一收，看来有人背刺咱们，说吧谁干的？目光如刀扫全场，众人吓麻了。有人嘀咕齐双出去过，齐双当场拔刀要拼命。镇山北拦下，不可能是他，心里门清齐双要是有问题，迷魂谷早被条子端了。问题出在王家，告诉他们这次老子要金子，还要一个身份。镇山北眼神逐渐阴狠，剩下的事我来解决，不就是引开条子吗？邪恶笑声里，其他人默默低头。老大要开刀了。金沟镇王家王云木吐出一口灰雾，有人被刺了，我们这个人必须挖出来。对面乌鸦背手皱眉，山上传来话要黄金和身份，其余他搞定。王云木笑得意味深长，给了他身份反而更好拿捏。出了山他算个啥？乌鸦点头，又问松林林场的事。王云木终于开口，先答应利用曲高山把咱们的人塞进林场。他抬头，嘴角弧度诡异，咱们这要改革了，这是咱们的机会。天要变了。乌鸦皱眉，引入烟雾。王云木大笑，被呛得咳嗽，等着吧。从金沟镇到松林林场都是我的。还有杨荣道，你们杨家捂着的秘密那是给老子的。放学了，杨柏瞥见远处山林又飘起红布，像旗子一样勾人。刘云跑出来支支吾吾想跟他一起走，话一出口就捂嘴，你没有妈妈，但我的妈妈。杨柏耸肩再见，潇洒转身，趁他内疚抄近路钻进山林。木屋外，金二和金四正拿匕首刻门牌。杨柏问卫星咋样了？卫星去了金沟镇，是曲高山安排的。王家手里有曲高山勾结镇山北的证据，拿这个拿捏他。按卫星的说法，王家想让曲高山服软，把人塞进松林林场。曲高山也想拿回证据，顺带给王家点颜色看看。金二金四你一句我一句，磕磕绊绊复述。杨柏摸着下巴，活脱脱老狐狸，乱王家到底有啥证据？一封信，曲高山模仿卫星笔记写的，那玩意儿没用。杨柏摇头，真正要命的证据是镇山北本人。曲高山勾结他私吞国有资产。打个比方，镇山北下山弄一批货，曲高山报上去敢写10批，这帮人嚣张的本事硬得很。太黑了，金四嘀咕。卫星被当枪使，心里憋着气，正好我能用。对了，我弄了几只信鸽，明天带来，再给你们搞几把家伙防身用。杨柏掏出5块钱递过去，买点好吃的。俩人感动的不行。延边 F4从小被人当白痴二流子，只有杨柏把他们当人看。望着老板背影，两人眼里泛着水雾。谁对我好，我就拿命还。杨柏骑着小红又回到黑市，哈拉和老黑正唠嗑，见他回来，俩人同时一愣。杨柏指了指哈拉，我找他。哈拉笑着让老黑去隔壁待着。小山神想要啥？他已经知道杨柏要给镇山北下套。哈拉有亲戚折在镇山北手里，希望那家伙消失，想搞点家伙，还有引爆管。没问题，你要多少？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那得看你有多少票子。4把撸子加子弹，引爆管越多越好，矿山用的那种。撸子51把，子弹白送。引爆管1根10块，我手头只有10根，全要了。杨柏眼都不眨。等一下，哈拉不好意思了，引爆管我没凑到，但我有一箱手头装置，鬼子用的那种，保响1箱18个，不要钱。杨柏当场站起来就要走，是不要钱，那比钱更要命。我只要镇山北消失。哈拉把积压的恨全倒了出来。那帮畜生抢资源，杀人越货，霍霍村子里的妇女。哈拉双手合十，朝着杨柏拜了拜。只要他消失，这箱我白送。杨柏眯起眼，他会消失，成交。杨柏刚走，老黑就窜了进来。你刚才拜的是山神，那孩子是山神的。老黑激动的直捶胸口，他欠山神一条命，他缺的东西我有，我准备好。杨柏到家偷偷让凤凰晚上把私房钱拿出来，光靠这点不够，得搞钱卖灵芝。关着门鼓捣毒药，忙到吃饭忘了洗手，吃完肚子疼了一晚上。凤凰心疼，泡了碗白糖水。7点半，杨柏摸黑出门，先去爷爷那换了灵芝，进账360块，又去王天一那买了点药材，转身进山。另一边，杨建军也进山了。山林里列着8匹马，关刀领头，杨家骑兵为护家族而建的战士。杨建军骑在马上，今天我去矿山，你们去训练。他顿了顿，我以前脱离过家族，你们不少人瞧不起我，那我用以后的行动证明。今晚只有一个任务，金沟镇王家。关刀愣了。杨建军解释，金沟镇郊外那个赌坊是王家在管，咱们先把这拔了，让王家的烂事见光。要是能逮住王山，更是实锤，到时候直接让公安抓人。关刀等人面面相觑，就咱们这几个。那赌坊3重院的院墙2米多高，骑马根本冲不进去。杨建军笑了，不止咱们，青龙村寨的猎户也来了，翻墙的是他们来。关刀一愣，信得过吗？杨建军翻身上马，声音沉下来，今日谁和我奋战，谁就是我兄弟。为了杨家出发。书呆子身上竟爆出几分气场。林场里，杨荣道站在木屋门口，望着队伍远去。老三，别让为父失望，想太简单了，先试试吧。杨柏从山里回来，打着哈欠，身上沾着狼毛，一晚上又收了3匹狼，狼群凑到了10匹。到家看见末日根站在门口，杨柏问我爸呢？
出去了，晚点回来。下半夜，杨建军的声音在门口响起，老莫成了赌方端的人，也交给联防队了。王家有6名子弟落网，这回够他们喝一壶的。末日根也激动，阿拉那帮猎户手脚利落吧，多亏了他们。杨柏在屋里听着，心里叹气：老爸，你太天真了，抓了人就结束了。王家哪有这么简单？不知道几点，外面突然传来喊声：老三出事了！关刀咬牙，昨晚抓的人全放了。赌方搬空了，所有人改了口供，什么都不认。杨建军瞬间傻眼。王大国低头看清怀里那东西，笑容直接裂，连滚带爬往车外蹦。3少手榴弹，杨建军瘫在炕头，整个人都 emo 了。明明把人交给联防队，王家那几个赌钱的凭啥全放了？自己带杨家兄弟冒这么大风险图啥？西屋杨柏耳朵支棱着，眼神贼亮。老爸还是太单纯。杨柏穿衣服想起还得去黑市送信鸽，他蹦进老爸房间，笑得灿烂。今天不上学，约了同学出去一趟。行。杨建军转头对关刀说：“我去找赵所，必须给个说法。”关刀轻声道：“老爷子意思先放一放，已经打草惊蛇了。不过起码让王家知道咱不好惹。”俩人正说着，杨柏伸手咋了？打蛇要打7寸，爸你别乱想，得找弱点。蛇有7寸人呢，当差的呢？杨柏话里有话，当差的弱点就是位子。可惜杨建军和关刀没听进去。凤凰做好饭，杨柏扒拉几口，披上棉袄就出门。杨柏怀里揣着鸽子笼，怕鸽子冻着，外面还裹了小棉被，骑马直奔木屋。金二和金四正下挂面，还握了鸡蛋。金四听见动静，猛地抬头，鸽子！他斜着眼跑出去，对着窗户上的鸽子咯咯叫，还真像那么回事。鸽子歪着头跟他交流：“老板，你太好了，我一定好好养。我家还有1只来回用。”吃完饭，杨柏领着俩人往黑市走。周日黑市不开，但杨柏跟哈拉约了在这交易。到地儿一看，黑贝正蹲门口啃骨头。老黑看见杨柏来，满眼激动，拜见小山神。杨柏惊了，哈拉把老底都抖出来了。小山神，货都备好了，你告诉我在哪，我亲自送。杨柏没让老黑送货，转头看向金二和金四：“我有人。”黑老板，你准备了啥？老黑一笑，让出身位。哈拉正蹲木头箱旁边清点，4把黑心手枪加200发子弹，还有雷管。箱子后头藏着个绿箱子，印着模糊数字，是抗战留下的1箱手榴弹。另一边麻袋里雷管、炸药外加3颗地雷。杨柏探头：“这么多，老黑知道您身份，非要准备，都免费。”杨柏惊讶看他一眼，抱拳道：“以后我叫你黑大爷。”哈拉老爷爷，我一定不负所托。老黑激动坏了。杨柏介绍金二和金四：“我的人显族汉语不大行。”老黑会点显族话，跟俩人聊上了。哈拉问小山神：“这批货你打算咋整？”“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你们要帮忙就帮我搜集王家情报。”老黑插嘴：“王家没好人。”小山神：“放心，王家情报包我身上。”杨柏不多说，让人扛箱子，手榴弹和雷管放小红背上，先把家伙事儿弄到木屋。金二金四拿着黑心手枪就开始瞄，会吗？我教你们。杨柏卸弹夹上膛，重新装弹，俩人学得飞快。后山摆瓶子，俩人出枪，砰砰2发全中。杨柏愣了，这俩人枪法天生这么准？上帝给他们关了脑子的窗，开了站立的门。杨柏让两人把剩下的枪交给金大和金三，又叮嘱了一遍下一步计划，才骑上小红回家。正往林场方向走着，身后传来突突突的拖拉机声。杨柏往旁边让了让，结果发现是金沟镇的车。王学兵坐在副驾上，车斗里还蹲着3个古军大衣的，正对着聊天。两人目光对上的瞬间，杨柏心里一紧，该不会认识我吧？听王学兵喊住车，小孩老林场还有多远？杨柏眨眨眼，装出害怕的样子，手指反方向，你们走错路了，那边才是，走这边绕老远了。王学兵让司机赶紧倒车，不能抱我来过。车斗里有人嘀咕，走错了。杨柏一拉缰绳，小红撒腿就。身后传来王学兵得意的笑声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杨柏暗骂一声大傻帽，加快往家赶。爷爷屋里，大伯杨建业正拿着报纸跟老爷子杨荣道画饼。国家允许个人做生意了，咱得建木材厂跟金沟镇县城做生意，矿山该转就转，好好发展家族生意不好吗？杨建军听不下去了，大哥，木材现在全国管控，价格便宜得很，国营厂遍地都是，建木材厂不得赔个底掉，矿石道有可能开放后各地都缺。杨建军直接点破，大哥想转给谁？王家吗？杨建业当场翻脸，老三王家怎么了？给钱就行。杨柏瞅准时机推门进去，爷爷我半路碰上王家人来领场了，好像就是那个王学兵。屋里瞬间安静，杨荣道心里门清，老大想做买卖他不拦着，只要不拿家族利益去换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该走的路。老大，王家人来干什么？杨荣道抬起眼皮，目光冷了下来。杨建业有点慌，他当然知道王学兵一大早就让他先回家通个气，待会儿要正式上门谈。杨建军一看大哥这表情，瞬间明白了，大哥，王家人是你让来的。杨荣道看着杨建业，你知道却不说，你想跟谁做生意我不管，但矿山转让给王家不行。杨柏拽了拽老爸的袖子，轻声提醒大爷，打赌输了答应您一件事。杨建军一拍大腿，对啊大哥，你上次输了答应我一件事对吧？我让你答应我矿山不许转让。杨建业被盯得低下头。杨荣道补了一句，杨家人一口吐沫一个钉，老大别让我失望，我知道了，矿山不转让了。杨柏暗笑，这局成了。外面突然传来喊声，老爷子，王家来人了。杨柏一愣，不是把人骗走了吗？这么快就绕回来了？他哪知道王学兵半路又问了个路人，才发现被小孩耍了，气得让司机油门踩死，直奔林场。关刀带人在门口拦着，王学兵坐在拖拉机上撇嘴，旁边一个红脸男子冲关刀笑，正是昨天赌方管事的王大国。刀哥让他们进来，杨建军走出来，是老爷子的意思。杨建军一眼看到王大国，怒火上涌，王大国却嬉皮笑脸，这就是三爷，听说你跟女知青跑了，我也好这口，哈哈。话音未落，杨建军身后突然飞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精准落在翻斗车里。王大国低头一看，笑容手榴弹，连滚带爬往车外蹦。3少手榴弹，这波操作绝了！儿子扔出手榴弹，老爹直接肉身挡，结果王学兵吓得跟条2哈似的窜下车，司机也秒变摆，安来哈。
拖拉机上一群人连滚带杨家骑手正猛圈，关刀眼尖一眼瞄到了卧底，众人慌得一批疯狂后撤。杨建军当场石化，心里憋屈到炸，谁特么扔的要同归于尽？下一秒身后传来奶声奶气的一句：“把我扔的！”杨建军魂都快吓飞了。儿子啥时候在车上？来不及多想，他直接往上扑，想用身体硬扛。杨柏看着老爹全成一团往前冲，心里一暖。前世就这样平时怂成狗，关键时刻永远第一个挡在前面。关刀和骑手们也红了眼三眼。就在所有人以为要玩完时，杨柏大喊：“罢假的！”杨建军一愣，低头一看木头疙瘩训练弹，他满脸无奈。众人这才发现是虚惊一场。关刀一把薅住杨柏衣领，这能开玩笑？再看王学兵那帮人还趴在地上抖成筛子。杨家人笑出鹅叫，就这点胆。王学兵爬起来发现被耍脸都绿了，尼玛设计我！王大国刚骂了句瘪犊子，杨建军反手一巴掌骂我儿子，冲我来！杨家人瞬间掏家伙，超粪叉的超粪叉，把王家围了个水泄不通。王学兵气得咬牙，你儿子骗我们绕路。杨建军挑眉，那又怎样？眼瞅着要开干，杨建业晃悠悠走出来，别动手，老爷子说了放他们进来。杨建业挤出笑容对王学兵抱拳，三少先进来说，别跟孩子一般见识。王学兵邪笑，杨大哥你这兄弟太莽了，我先记着，回头你好好说道。还有这孩子欠打。他斜眼看向杨柏，杨柏也歪头看他，嘴角慢慢上扬。前世这人横行乡里20多年，这是别想再祸害人了。王学兵一愣，懒得搭理，招呼王大国进屋。关刀把杨柏放下，杨柏跑到老爹身后小声蛐蛐，爸你看大爷，要是没你他都要跟坏人称兄道弟了。杨建军瞪他，别乱说，那是你大爷。木屋里王学兵抱拳，老爷子精神不错啊。王大国把一斤桃酥往桌上一扔，跟打发叫花子似的。杨荣道摸着胡子面色平静，王家三少怎么有空来你父亲还好？好着呢，听说你家矿山要转让，这是好事，给我就行。王学兵一屁股坐下，霸道的很。杨荣道看向杨建业，有这事？杨建业尴尬的不行，不转让了误会。杨荣道点头，算老大识趣。三少白跑了，这矿山名义是我们管，实际归公社，不可能转让。王学兵脸色一变，盯着杨建业，玩我呢？王大国当场炸了，杨建业你一家可都在金沟镇，这话明摆着威胁。杨建业也怒了，家里不同意我能咋办？跟我吼什么？杨柏躲在老爹身后小声分析，看吧，大爷被利用了。王学兵来这肯定还有别的事。王学兵压住火，转向杨荣道，老爷子，归公社更好，回头建个国有铁矿场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杨荣道笑了，当然同意，矿山本就该归国家，但我忘了说，矿场有一部分是杨家祖地，那块归我们家。王学兵明白了，这老狐狸在溜他。杨家有小林场还不够，矿山交给我承包怎么样？他拍着胸脯志在必得。不行，杨建军直接打断，我家的铁矿不包。王学兵邪笑瞥了杨建业一眼，杨建业立刻怒斥，老三没你说话的份，矿山我负责安全，二哥养病我也是负责人之一。杨建军寸步不让，现在运不出去，熬过今年就好。矿山不对外包，别起这条心。王学兵目光凶狠起来，老爷子你也这意思？杨荣道点头，自家经营就行，老大送客。杨建业无奈只能请人走。王学兵彻底撕破脸，1周时间矿山我要定了，这是给你们的机会。王大国跟着嘲讽，一群土包子，信不信我停水停电困死你们？杨建军冷声说，这话我可以报警。王学兵笑了，你昨天带人砸了我的场子，就凭你们。杨建业急了，老三你凭什么去抓赌？我还要做生意，孩子还要去市里念书，大哥他们差点害了二哥。杨建军也火了，王山不是王家人，三少跟我说了。杨博在旁边直摇头，霸太刚大爷纯大冤种。杨荣道刚要阻止争吵，轰地面震动，天边传来沉闷巨响。杨柏猛地回头，矿山，硝烟从矿山方向升腾而起，矿山出事了。关刀冲出去，快打电话！有人冲出去，半路就折返了。炸矿的有人把矿炸了，刚硬刚完，王家矿就被人端了，这波玩的也太脏了。杨家铁矿山体被炸出狰狞裂口，矿洞塌陷，炉子炸毁，铁轨掀翻。幸亏杨建军提前让矿工放假，否则几十条人命全得交代。骑手跪地怒吼，有人炸了矿山，镇山北的人干的。杨建军转头，目光如刀刺向王学兵。王学兵一脸无赖，看我干嘛？我一直在这，有证据吗？你们得罪了谁，自己心里没数？王大国跟着叫嚣，来啊，冲我来！杀人犯法知道不？杨建军要冲上去，被杨建业拦住。杨建军一把推开，大哥你还信他？他们王家一直想要矿山，我说了别诬陷。王学兵冷笑，够了！杨荣道终于爆发，原本苍老的脸上青筋暴起。王三少你做得很好，现在请你滚，回去给你家带句话，当别人是蝼蚁也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他转头看向杨建业，一字一句，你想做生意我不拦着，但要跟王家做生意就给我滚出杨家，我只当没你这个儿子。杨建业冷汗直流，浑身僵硬，关刀直接掏出匕首，给老子滚，不滚就拿命来换。王学兵脸色铁青，从没人敢这么跟他叫板，但看着杨家这群人红了眼的样子，他咬了咬牙，行，你们杨家等着，从来只有王家欺负人，没想到今天被人撅了面子，这笔账他记下了。林场外联防队刚到，郭宝山骑车狂喊矿山咋炸了，杨荣道直接撕破脸让王家滚。王学兵冷笑，走着瞧。王大国对关刀比了个割喉动作，杨家顾不上他们，赶紧去矿山。郭宝山打听清楚是镇山北炸的，还提到奥布村。关刀建议通知公社别乱来。杨柏问老爹镇山北为啥提奥布村，老爹让他老实待着，结果杨柏反手溜去马厩，骑上小红抄近路往金沟镇追。五路上王家拖拉机扬起一片沙尘。王学兵骂路太脏，王大国舔狗附体，杨家那帮土老帽敢动咱家产业，直接给他们毁了。王学兵想留杨建业当傀儡，又问起他儿子和漂亮女儿，
听说是个初中生，眼睛直接亮了。就在这时，山路上一声马鸣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飞进翻斗。王大国还嘴硬，又是训练弹吓唬谁呢？王学兵看见冒烟，当场慌了，这不是训练弹拉着司机就……轰的一声，王大国的被炸飞。王学兵拿司机挡着嘶吼：“杨家你们太狠了！”山路上，杨柏蹲着又掏出一颗手榴弹，冷冷道：“没死，我看你死不死！”再次扔了出去。王学兵抬头看见又一颗飞下来，直接破，一把推司机去挡，自己懒驴打滚滚进土沟。爆炸后，司机倒在血泊里，王学兵撅着屁股在沟里狂爬，彻底怂了。杨柏摸摸兜，手榴弹没了，又掏出快慢机弹，角度不行，远处有人来了，只好放话：“王学兵，你等着，感动我家人。”转身骑小红跑回林场。到家后，杨柏嘱咐凤凰，等信哥回来绑上纸条，就说我一直在家学习。妹妹杨青来问鸽子少了，杨柏糊弄说去送情报了。末日根听到狼嚎警觉起来，杨柏赶紧溜去学习，心里盘算2颗手榴弹弄死王大国等人，可惜跑了王学兵，公安肯定来查，但手榴弹是黑市货不怕，爷爷忍太久，反抗就得让王家知道杨家也敢动手。果然下午2点，刑警于凯、赵东来、公社刘百川全来了。王学兵报了警，矿山爆炸加上路上被袭，2件事连起来，矛头直指杨家。杨荣道听说王学兵被炸，当场震惊，用手榴弹怎么可能？于凯问训练弹的事，杨荣道说是孙子杨柏的。杨荣道冷脸表示随便查，配合到底。人走后，杨建业小声问父亲：“会是老三干的吗？这是犯罪啊！”杨荣道让他闭嘴。这时杨建明拄拐推门进来，双目赤红：“爸，如果真是老三干的，不能交出去，就说是我做的，老子早想弄死他们了。”矿山一片狼藉，杨建军正带人搬碎石，手套磨破了还在扛。于凯、赵东来和公社刘百川来了。于凯先问伤亡，得知没有才松口气。关刀主动说一直跟杨建军在一起，联防队也作证。杨建军手套磨烂了，明显干了很久。于凯排除了他的嫌疑，却说王学兵回镇路上被人袭击，王大国等人全死了，关刀等人惊了，咋死的？于凯说是手榴弹。杨建军懵了，我都没见过真家伙，就我儿子玩过训练弹。工人交代炸矿的是镇山北，临走说要去奥布村。于凯立刻串联，奥布村那边皮草交易用黄金支付，镇山北就是冲着这个去的。杨建军暗想，如果能抓住镇山北，让他供出王家，王家就完了。他和关刀对视一眼，决定也要掺和。刘百川分析，3天后达斡尔族大集，镇山北很可能动手。于凯急着下山汇报，赵东来却喊住杨建军：“你得跟我下山问问你儿子，其他人不许离开矿山。”晚上6点，一只信鸽落进杨柏家后院。凤凰接过纸条，是卫星写的，去高山跟王家要做交易，地点在韩岭。王家想把手伸进松林林场。杨柏盘腿做完晚课，接过纸条，直呼王家手也太长了。他琢磨着前世记忆被自己改了。凤凰问要不要回信，杨柏说明早再说。这时杨建军带着赵东来回家，杨青奶声奶气给老爸倒水，还踢了小白虎一脚。赵东来一看真养了老虎，说要登记。杨青说哥哥一下午都在用功学习。赵东来又注意到凤凰这女孩冷冰冰的，脸在灯下惨白。杨建军直接说我干女儿。凤凰低头攥紧衣角，心里暖了。进屋后，赵东来问训练弹的事，杨柏早想好理由，就一个，从学校体育仓库找出来的，那是练扔铅球的代替品。杨建军让儿子拿出来。赵东来看着杨柏，觉得这孩子像个小狐狸，心里嘀咕，自从杨建军回来，林场好多案子都跟这儿有关，但他只是神秘一笑。赵东来又盘问了几句，杨柏全程装傻，反正他就是个小学生，谁能怀疑他扔手榴弹？但赵东来总觉得不对劲。建军同志，你们杨家确实被怀疑了，这2天写份材料，从王学兵走后你去矿山干了啥，包括杨柏的事都写上。杨建军点头。赵东来走后，杨建军回头问儿子，杨柏装好奇，谁死了？被老爸一句小孩别打听对回去。杨柏让凤凰去听强根，得知末日根要回村调人，老爸要去奥布村抓镇山北。杨柏脑子一转，王家约去高山在韩岭交易，想借镇山北这把刀，一箭3雕，动杨家，动公安，动去高山，说不定一箭4雕，连镇山北也要坑。杨柏连夜写计划，缺人手。晚上10点多，杨建军回来，杨柏关心老爸，说明天别急着走，让校长曹宇给算一卦。杨建军居然同意了。第2天，杨柏顶着黑眼圈上学，被2个姐姐看见，他装病说要去王爷爷那看病，姐姐们热心帮他请假，还说不会问家长。杨柏立马骑上小红直奔黑市找老黑要地图。老黑一脸懵，上午就来，挣钱太积极了吧？杨柏翻白眼，我还是个孩子，想要张地图咋了？这地图不要钱。老黑话音刚落，杨柏撒腿就跑，他得赶在所有人之前摸清山里到底来了啥。老黑从包里掏出一张发黄旧地图，上面有鬼子文，但大部分是汉语。就这一张，30多年前的图，好些地名早没了，但老洼山、矿山、奥布村、韩岔还在线上。还有小路，穿过河沟直插奥布村，大爷真有。对，黑瞎子路。大爷这图对我太重要了，多少钱？不要钱。话音刚落，杨柏转身就跑。我有事。老黑冲他喊，那路是捷径，但很危险，这么多年了，可能还有熊，你小心点。杨柏跑回家，正撞上收拾行李的杨建军。爸，校长给您算了，包卦上艮下坤，山在地上，地动山崩，大凶。杨柏纯忽悠，只听说过包卦，没想到杨建军真懂易经，剥卦剥落之意，大凶之象，去奥布村会有血光之灾，甚至天崩地裂。又是陷阱，镇山北疯了吗？校长还说了句要找的人。杨柏递上一张白纸，这啥？他说到时候自然显现。爸，您还去吗？得去。你去找爷爷2婶会照顾你们。杨柏没多说，扭头吹口哨，10匹狼嚎叫，凤凰跑出来。杨青呢？和小白虎送爷爷那了。杨叔让咱们也过去，咱们不去，我要去见师傅。凤凰，你跟我走。凤凰痛快答应。
收拾干粮要去好几天。金沟镇刑警队全员集合，于凯下令行动代号断山。进山后公布目的地，3人一组，禁止单独行动。到山里跟边防230所的战士会合。他们刚走，对面胡同里一辆摩托车旁乌鸦正盯着。他骑车到镇上招待所，现在是王家的产业。进房间打电话告诉镇山北，于凯出发了，我等信儿。又拨另一个号，那头王学兵正骂骂咧咧。乌鸦冷冷说：“老爷子让咱去韩岭松林林场，就是你的。”王学兵立刻来劲了，没开玩笑。老爷子给你铺的路，拿下松林林场，你就能运作成当大官。没开玩笑，啥时候出发？明天。镇山北，别让我失望。去高山你还有机会，卫星应该清楚自己的下场。另一边，杨建军、公安、郭宝山等人全在进山路上，山林里还有积雪寒冰，众人骑马穿梭。杨白也骑着马，凤凰坐身后抱着他。一群乌鸦从前方飞出来，凤凰担心有尸体吗？杨白说：“乌鸦是一鸟，咱大兴安岭的乌鸦不吃腐肉。一鸟不是带来灾祸吗？乌鸦是提醒人有灾祸，不知道哪个瘪犊子非说灾祸是乌鸦带来的。阳光穿过密林，洒在乌鸦身上，居然是五彩斑斓的。杨白抬头，你看乌鸦黑吗？凤凰金了彩色的，老祖宗管这叫玄。五彩斑斓的玄不是黑，以后说黑乌鸦的人多了去了，记住别轻易信别人。遇事不光用眼看，得用心辨。凤凰轻声说：“我只信你。”杨白耸肩，突然提醒小心来野兽。凤凰摘手套，吹口哨，山狼冲出去。对面传来奇特吼声，像猫又像虎。一只灰色大猫长着络腮胡，从树后被山狼追了出来。凤凰惊呼：“好大的猫！”山路上一只络腮胡大猫，金瞳散发威压。山狼凑上去想，结果被一记神龙摆尾直接过肩摔地上。这猫会武术。杨百拉缰绳，这不是猫是猞猁，暗夜之王。有猫的机敏，狼的凶残，虎的霸道，还是个刺客。猞猁盯着小红歌吼，瞬间残影闪过，又把两头狼飞，然后消失了。杨百看向右侧山谷，他不让我们进去。杨百瞅着耷拉脑袋的山狼，完蛋，连猞猁都打不过。凤凰回头张望，突然山里传来豹子吼声，有人在猎豹子，豹子跑不掉了，有东西帮猞猁。前方喜鹊、雪兔、傻狍子全往外窜。山狼瞅杨百，杨百一挥手，别耽误，路程就成。3个小时后，白桦林杨百做石头啃干粮，凤凰要去打水，哼山上滚落石头，杨百一把拽回凤凰，紧跟着10多头野猪滚下，皮糙肉厚，红着眼珠子直哼哼。杨百二话不说，抄起快慢机，哼一枪震山林。杨百一枪镇住野猪，没纠缠，赶路要紧。天黑前得找地方落脚。我知道黑瞎子路边上有个山洞，今晚住那，明早去奥布村。公安和老爹都要上午才到，他得提前摸清镇山北到底埋了啥。凤凰坐在马后，跟着杨百进山。人迹罕至处，岩壁上有个熊窝，又臭又脏。杨百没进去，反而指向右侧碎石堆后另一个山洞，这才是猎户歇脚的地儿，干燥。山洞3米多深，里头有木柴、铁锅、搪瓷杯。凤凰生火烧水，杨百撒药粉放烟赶虫蛇，一条蝰蛇爬出来被他一脚踢飞。凤凰从包里掏出挂面和干白菜叶，下锅一煮，香味四溢。怕你吃不饱。杨百蹲那儿直点头。你这手艺绝了，那以后进山还带我呗？必须的。天黑了，山林变成动物的世界。杨百翘着2郎腿靠背包上，放心，有山狼守着没事。话音刚落，卧槽，这么打脸！一只猞猁冲进来，山狼炸了。凤凰举弓，杨百掏枪，却瞄着猞猁身后。一名15、16岁的黑衣少年走近，达斡尔族打扮，浑身刀一样的煞气。他腰间别着黑色弩箭，也对准了2人。猞猁低吼，杨百瞥见少年身后拖着一根绳子，绳头拴着一头黑色猎豹的尸体。你猎了黑豹，你是谁？少年声音回问：你们是谁？我先问的，你先说。杨百端着快慢机，对面是个达斡尔族少年，手持弩箭，眼神冷得掉渣。不，你先说，你觉得能快过子弹？你那猎枪最多2发。杨百把快慢机拨到自动挡，一梭子下去，啥都能打成筛子。少年盯着枪口，瞳孔缩了缩，我是猎户。凤凰冷声：收好你的家伙。少年真收了，喊声大猫拖着猞猁钻进旁边山洞，切了块豹子肉生吃。杨百摇头，真生性不怕窜稀。木柴是你的，过来生火烤肉。少年擦擦嘴，扔给猞猁一块肉，不用了，抱膀子靠在打下的豹子就睡。猞猁趴着盯梢，小红打了个响鼻，猞猁瞪回去。杨百突然直指小红：你们认识？你来自老林场。没错。你认识关刀？他是我大爷。少年打了个响指，猞猁不再防备：你跟关大爷啥关系？少年不理了，但明显不再敌对。凤凰小声：他是达斡尔族的，估计认识关刀。半夜，杨百和凤凰同时睁眼，少年和猞猁出去了，豹子还在这呢。对面突然传来熊吼，一头黑熊从洞里冲出来，朝右侧扑去，轰隆，树木撞倒。少年一家伙斩在黑熊肩膀上，黑熊在扑，猞猁直抓眼睛。少年弩箭扑一声，黑熊躲闪不及，左右眼都被解决。黑熊惨嚎中，少年扣扳机，砰！黑熊脑袋开花。少年扭身对准脖子，又是一下子，黑熊彻底断气。杨百站在洞口，真想给他竖个大拇指，漂亮！一个人带只猞猁就把黑熊给秒了，这实力真是没得说。等等，杨百脑子里蹦出一个名字：布谷江。达斡尔族100年不出的人才猎人，8岁上山天赋碾压时代，可惜生在了7、80年代。前世布谷江最后躲进深山成了野人，90年代被人发现凉在山洞里，突然顿悟，山林狼嚎四起。出事了，布谷江已经站了起来，山林震动，一头野猪飞跃而出，接着几十头野猪形成洪流，所过之处一片狼藉，野猪群躲开。杨百吹口哨让山狼闪开，布谷江和猞猁也往山洞跑。风，一棵大树倒下，截断去路。月光下，一个大身影出现，1米多长的獠牙，将近2米长的身体。布谷江回头就吼野猪头子，这玩意儿带着野猪群野蛮冲撞，熊把老虎见了都得跑。
布谷江额头冒汗，猞猁嘶吼：“你走你的五爬树！”布谷江指挥猞猁快撤。猞猁吼了一声不响，别墨迹！布谷江大喊：“别墨迹！”猞猁迅速消失。布谷江跳上树，野猪群在树下轰隆隆冲撞，大树快断了。他抬手甩出绳子缠住另一棵树，嗖的飞过去，身后大树。月光下，野猪头子来到树下，猛地撞树，轰树干裂，再一头撞上去，树直接断。布谷江落地翻滚，弩箭射空，野猪跟火车一样怼上来。獠牙马上捅穿后背，杨柏一看不好，冲山狼吹口哨，想引开没用，对凤凰说准备救人，救他，他应该认识关刀。其实杨柏是佩服这个猎手。两人分开，布谷江快被捅过去时，一个翻滚回手掏，砰家伙轰在野猪脑门上，打出凹陷。野猪王彻底怒了，猞猁和山狼冲出来帮忙，野猪只盯着布谷江，砰又一下子没用。就在野猪要撞树时，杨柏端着快慢机扫在野猪后，野猪看看杨柏又看看布谷江，还是冲向布谷江。布谷江装弹在轰，野猪偏头，瞬间猞猁也来帮忙。野猪獠牙一甩，猞猁直接飞了出去。杨柏继续扫射装弹，先上树。远处野猪群要冲回来，布谷江爬树冲杨柏喊：“你为什么救我？你猜？”野猪獠牙挑穿一头山狼，当场撕碎。杨柏脸色变了。凤凰暗处一箭定在野猪后背，杨柏的快慢机早把后背铠甲削。杨柏又甩出药弹，轰的在野猪上空炸开，野猪闭着眼乱撞。布谷江也被呛得打喷嚏，缠上围脖冲杨柏喊：“还有吗？这招够损，但他爱了，想学。回头给你配方。”杨柏坐树上笑。布谷江傲娇摇头：“我才不要。”野猪群回来了，布谷江回头喊。凤凰冲向野猪群方向，布谷江急眼，让他一个女孩子送命。杨柏淡定装弹，你看着就行。下一秒，凤凰甩出2颗自制家伙，轰隆隆，野猪群被炸懵，掉头往另一侧跑。布谷江看傻了，有这玩意儿早给野猪上了。野猪被药粉困住，不敢动弹，就是没中毒。杨柏说了句皮糙肉厚，冲布谷江喊：“你用家伙把后背打开，让凤凰射毒箭。”布谷江倒吸凉气：“你到底是谁？我叫杨柏，你是布谷江吧？”布谷江眼神像要吃人，杨柏催他快点，野猪要动了。野猪嘶吼着再次冲向布谷江，布谷江举起家伙对准他后背，轰轰2下子打在同一个位置，铠甲打穿。凤凰！杨柏喊。凤凰一箭精准射进伤口，杨柏一箭射中野猪头子，但这货猛地一劈，直接撞向大树，树够粗扛得住几下。布谷江蹲在树上想装弹，结果震动中家伙掉地上。你稳着点！杨柏刚喊完，立马开火，再让野猪撞下去，树断了，布谷江就得凉凉。这操作成功，拉仇恨。野猪掉头冲向杨柏，杨柏冷笑，对准地上提前买好的土宝贝，这是他上树前留的后手，专治各种不服。野猪即将踩上去的瞬间，杨柏扣下扳机，轰宝贝在野猪王肚子底下炸开，当场心烦，真当我好惹？杨柏冲布谷江喊：“你先别下来，我跟他溜，过几分钟他就废了。”说完又是一箭定在野猪背上，野猪彻底怒了，这个比布谷江还招人恨。布谷江没听劝，滑下树捡起家伙，换了棵树爬上去藏好。杨柏专打野猪，獠牙打他连连后退，野猪被击风低头猛撞杨柏该棵树，轰杨柏差点被甩下去。这下他懂了布谷江为啥会掉了家伙，这反震力太吓人了。哎呦我去，宝贝带少了。正想着，远处飞来一个土宝贝，凤凰吻，宝贝落地再抱，野猪又被人仰马翻。果然一切恐惧源于火力不足，给杨柏一挺加特林，他能在大兴安岭横着走。2波操作后，野猪已经挂彩，布谷江趁机开火，两人树上碰打落水，也打了省着点。杨柏提醒，毒发了他要记了。野猪晃悠着靠在树上，一屁股坐地，双腿抽抽。杨柏没下树，凤凰别过来。布谷江点头，野猪可能拼命反扑最危险。砰，杨柏补一下子确保凉倒，野猪眼睛闭上了，确认野猪彻底凉了。杨柏滑下树，凤凰跑过来先检查他有没受伤才放心。布谷江也下了树，冷冷盯着杨柏。杨柏抬头看了眼布谷江，嘴角一勾。旁边凤凰冷得像冰箱，弓箭拉满敢动他分分钟教做人。小松鼠，不许这么叫。行吧，我救了你，对吧？野猪我搞定的吧？热有毒你处理一下，我回去睡了。等等，你到底是……困死了，一会儿说。这小屁孩什么来路？大猫那小孩比我厉害。来自老参场，姓杨，先烧野猪吧。处理好，熊回山洞。杨柏已睡，凤凰睁眼盯着。布谷江点点头也睡了。次日清晨，杨柏醒来，凤凰在烤面饼。昨晚泄了你是关叔那边的人？他是我大爷。难怪这么强，你是猎户？我是小学生。布谷江瞬间破防。我爸和关大爷去抓镇山北了，我不放心跟来的。一听到镇山北，布谷江眼睛红了。他们害过我族人，他们去了奥布村。什么？布谷江炸了奥布村，就是他村子，我得赶紧回村报信。他转身要冲，杨柏一把抓住他，差点被带飞。好家伙，力量敢爆棚啊！杨柏，你回去，小孩别掺和。你也没大几岁吧？组队干不干？一起猎镇山北。我们是猎人，他才是猎物。布谷江一愣，山里他是猎人头头，玩心眼却是小白，跟杨柏比真就小松鼠。可你是孩子，还是少年呢，痛快点。好一大一小击掌。凤凰默默走来搭上手，猞猁化成残影想凑一脚，杨柏直接无视，我看上的是老布。老布现在出发，我有一条近路。你说黑瞎子路？我认识老黑，在他那儿卖过皮草。我去你也知道缘分。两人对视，默契拉满。布谷江开路，杨柏居中，凤凰殿后。那猞猁你养的？从小跟我。小心崴脚，穿过这条路就是奥布村。对，但镇山北会结村吗？这2天山里集市各村都去交易了，我要是镇山北就不结村，要抓就抓有黄鱼的人。这里有问题。我爹也这么说。怪就怪在他为什么非把所有人弄到奥布村。布谷江沉默，脚下加快。1小时后走出黑瞎子路，眼前豁然开朗，简直世外桃源。杨柏感叹这就是奥布村，让我住一辈子都行。
凤凰也默默点头。别急，杨柏环顾四周。进村，我爹和队伍应该从山路来，镇山北真要动手，一定在山路附近。布谷江吹口哨，舍利瞬间消失。杨柏打响指，凤凰也追上。8匹山狼冲向山林侦查走起。有村民抬头喊布谷江，话没说完，山林里传来一声狼嚎。有情况，布谷江拔腿就跑。杨柏翻身跳上小红马，顺手把凤凰拽上来。进山后，布谷江猛吸一口气，我要为昨晚有人在这动过家伙。杨柏骑马慢悠悠跟在后面。你不急吗？找人是老布的专业领域，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，我就负责躺骑。15分钟后，布谷江停在一棵大树下，树干上有刻着的三角形，镇山北的专属标记。三角标记每个指向不一样。杨柏跳下来，这是在指路还是下套？又找到一个标记，说明人快追上了。从村子到这儿多远2里地。那边是老蛙山。老蛙山和村子之间有没有能打埋伏的地方？比如山谷盆地、居高临下的那种。你是说要埋伏警方？疯了吧？也可能不是人为，是自然灾害。那边有个山谷，松林林场正准备明年伐木，已经搭了些木屋架。走过去看看。1个小时后，两人到达山谷。东风持续吹，空气里一股松木香，还有一丝危险。布谷江蹲下，有人经过，镇山北就在里面，咱们进去。杨柏却握拳下蹲。是不是像个通道？常年刮东风。对，外面刮什么风，到这儿都是东风。杨柏眯起眼睛，心里有了数。两人悄悄摸过去。伐木场上方高地7、8个帐篷一字排开，齐双举望远镜，身边站着几个亡命徒。帐篷帘子一掀，镇山北打着哈欠走出来，斯斯文文，跟大学生似的，手里还端着碗蘑菇汤，吸溜的那叫一个淡定。中午就到，3伙人公安杨家公社的全来了。做了他们！镇山北冷笑，掏出个白板面具往脸上一扣。烽火一起，烟雾罩住奥布村，集市上的人揣着米往回跑，咱们半路截胡，一个不留。更绝的是，他还有个络腮胡替身，真身躲在幕后，替身去送人头。影子齐双，你们4个当诱饵。替身嘿嘿一笑，带人走了。杨柏和布谷江蹲在外围，布谷江一眼认出络腮胡镇山北，我要他凉凉。别急，你仔细看，那可能是个假的。真正的镇山北皮肤白着呢，跟大学生一样。布谷江一愣，天上那只海东青看见没？那4个人就是诱饵，专门引公安上钩。他们下一步要放火。老布，咱俩进伐木场检查点火物。凤凰，你骑小红去那边堵我爸，千万别让他进埋伏圈。用山狼拦他都行，但别暴露自己。凤凰拉住他，那你呢？背包给我。杨柏接过装满各种家伙的包，别管我，我跟老布搭档稳得很。凤凰咬了咬牙，翻身上马。杨柏转身拍了拍布谷江，走，咱俩去拆他们家。杨建军大腿内侧磨出水泡，愣是一时没吭。他和关刀带着杨家骑兵连夜狂奔，终于摸到奥布村附近。三哥，咱肯定比余队来得快，快不了多少。远处山梁上也有动作，郭宝山、高海龙那俩也不会放过这功劳。突然，他掏出一张纸条，上面终于写出字来。我去，这么牛吗？有人说镇山北的落脚点在迷魂谷，让咱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对面山林出现人影，穿着破旧军大衣，镇山北的人标配。3人一组摸过去。关刀很快在树干上发现三角形标记，是镇山北的人就在这片林子里。杨建军却觉得不对劲，那人消失的太巧，标记留得太明显。山里突然传来狼嚎，另一边郭宝山和高海龙领着民兵也到。前方突然出现一个骑马的络腮胡，正是镇山北。我天，他真在这儿！站住！抓活的！于凯带着赵东来和森林公安全副武装赶到，联防队的人汇报，发现镇山北了，队长正追呢。你怎么能擅自动用他们？赵东来低头没吭声。一行人扑向山林深处，杨柏和布谷江潜入伐木场，借着狼嚎掩护穿梭。等等，布谷江闻到怪味，杨柏一摸汽油，镇山北真要放火烧山，他们一点火，东风一吹，整片林子和奥布村都得完。那还等什么？直接去嘎了镇山北！你找到他时，火早烧起来了。这里不止一个起火点。杨柏用祈语通知凤凰别进来，然后分头找起火点。就在这时，山林里传来声响，关刀发现脚下有箭雨，暴露也直接开火。郭宝山也吼着抓镇山北，杨建军却觉得箭雨眼熟，像是末日根给凤凰做的。别冒进，可能是陷阱。于凯下令进攻，镇山北的替身吹了声口哨，狞笑着钻进树下的地道，瞬间消失。突然，漫天飞鸟腾空而起，飞呀呀遮住了天。杨柏抬头，瞳孔一缩。万鸟出巢，有欲鸟师。杨柏大喊：“放火不是最终目的，所有人小心！”话音未落，鸟群中传来一声清脆声响。万鸟之中，大树下地道翻转，一个穿迷彩服的悍匪端着一本38，大概扣动扳机。下一秒，于凯身体一晃，子弹穿透脖腔倒下。赵东来眼红了，余队有狙击手。另一方向有人拿5、6半自动朝郭宝山那边死。杨建军这边也冒出个人，刚要开枪，凤凰一剑穿透他肩膀，惨叫着滚回地道。狙击手一下子打向伐木场的起火点，却没点。杨柏和布谷江早就扒了树皮翻了头。咋回事？狙击手一愣。这时镇山北戴着面具骑马绕出山林，回头看了一眼，飞鸟没放成炮手，听个响。黑脸炮手掏出雷器，直接扔向帐篷，轰隆隆，风住不时，树木噼啪爆燃，整片山林开始烧起来。告诉飞鸟前方汇合，他们第一个目标完成，于凯死了。杨柏从地上爬起来，脸色发白。哇，镇山北太狠了，不光放火还扔雷。他回头看到红色旗语抖了3下，有人没了。对方有狙击手，布谷江已经冲进火海，举着弩箭。对面镇山北的替身和2个悍匪还没反应，一根弩箭钉进一个悍匪肩，另一根扎在肩膀上。
敖不村的！步步将翻滚躲避怒吼，我要为乡亲们报仇！报仇你算老几？舍利突然从背后一路抓向替身咽喉，替身猛地前扑躲开，步步将趁机再发一弩扎中另一个悍匪剑。他扔掉弩箭，抄起家伙，砰砰两下打替身嗷嗷后退。杨柏端着快慢机连射，他感觉到还有人正朝这边来。山林中3-8大概再次响起，大火的浓烟随着东风灌进，再不走，所有人都会被山火围死。步步将翻身捡起家伙，不会用，只能杨柏喊一：“一直按住，别出我！”半桌子扫出去，压得替身抬不起。替身听出有小孩子的动静，怎么还有我？他左右手双家伙飞跃，另一悍匪出现，举家伙对着杨柏，头都没回，反手一下子人逼到树后。老大真是个孩子！替身吼道：“做了他！”杨柏和步步将对视一眼，突然交叉换位，杨柏冲向替身，一下子杀了替身翻跑死。杨柏滑步躲到树后，身后就是火海。他飞身时扔出药弹，步步将也无不出手，轰轰2枚辣椒面药弹在空中炸开，麻辣味瞬间弥漫。我眼睛悍匪惨叫不乱开架，步步将翻滚上前，从下往上撕拉一下子，悍匪当场毙。替身也惨叫着往地道方向滚去，落进通道消失。杨柏追过来一愣，地道，他一脚踹开挡我去，这帮人里不会有盗墓贼吧？还真说对了。杨柏冲进又低又窄的地道，他是小孩反而跑得快。替身没想到这么快就被追上，杨柏一下子打他手腕上，又打碎膝盖骨。说吧，你是不是镇山北？这哪是孩子，绝对是侏儒！我就是有种来啊！你这么说，我更不信真正的镇山北在哪。替身狞笑着摸向后腰的家伙，再动这东西就别要了。替身一个机灵，我交代我是替身，镇山北长得很斯文，戴面具，他们去奥布村了。还有韩岭呢。我只是个替身，我全说了。步步将跳进地道，举刀就要砍。山北，我要你消失！他不是只是替身，但他的确害了你的族人。老布交给你了。你笑什么？你们能拿我怎么样？飞鸟已把你们困在火海了。多大的火能灭了我们？你不过想拉人陪你。这家伙太懂人心了。步步将一下子解决替身，拉着杨柏冲出通道，外面已是火海。飞鸟用3-8大概压制，谁露头就狙谁。老布得救山下的人，火太大过不去，把皮带缠树上，再把雷管绑一起。我要炸出一条路。镇山北挖的通道反而给了我们机会。不好意思，这孩子懂这么多。物理知识我爸教的。远处凤凰急哭了，准备冲进火海。杨建军和关刀被狙击手压得抬不起头。杨柏挥旗示意凤凰回旗，老爸没事，但狙击手太猛。杨柏让凤凰务必保护老爸，敢冒头就射箭下他。一会儿凤凰配合你找狙击手，老布拜托了。放心，我一定把他揪出来。老布，我佩服你。我也佩服你。以后咱们是兄弟。今日谁跟我奋战，谁就是我的兄弟。我爸说的也送给你。步步将笑了，更想见杨柏他爸。殊不知此刻杨柏他爸正趴在地上，一拳拳砸，轰炸开一条生路，山林烧成一片火海。赵东来回头看了眼郭宝山他们，前有浓烟，后有烈火，属实破防了。可这蹲着全得凉凉。听我安排，我出去吸引狙击手，你们赶紧冲！赵所，使不得，让我来。这是命令，全折这儿，谁给余队报仇？听我口命！郭宝山、高海龙这些老兄弟全哭了。平时拌嘴归拌嘴，真到紧要关头，赵所从没别散，往奥布村方向冲！话音刚落，又是家伙响，赵东来直接抱起冲去。另一侧杨家人也被锁了，不冲全得赔命。大家刚跑起来，伐木场入口炸了，地道都被震出来，悍匪飞鸟差点从树上掉下来，火灭了小半，飞鸟却盯上了赵东来。他根本不急，火海里藏着条密道，连老大都不知道。正想扣扳机竖起下，突然扔来个东西，我操！飞鸟借绳子飞扑到旁边树上，轰凤凰直接把他炸爆了。飞鸟落地瞬间，另一侧家伙响起，步步将摸到另一人悍匪身后，一梭子送他领个盒饭。杨叔，快凤凰端着春田步枪指挥方向，飞鸟刚起身，身后传来声音：“不许动！”赵东来满脸汗，红着眼举家伙，飞鸟头都不回，甩手一下子。赵东来猛地蹲下，飞鸟侧身换左轮去领盒饭吧。赵所，杨建军飞扑上来把人撞倒，飞鸟连扣扳机，关刀也冲出来。就在这瞬间，步步将端着冲锋家伙现身，砰砰砰，一梭子拳对在飞鸟身上。飞鸟瞪大眼睛倒地，咋都没想到自己栽在一个少年手里。给爷爬！小布真是你小子！大叔，刚才那爆炸我搞的。这小子可是达斡尔族百年不遇的天生烈火，他手把手教过的。远处传来哨声，凤凰在提醒步步将别多嘴，他后悔刚才一回头，杨叔和关大爷怎么全跑回来了？大家没事吧？我看到镇山北就跟过来了，爆炸是我朋友干的。关刀更猛了，这小子居然有朋友了。杨建军扶起赵东来，上下打量步步将，达斡尔族的，多谢了小伙子。赵所，我也不瞒你，我们想活捉镇山北，让他供出王家，林场一直被王家盯着，太危险了，余队牺牲了。就是这个人。还有个居仔呢，已经挂了，也是我朋友干掉的。先出去再说。镇山北带人想把主意打在集市外的人，山火一起，个村都得回救。关刀疑惑，狼眼不是没了吗？那个络腮胡是冒牌货，真镇山北戴面具，快走！大家正要撤，赵东来突然说后面过不去。
锅里藏了汽油。建军同志，你怎么看？杨建军脑子转得快，刚才爆炸那位置火小了，先反冲进伐木场，再绕出去。听赵所和建军同志的。那边有通道，马上就能打通。树上凤凰滑下来摸厌弃人的兜，翻出100多块钱加几个金豆。就在这时，轰隆隆接连爆炸，前方传来欢呼：有出口！这边没有，每个方向都炸出了缺口。老大做到了！他背起家伙就要去找杨宝，火海里却突然冲出个熟悉的身影。老大，你咋进来了？树上美，凤凰鼻子一酸，这条命就是杨白给的。没事就好。我爸和赵所他们已经会合了，顾瓜江也在，咱得去追镇山北。我听你的，可你为啥进来？怕你出事。那个狙击手蹲这儿，说明附近有暗道能冲出火海。怕你出事。对了，谁没了？于凯队长。你说什么？狙击手一下子带走。镇山北的目标就是于凯，于队肯定在查什么是王家才放他出来。他骂完也不废话，领着凤凰钻暗道，出口直通奥布村。村里人正往山上冲去救火，世外桃源没了。杨柏吹口哨唤来小红，镇山北在集市那边。小红打响鼻就窜了出去。集市西北方向村民正往村里赶，着火了，快回去！突然家伙声炸响，镇山北戴着面具双持家伙冲出林子，对着一群羔羊，票子全掏出来！老戴尔，你的黄鱼呢？镇山北，哼，少废话！悍匪当场打中一个小摸家伙，村民全跪了。镇山北掂着3斤多黄鱼，闻了闻这味道真香，黄鱼自己揣，其他让手下分。老大，这些人……悍匪指地上跪着的村民，错了，镇山北要干票大的，上全国头条，然后跑路。悍匪刚举家伙，山林里听一声家伙响，悍匪当场倒地。有人镇山北猛地转身，双家伙保险正方向接人死。一家伙没把他送走，大佬就能感知锁定。你是不是想问我为啥不直接干掉镇山北？我感觉只要我锁定他，他就能感知到。7年就能笼络一帮悍匪，占山为梁。镇山北这人不简单，那咱就干瞪眼，拖延就行。我爸他们马上到，到时候镇山北只能跑。话音刚落，对面乱了，有村民趁黑开溜，悍匪正要动家伙，封杨柏又是一枪。谁他妈在打？狙击手？哼，不对，手法一般。不是手法一般，是杨柏太小，后坐力扛不住。老大，我来吧。你别暴露，守住就行。记住了，咱就是拖时间。那我扔家伙。杨柏抬头看见天上盘旋的海东青，他嘴角一勾。要真想动家伙就打他。凤凰二话不说，躺地拉弓，松手一气呵成。海东青翅膀中箭，直直栽下来。镇山北脸色一沉，两个人绕过去解决他们。他们人少，在拖时间。其他人跟我走。他故意引杨柏开枪暴露位置。杨柏果然右扣扳机，镇山北瞬间死地。悍匪火力横扫，杨柏早滚进了旁边的沟壑。有人摸过来了。远处赵东来带人赶到，战士们见到悍匪直接报警。33冲锋阵型手开路交替开了。镇山北身边的人瞬间少了一半，风紧扯呼，他翻身上马就跑，齐双和俩悍匪紧跟上。下一秒，杨柏一窜来，马背上杨建军一眼认出了戴面具的镇山北，就是他，快追！就是他害了于凯，还放火烧山。杨建军怒了，一马当先冲了出去。杨家骑兵战马奔腾，步步将看得热血沸腾。杨柏他爸真猛，关刀急得大喊，老三回来！可谁也拦不住，只能跟着冲。另一边，赵东来亲手干掉一个悍匪，不能让他跑了。他骑上马，带着森林队员紧追。山沟里，杨柏偷偷瞄了一眼，对凤凰努嘴，拦住他们！我还想帮忙抓人呢。穷寇莫追，我爸太冲动了。镇山北一点都不慌，他心里有底。凤凰秒懂，掏出2个溜圆的家伙就扔，轰轰2个大坑架开，追兵被迫击退。杨建军有埋伏！话音未落，镇山北回头就是一梭子，对面山梁上又冒出4个人，端着枪就是一顿轰。杨建军赶紧躲闪，步步将跳下马要冲，被关刀一把按住。给我回来！双方隔着山路激烈交火。镇山北吹了声口哨，带着齐双继续跑，留下4个悍匪刀。我摸过去解决他们。杨柏掏出快慢机，让凤凰盯住镇山北逃跑方向。他吹了声口哨，8匹人冲了出来，狼嚎声盖住了他的脚步声。赵东来急得不行，小布，你能联系那边的人吗？让他吸引火力，我摸上去解决那4个悍匪。我联系不上赵所，您再等等。等不了，镇山北就跑了，掩护我！掩护！3个人一起冲其他人火力压制。就在这时，4名悍匪身后突然闪出一个人。杨柏抬手快慢机连开2下，2名悍匪当场倒地。第3个转身，杨柏一脚把人踹翻，然后挥斥穿透咽喉，最后一下直接爆头。他一个翻滚，接着狼群掩护子似的跑回凤凰身边。我还是个孩子啊，太累了，下次我来。凤凰心疼的递过水壶，战斗这种活还是老爷们扛吧。杨柏喝了口水，喘着气看向对面。我爸第一个冲上来的，这一点不像书呆子啊。杨建军确实冲上来准备拼命，结果发现4个悍匪全躺。咋回事？杨老三行啊！不是我到了他们就凉了。小布是你族人干的？是吧？这肯定是杨柏干的。这4个人是镇山北留下的伏兵，太狡猾了，让他跑了。赵东来望向远处，双眼通。抓了2个投降的怎么办？滚出他们落脚点！必须抓住镇山北！老实点，
你们人多，不然你们都得没命。镇山北藏在哪儿？能告诉你吗？战友的仇必须报！带走！迷魂谷，悍匪瞬间僵住，震惊的果看着他。然你们躲在迷魂谷，你们知道进出办法，所以抓不到你们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会知道？兄弟们，为鱼队报仇，进迷魂谷！步步江低着头，迷魂谷他也不敢进。关刀拍拍他肩膀，步步江把家伙递过去。算了，留给你做个纪念。真给我了！步步江惊喜，这就算那家伙被批准了。多谢小布同志救了我们大家的命。步步江更不好意思了，其实都是杨柏帮的忙。众人出发去迷魂谷，步步江却转身跑进山林找杨柏。舍利跑出来冲一个方向哈气，山梁上杨柏骑着小红凤凰也在。我就知道你在等我。步步江冷面少年第一次露出笑容。杨三叔他们去迷魂谷了，咱也赶紧过去吧。不去迷魂谷，镇山北不会回去。我嬷嬷他们下一步去寒岭，今天他损失惨重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肯定要去找背后的人要好处。最坏的不是镇山北，是他背后的人。我听你的。那去寒岭，我知道一条近路，但得翻山骑马不行。另一边，镇山北摘下面具，眼神阴森。老大，没人追上来，咱们的人基本没了。输了而已，我还有招。他们都凉了，财就是咱的了。回迷魂谷再给你一大笔，有了这些，你就是下一个镇山北。我当您替身？不是替身，等到了寒岭就知道了。崎岖山路上，三人手脚并用往上爬。小松鼠，你个坑货！我还是个孩子。他狠狠瞪向前面带路的步步江，那货跟猿猴似的回头冲凤凰问：“还行吗？”老大，我不行了。对不起，忘了，你还是孩子。别废话，剩下的路要是还爬山，我跟你拼了！不用了，后面都是下山路。在两人帮助下，杨柏终于爬上山顶，直接躺平。凤凰也累崩了。步步江指了指寒岭方向，从这儿能看到寒岭，也能看到松林林场。杨柏抬眼望去，寒岭那边有些荒废的旧库房，路上有辆车小的像蚂蚁，应该是屈高山和卫星正往寒岭赶。老式212吉普车内，屈高山坐后座闭着眼，卫星坐副驾回头瞅了一眼，愁得不行。屈高山虽然答应来了，但先让卫星去跟王家谈。卫星知道延边 F4正猫在暗处，更恐怖的是身边这个司机从上车起一句话不说。卫星注意到他手指上的老茧，不是干农活磨的，是拿家伙磨的。屈高山到底想干嘛？卫星慌得额头冒汗。小魏怎么出汗了？身体这么虚？没休息好。擦擦，等事情过了，给你安排正科起步。多谢厂长。王家人想进林场可以，但那封信得交出来。车停仓库门口，屈高山坐车上不动，司机先进去探了一圈，摇头出来。把车开进旁边库房，你在这等着，记住把信要出来。卫星独自留在中间库房，远处山林传来马蹄声，乌鸦骑着黄鬃马，身后3个手下政府是铺。另一边，王学兵也骑着马，领着6个革命军。王学兵骑马直接冲进库房。你领导呢？说话不算数。领导让我谈，你们的要求他答应了。那封信，告诉屈开山，他不来，明天我就把信内容抖出去。卫星左右为难，又瞟了一眼乌鸦。你看他干嘛？老子不够格跟你谈。等等，厂长在，我去叫他。话音未落，库房另一侧的小门里，屈高山背着手走了出来，就他一个人，司机没跟。王家三少，你来跟我谈。屈厂长，闻名不如见面。让你办点事儿真费劲，三少别介意，书呆子一个。王学兵觉得屈高山挺好说话，直接打了一个响指。还有照片和录音带呢。录音带？你让小魏去通知镇山北，他正好买了录音机。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？王学兵笑得阴险。屈高山冷眼看向卫星，你回来怎么没说？厂长我也不清楚啊。写个收条，以后你听我的，让我去松林林场当个干部。当干部？就凭你，这些证据都是卫星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录音带里有卫星跟镇山北的对话，人家提了你，那又如何？如果他挂了呢？话音未落，库房内传来一声闷响，消音器的家伙。卫星闷哼一声，直接趴地上，胸口挨了一下。乌鸦瞬间警觉，手下拔家伙开始搜索。你要了卫星的命！王学兵没动，盯着屈高山。屈高山依旧背着手相掌控一切的主。不是我杀的，你要跟我们王家开战！王学兵拔出家伙刚抬起来，又是一声闷响。别紧张，现在才是真正的谈判。曲厂长，你觉得我怕这个？你就是乌鸦吧，王家的干儿子。我觉得这里你说了算，他做主。可我觉得是你。别忘了我手里有你的证据。镇山北的证据无所谓，现在的事实是你们利用镇山北杀了我秘书，我被你们威胁。你说公安会信谁？徐高山，你一个厂长能弄来多少人？以后听我们王家的。你说错了。屈高山边退边摇头。王家没资格插手松林林场，我改主意了，杀我秘书的不是镇山北，是你。你胡说什么？王学兵怒摔烟头。乌鸦终于开口：烟头就是证据。
妈的，想阴我就凭一个破狙击手，给我弄死他！外面连续枪响，他手下捂着手腕惨叫倒地。曲张山，够了，我们重新谈。对，重新谈。我不想跟你谈，我们合作怎么样？你有病吧？我是王家人，你跟乌鸦谈个毛？如果你挂了，乌鸦跟我合作，我可以让他的人进松林林场。镇山北真正听的人是你吧？乌鸦，我杀了王学斌，咱们好好谈谈。不愧是曲刚山，佩服。乌鸦，你敢动我，我爸和我哥不会放过你！闭嘴！你根本不知道我的选择，也什么都不懂。你不嘎他不跟我合作，那第一个嘎的就是你。来吧，让你的狙击手杀我！8岁男孩单挑整个黑帮，别眨眼，一刀一个大坏蛋。铺房内，乌鸦摊开双臂等屈高山动手。屈高山喊了2遍动手，却没动静。乌鸦手下把屈高山拽出来，大嘴巴子轮番上，绕旋一配。大门一开，屈高山手下的尸体飞进来。镇山北扛着冲锋枪，齐双擦着匕首入场。王学斌瞬间上给我把他安排了！闭嘴！帮你解决他得加钱。乌鸦摇头扔下匕首。你来嘎了王学斌之后，松林林场归我和镇山北。这波直接上岸，不加钱都行。王学斌彻底破防。咱是兄弟，我爸那边你怎么交代？交代？他一挥手，手下齐刷刷的枪。林场我退出行不行？乌鸦冷笑看向屈高山。你不杀他，他就杀你。我没杀过人。王学斌却眼睛一亮，直接扑上去攻击。两人扭打成一团。就在这时，铺房里响起掌声，所有人都懵了。卫星居然坐了起来，满脸扭曲，双眼血丝，一把掀开衣服，里面掉出一块钢板。屈高山瞬间反应过来，卫星帮我一起弄死他！话音刚落，4个角落走出4道斜长身影，延边 F4登场。不许动，谁敢动打死谁！金四斜眼看到屈高山在动，抬手一枪打在他大腿上。镇山北都愣住了，这4个人长得跟山猫野兽似的，太狠了。就是他们，全都该嘎！金2抬手崩了乌鸦一个手下，金3对着卫星就是一枪，幸亏老板没让他俩不能打。乌鸦等人脸色狂变，这4个人背后还有老板。王学斌彻底破防，冲卫星喊：“我给钱，求你帮忙！”就在这时，杨柏从黑暗中走出，你能给多少钱？声音稚嫩却带着冷意。他扫过众人，最后目光落在王学斌身上。王家3少想合作？王学斌刚点头，杨柏直接打响指：“金大交给你了。”金大一把揪住王学斌头发，你也配跟老板讲条件？乌鸦手刚往后摸，嗖一根箭雨钉在他身旁的木箱上。杨柏冷冷道：“想死就动一下试试。曲厂长，你们厂的杨建军你认识吧？是你让人害的。”是，但也不是。是谁？叶家，叶青罗。不。屈高山的回答让杨柏心里一松。那是谁？屈高山刚要开口，外面突然传来枪响和一声怒：“凤凰！”窗户碎裂，一颗手雷飞进来。杨柏瞳孔一缩，从黑暗中冲出，扑倒金大。风全场乱成一锅粥。乌鸦翻身举枪，镇山北端起冲锋枪横死。F4反应过来，开始对射。杨柏扔出手榴弹，趁乱冲到屈高山面前，抓住他脑袋。说是谁？叶黑龙。说完直接挂了。延边 F4冲过来，老板人跑了。乌鸦王学斌镇山北全没影了。追！外面山林中，布谷江正端着冲锋枪疯狂扫射。凤凰被他们打死了。杨柏身体一颤，杀意直接拉满。对面山林藏着6个枪手，一个穿迷彩服的刚冲进。杨柏快慢击上膛，一道残影掠过，一枪正中眉心，看都不看人，已冲进林子。凤凰掉下去了，是我不好。杨柏不吭声，身形再次消失在黑暗中。林中领头的是个山羊湖，外号老易，正用560锁定布谷江。老易，老大说了，杨建军和他孩子都得死。老易刚要转枪口，杨柏一个偏头一作弊，直接扫。老易肩膀中弹，躲树后爆粗。我操！这小孩会开枪！还没反应过来，杨柏已经消失。紧接着3颗药弹扔出，被凌空击碎，辣味弥漫整片山林。枪手们蹲地狂咳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他们身后，一句废话没有，直接带走一个。杨柏火力全开，连崩垒。第3个枪手持军刺捅过来，杨柏弹手甩出龙鳞钉在他肩上，飞起一脚拔刀割喉，整套动作丝滑的像开了挂。剩下的枪手直接吓破胆，这特么是8岁。杨柏换弹夹，残影再现。等枪手看清枪口，已经顶到脸上，砰一枪直接带走。老易想跑，刚转身，小腿被一刀划开，惨叫跪地。杨柏的枪顶住他眉心，砰，没有多余台词。谁让他们杀了凤？此时杨柏心中只剩杀戮。布谷江看得心惊，这孩子走火入魔了。他小心翼翼靠近，想打晕杨柏。杨柏猛地回头，快慢击和龙鳞同时指向布谷江。布谷江瞬间僵在原地，眼看要失控，山沟里突然传来喊声：“老大，凤凰没死！”腰上水壶挡了子弹。他爬上来，头上还粘着苍耳。杨柏瞬间泄了气，一屁股坐地上。没死就好，回头多给你烧香。凤凰跑过来，眼含泪花。这些人是屈青山的手下，他们有个老大想杀咱们全家。杨柏脸色更沉了。叶家人他姥爷家前世没见过面，现在要来杀自己亲爹。布谷江急了。镇山北呢？他跑了就跑回迷魂谷，但王学斌和乌鸦必须死。杨柏想追，双腿一软，
毕竟只是8岁的身体。布谷江和凤凰冲了出去，杨柏正喘气，突然歪头，出来吧，别躲了。术后王学兵举着枪走出来，我操，是你！你一个孩子怎么敢杀人？放下枪，我给你一次机会。你是不是有病？杨柏张开双臂，脸上挂着神秘笑容。王学兵懵了，你跟曲高山什么仇？他陷害我爸，必须凉。那4个先做人呢？我员工卫星也是我的人，你手上至少10条人命吧？霍霍了多少女至亲？王学兵直接摆烂。叶青离吧，就差一点我就能当你爸爸了。你该死！该死的是你！松林林场我们王家吃定了。你没机会了。杨柏往旁边挪了一步，王学兵枪口紧跟着移动。就在他要扣扳机的瞬间，一匹山狼猛地窜出一口，咬住他手腕。杨柏慢悠悠捡起快慢机和龙鳞。有一匹狼当底牌没毛病吧？别过来！你霍霍那些知青的时候想过今天王家我灭定了？说你该死你就得死，一个金沟镇王家算个屁！王学兵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凉在孩子手里。8岁男孩的复仇才刚开局，远处枪声渐停，杨柏摸了摸狼头，让山狼对着远处嚎了一嗓子，这是喊凤凰回来。镇山北和乌鸦跑路了，杨柏拎着枪走进库房，角落里卫星对着屈高山的尸体发抖。我听你的，别杀我！杨柏眼神冰冷。接下来怎么操作？屈大山怎么死的？是叶家人干的。你觉得我傻？是镇山北勾结王家人杀了屈高山，乌鸦还想干掉王学兵，让他们狗咬狗。王学兵已经没了。卫星懵了，但来不及多想，杨柏继续安排。乌鸦让他回王家，这种人留着就是定时炸弹。你去联系乌鸦，说你背后有老板想跟他合作，再联系叶家，让他们扶你上位。曲高山干的脏事你都门清，有王家这层关系，叶家会选你。卫星直接傻眼，这是让我当3方卧底。山坡上叶家那几具尸体我来处理，别让我失望。杨柏走出库房，凤凰和延边 F4 都下来了。布谷江没追上镇山北，正后悔。杨柏问金大：“我让你办的事呢？”妥了，这是位置。金大递上一张画着符号的纸。杨柏转头对凤凰和布谷江说：“山上有马，咱们骑回去找小红，不去奥布村，去迷魂谷找镇山北，他必须死。”杨柏早盘算好了，给镇山北留个口子，让他逃回迷魂谷。本想给老爸他们送功劳，但韩岭出了这么多事，他必须亲手送镇山北上路。3人骑马冲到奥布村外，小红还在。凤凰劝他歇会儿吧，你身体扛不住。杨柏眼里全是血丝。有近路吗？布谷江摇头，到迷魂谷还得1天。杨柏掏出绳子，把我绑马背上赶路。我爸和公安先去了，但进不进得去不好说，必须在镇山北之前赶到，提前布局。凤凰主动把自己也绑上，让杨柏靠着他睡。布谷江带路，连夜翻山，舍利山狼开路。天亮时，阳光穿透树林。杨柏醒来，发现靠着凤凰暖暖的后背。晨雾里，凤凰睡得很安静，睫毛上挂着水珠。杨柏心疼了。他本该上学，却跟着自己连轴转，等事情结束好好生活。老爸高考本来想让老爸去槟城，现在改主意了，去京城赌把大的。叶黑龙，你等着！前方布谷江突然勒马，对面山梁上也有骑马。凤凰眯眼一看，库房里镇山北身边的人追，那人正是齐双。镇山北让他当诱饵吸引追兵，自己抄近路回迷魂谷。齐双回头骂了一句，眼珠一转，他知道前面有条路埋着猎户的陷阱。他从包里掏出炸药，准备给后面的人整份大礼。布谷江吹口哨，猞猁和山狼冲进山林。猞猁一进去就发出警报，有陷阱。布谷江翻身下马，压低身子往前探。他一眼看出前方3米枯叶颜色不对，扔了块石头过去，枯叶瞬间塌陷，露出带木刺和狼夹子的地坑。布谷江又指出翻板陷阱，藏在树枝里的凌空刺，还有树皮里塞的石灰袋，上面木刺一掉，石灰直接爆脸。太 low 了！布谷江正要往前走，别动，你脚下有东西！一根鱼线绷在布谷江脚前，连着一棵树后的装置，再走一步，地底的炸药就会送走全场。杨柏用龙鳞匕首切断装置，从土里拔出炸药，顺手扔远，掏出快慢机。杨柏惨叫，凤凰秒懂跟着尖叫，布谷江也嗷嗷喊起来。远处树后，齐双端着冲锋枪走出来，嘴角上扬。齐双得意洋洋快步走来，跟踪我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是谁。刚过硝烟，嘴还没张开，下一秒布谷江的步枪、凤凰的春田猞猁和山狼群，外加杨柏的快慢机，直接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。齐双傻了，怎么是小孩？凤凰二话不说扣扳机，一枪打爆他手里的步枪。凤凰皱眉，我瞄的是头，咋打肩膀上了？老大这枪不准。杨柏随口答，昨天摔瓢了膛线，回去给你叫。齐双差点吓尿，人家本来要爆他头。布谷江一脚踹倒他，镇山北在哪？齐双眼珠一转，杨柏直接指挥老布打1枪，他要说谎，微表情出卖了他。布谷江一枪轰他肩膀，齐双嗷嗷叫全招了。他走小路提前回去了，让我当诱饵引开追兵。近路在哪儿？齐双又犹豫，布谷江一刀大腿。齐双惨叫着交代：蝴蝶谷旁边有个蘑菇洞，穿过去能省3小时山路，马也能过。杨柏问他是怎么跟镇山北的，齐双怂了：我原是矿上技术工，看上师傅女儿，我把她上了。不等说完，杨柏直接下手杀。布谷江还在犹豫，凤凰已经后动扳机。杨柏白了布谷江一眼：老布你也不行啊，还要报仇呢。布谷江有点自卑，凤凰怎么也敢杀。20分钟后到蝴蝶谷，穿出山洞是一条窄山路，尽头能通迷魂谷，还真能提前到。镇山北怎么发现的？布谷江话音刚落，杨博猛地抬头看向岩壁上方，感觉被什么东西盯着。布谷江闻了闻，说没有生人味。凤凰也没看到人，
三人继续赶路，他们刚走岩壁后，探出一个巨大的脑袋，冷冷盯着他们离开的方向。迷魂谷内白雾弥漫，树木像鬼怪一样张牙舞爪。杨建军、关刀、赵东来带队赶到。杨建军掏出指南针，指针没转附近没磁场。三人先进去探路。杨建军让关刀在树上刻痕，赵东来在树下摆石头。走了一会儿，杨建军突然停下，前方那棵树上有刻痕，树下有石头。真走回来了，鬼打墙！杨建军摇头，不是鬼，是雾和树长得太像，走着走着就偏了，这叫人体错觉。所有人胫骨伐木。他提议把所有人都叫进来伐木。不用全砍，只要每隔一段把树枝砍掉，让每棵树都不一样就行。所有人不许离开1米距围，最好用绳子拴在一起。我操！迷魂谷被3个孩子反杀了。迷魂谷里众人对着树一顿输出。杨建军捏着指南针走直线。别砍了，老乔找到了！冲锋！战士们三三对齐，刑警民兵齐手跟上，直接冲进悍匪窝。3个悍匪正嘀咕老大咋一个人回头一看，直接傻眼。迷魂谷一个想冲进屋拿枪，哼当场跪地；另2个直接吓懵。不许动！镇山北呢？话音刚落，镇山北背着包端着冲锋枪走出来，听到枪声，这货准备卷钱跑路。一照面，赵东来吼出他名字。镇山北狂怒，去你的一梭子横扫，还掏出躲避！镇山北在浓烟中嚣张大喊：“来呀，杀我啊！那就战！”所有人悍不畏死往前冲。硝烟中，镇山北枪声突然消失，人呢？一定有地道。正说着，谷外再次爆炸，地面裂开，隐藏地道暴露。赵东来率先跳进去，谷外杨柏蹲在石头后揉耳朵。我早猜到有地道，就让金大提前埋了炸药。没想到老爸他们先杀进去了，他们下地道追镇山北了。杨柏闭眼摸地形，这边花岗岩打不通，东面。3人朝东面山沟摸去，刚到位，地面木板掀开，镇山北钻了出来。杨柏举起快慢机，被镇山北一脚踩飞。步步将一拳砸到枪身，自己的枪也被踢碎。凤凰一箭射来，镇山北侧头躲过，拔出2把嘴，砰砰砰！步步将翻滚躲避，杨柏一个扫堂腿把他撂倒。2人翻滚对视，步步将拔出猎刀扑上，镇山北一拳砸中，杨柏虎扑扔出左轮，镇山北后仰鲤鱼打挺，凤凰一箭定在左轮上。镇山北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爸杨建军，杨家老3的儿子，这么点就会玩刀？就这愣神功夫，杨柏直接冲过去，一起上，凤凰举弓锁定，杨柏和步步将左右夹击，镇山北一边腿踹翻步步将，杨柏专攻下3路，镇山北猛吼一声，震得杨柏脑膝盖撞来，杨柏树龙鳞划开对方膝盖，凤凰毒箭射出，镇山北竟徒手接住，杨柏快速蹲下抓起一把一把呼脸，镇山北后退抽出武装带，啪的抽中步步将，当场头破血流。杨柏刚要上，镇山北把子弹当暗器甩过来，破空声刺耳。他真会武功！杨柏翻滚躲避，冲凤凰喊要弹了，凤凰扔出药弹，镇山北凌空用子弹打穿，瞬间胡椒面炸开，大眼睛呛死了。杨柏眼泪哗哗流，握着龙鳞再次冲上，镇山北甩武装带，杨柏呸一口唾沫，顺手从屁股后掏出石灰袋，石灰，我去你祖宗！镇山北当场破防。废什么话！你能拿武装带抽孩子，我就不能玩埋汰。紧接着他又掏出最后一颗手榴弹，用布口袋包着扔过去。镇山北以为是石灰，武装带抽上去，手榴弹落地，等看清是什么玩意，眼珠子差点瞪不。风镇山北惨叫飞出去，左手被炸得血肉模糊，他翻滚着扔出匕首，杨柏低头躲。镇山北猛地站起来，撕衣服缠手。记住你了，给我等着！杨柏一甩手，龙鳞飞出去。镇山北装杯徒手接刀刃，手指头当场削掉。龙鳞，这家伙居然认得！跑啊！镇山北扭头就跑，几百米跟草上飞似的。不用追了，他死定了。我的龙鳞涂了，见血封喉。话音刚落，镇山北脚步踉跄，跪倒在地，满脸青。杨柏走过去，镇山北颤抖着摸向身后背包，掏出一个遥控器。杨柏抬手对准眉心，正要扣扳机，镇山北胸前突然炸开血花，眉心也被子弹贯穿。卧槽！杨柏一个翻滚躲进山沟，回头一看，杨建军举着枪，凤凰一把扑倒，步步将捂住他的嘴，别说话。杨建军着急赶来，他瞄的是后背，怎么打中眉心了？赵东来等人从地道钻出来，捡起遥控器和背包，3万多块钱，20多根小黄鱼。3爷杀了镇山北。众人把杨建军举起来抛向空中，山沟里杨柏趴着偷听，凤凰和步步将也滑下来。刚才那枪是我爸打的，我爸枪法真准。杨柏敲步步将脑袋，记住不是我杀的，是我爸杀的。最后一枪是我爸开的。凤凰冷冷补刀，就是杨叔杀的。步步将缩脖，你们说啥就是啥。3人骑马回蘑菇洞，累得浑身疼。凤凰突然听到沙沙声，杨柏伸头看外面阳光明媚，下一秒直接愣住，岩壁上贴着一条10多米长的黑蟒，水缸那么粗，鳞片反光，灯泡似的眼珠子。步步将当场炸毛。这都冬天了，不该冬眠吗？凤凰抄起热水泼过去，黑蟒一缩，张嘴吐出一缕白烟。建国后不许成精啊！杨柏意识模糊，掏解毒丸，可凤凰已经晕了。步步将也踉跄倒地，杨柏屏住呼吸，还是没撑住，眼前一黑，黑蟒把3个孩子卷在身上，游出洞口，消失在大兴安岭深处。重生后，别人都忙着修仙打脸，我杨柏只想回家带娃上学，结果被80岁山神强行收徒，还告诉我这座山以后归我管。救命！我只是个9年义务教育都没读完的孩子。大兴安岭深处万物竞生，一头黑蟒在林间背上趴着3个崽子。灰熊从帐篷后探出脑袋，远处雪峰传来一声兽吼，
黑蟒回头，眼神里满是不屑。帐篷里走出一名白发老者，身高近1.9米，穿着兽皮大衣，腰间挂个葫芦。这小子有古怪，醒了吧？杨柏睁开眼，挤出一个讨好的笑。山神爷爷好。年世勋威正，他镇守大兴安岭8世载，这小孩怎认得自己？杨柏眼眶倏地红了。前世山神传过他半卷吐纳术，虽未正式收徒，他却一直厚脸皮喊师傅。重生归来，以孩童之躯搏命周旋，积压2世的委屈此刻决堤。师傅，我总算找着你了。哭够了，那就说说为何冒充老夫弟子。那什么，老爷爷，您去过黑市，我爷爷杨荣道讲过您的事儿，我从小做梦就梦着您了，特别崇拜。我真没想冒充您徒弟，是哈拉爷爷自己脑补的，我错了，爷爷。杨家王，杨柏心里一喜，赌对了。小子这一路过来多少人？没有。话音刚落，黑蟒张嘴打了个哈欠，吐出7、8颗石子。杨柏脊背发凉。体内那半套功法也是你爷爷教的？做梦学的，梦里您收我当徒弟，传了半本吐纳术。小华亏敢骗老夫！年世勋单手捏着他脖子，杨柏当场吐纳运气。年世勋眼神一震，伸手从他天灵盖一路摸下去，杨柏整个人尬住。原来如此。年世勋松手，目光忽然平和。愿拜我为师。杨柏鼻头一酸，跪得结结实实。师傅，老夫终于有继承者了。跟为师回龙山，你是下一代黑蟒灰山熊猿猴齐齐望。杨柏傻眼了。师傅，我真的回家，我偷跑出来的，家里还有个妹妹要养，我爸不太靠谱，我还是个孩子，得上学。有道理。所以您放我回去。年世勋从红布包中掏出一堆令牌，他挑出一块虎头铁牌递过去，带回去给你爷爷，以后寒暑假进山跟我学本事。师傅，这到底干嘛的？老夫姓年，黄远年家，这座山往后你守。杨柏心里咯噔一下，年羹尧那个年家，脑子里弹幕狂刷，不会真有龙脉吧？行了，传你完整9阳道功。年世勋招手过来，杨柏刚凑近，一只大手直接摁在天灵盖上。我去，脑袋嗡嗡作响，浑身过电似的哆嗦，一股暖流从头顶灌入丹田。昏过去前，杨柏最后一个念头：这老头传功不能轻点啊！年世勋看着晕倒的小徒弟，眼里金光一闪。庄子梦蝶的命格，老天爷倒是给黄维猎场送了个好苗子，老爷子满意的很。80岁了，该有个传承人了。可惜后来真正上手教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收这徒弟麻烦大了去了。杨柏在醒来时正骑在黑蟒背上在林间游走，身后是凤凰和布谷江。蝴蝶谷口，黑蟒一个全身的反弹飞出去，你大爷的！杨柏一个后空翻，稳稳落，自己都惊了，体内暖流涌动，身体轻盈的离谱，之前的暗伤全好了。黑蟒又抖了抖，把凤凰和布谷江直接撂地上铲飞了。杨柏凑上去摸鳞片，你喜欢吃啥？回头给你安排。黑蟒被这份自来熟整不会了，扭头窜回林。杨柏长出一口气，我真拜师了全套道功，寒暑假进山。师傅祖上年羹尧，那我不成清朝余孽了？去他的奴才！三人把手叠在一起，布谷江眼圈微红，一辈子的好兄弟。他不知道这个决定会让他日后成为冰城暗黑世界的头，不是在别人手下，而是在杨柏的棋盘上。另一边，杨家杨荣道坐在炉边茶饭不思，山火烧了一整夜，谁都没合眼。大爷杨建业冲进来，于凯折了，老三要了镇山北的命，整个团伙全端了，老三成英雄了。镇山北要是活着受审还好说，现在人折了，于凯的命也丢了，王家会善罢甘休。金沟镇王家天刚亮电话就炸了，松林林场场长去高山被害，凶手是王家3少王学兵，而王学兵又被镇山北反杀一桩案捅破了天，王云木差点背过气去。老三没了，王云木死死盯着乌鸦，我也差点交代在那儿。去高山的司机是狙击手，冰城叶家出手了。王云木倒吸一口凉气，叶家那才是真正的庞然大物。乌鸦没说谎，只是隐去了关键。韩岭那场混战他趁乱脱身，现在回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电话又响了，王云木接完直接摔了听筒。镇山北被做掉了，老巢被端，公安抓了3个活的，我们居然输了。乌鸦脸色冷下来，还没输，没人知道我们跟镇山北那条线，现在要防的是叶家。王云木强迫自己冷静，这是金沟镇，不是冰城。他站起身，我得去趟县里。山雀落在肩头，杨柏一个喷嚏打醒自己，脑子里信息量爆炸。师傅祖上年羹尧，自己继承的是一座山，体内多了全套道功，寒暑假还得进山修炼。别人穿越修仙是开局一把剑，我杨柏开局一条蟒。师傅还是个80岁的老爷子，还不让我回家写作业，这剧本是不是拿错了？一枪干翻镇山北，杨建军成了全公社的盖世英雄，但没人知道他儿子杨柏的师傅才是这片山林的隐藏 BOSS。晚上林场灯火通明，杨家老小和工人脖子伸得比长颈鹿还长。杨荣道站最前头疯狂张望。白天镇山北覆灭的消息已经炸穿整个公社，杨建军亲手终结了这号狠人，直接封神。这会儿刚开完表彰会，马上到家。杨青知道大哥肯定带凤凰进山了，信鸽飞回来一次说很快就会，但杨青还是委屈成表情包。突然身后传来懒洋洋的声音，杨青猛地回头，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干嘛骗我？杨柏抱着他，鼻涕别蹭我身上。杨柏抱着他转圈，小姑娘破涕为笑。此时林场门口突然炸了，锣鼓鞭炮震天响，有人踩着鼓点直接开唱2人转。咱爸回来了！杨柏拉着杨青就往门口，
杨建军、关刀和骑手们胸前全挂着大红花，公社支书刘百川亲自护送。老爷子，你们家老三绝子！杨荣道笑得嘴角咧到耳根。杨建军挺胸抬头，虽然带点疲惫，眼里全是光。这一战保境安民，再没人敢来惹事。以后的山林稳了。刘百川说完，看向杨建业和杨建明，俩兄弟脸上也写着我弟牛逼。杨青跟小兔子似的钻过人群，扑到杨建军怀里。爸爸，我好想你。爸爸这不回来了吗？你胡子好扎人，哥哥救我！杨荣道说回家领着儿子们往回走。刘百川告辞，叮嘱杨建军明天去镇上开会，还得去县里看高考考场。1977年高考恢复第1年。杨建军已经过了初试，到家后，杨白领着杨青回去，凤凰已经把家里收拾干净。杨白打哈欠上炕就呼呼大睡，杨青躺他旁边也秒睡。凤凰收拾完躺在另一侧闭眼，等杨建军回来，3个孩子已经睡熟。末日根说：“3爷咱也睡吧，真累了。”杨建军躺下就着，这一觉睡得昏天暗地，要不是关刀来叫杨建军还在睡，隔壁仨孩子同样沉沉不醒。杨建军留下末日根跟关刀去了镇上。杨柏一觉睡到10点多，凤凰赶紧下炕做饭。杨柏打着哈欠说：“不着急，上学慢点。”今晚够呛能回来，你们别担心。莫叔，你不回青龙村寨，有人受伤得去慰问下吧。末日根一拍脑门，还真得回去一趟，晚上就回来。杨柏支走末日根，赶紧让凤凰放信鸽，他要联系延边 F4和卫星。杨柏揉着妹妹脑袋，让凤凰留下自己去找爷爷。杨荣道正琢磨事儿，杨柏偷摸进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杨荣道几天没见孙子，发现他好像长高了。杨柏一伸手把山神师傅给的令牌拍桌上。杨荣道震惊了，山神令，师傅说跟你商量一下，让我进山跟他学习。去被杨荣道秒同意。杨柏傻眼，我还要上学呢。无所谓，山神什么都知道，爷爷不至于吧？杨荣道看着令牌，目光深邃。山神选了杨家子弟，那是福气。那寒暑假进山，你咋跟我爸解释？到时候再说。你拜入他门下是你的福气。他被叫做山神，是因为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。杨荣道听完孙子转述，才知道山神年世勋的祖上居然是年羹尧。杨柏乖乖坐好。说说，你就当故事听吧。满清入关后都说北方有龙脉，清廷留下护龙一脉，划分为6道。爷爷，你别学说评书留悬面，赶紧讲。护龙6脉按位置分大兴安岭、盛京3陵、东西双陵。从长白山到这边藏着满清的秘密。盛京3陵是永陵、福陵、昭陵，护龙一脉为同家氏、好社里氏和盛京内务府。东西陵主要是马兰镇总兵和泰宁镇总兵，加上曹雪芹家族那样的包衣家族。杨柏插嘴，母那族好舍里氏是康熙媳妇那边的。杨荣道点头，你还知道这个？我爸跟我说的。长白山那边有女真4部护龙，乌拉部后来改成宁古塔，大家都以为护龙一脉早没了，到了后来更是扫除一切老传统。谁能想到大兴安岭出了个山神？有一年山林大火，结果山神领着众兽突然出现，把火灭了。爷爷，咱讲点科学，野兽怎么灭火还天降甘露？怎么就不科学了？诸葛亮都会求雨，你师傅就不能求个雨？你这孩子啥也不懂，好好跟你师傅学吧。到底谁不懂啊？赶紧上学去！你就是山神了，也是我孙子。杨柏唉声叹气，大人就是这么不着调，还让我上学，我才没空呢，得等消息。正说着，迎面一匹马突然窜出来，给他吓了一跳。杨柏直接从马肚子底下钻了过去。杨柏马上的杨雪背着书包，俏脸通红，纯属被吓。杨柏差点被马踩没了命。他练完道功，感知力爆表，一个侧身轻松躲。杨雪吓得脸白，他却淡定回头。我爸呢？他怎么一直没有回去？我妈很担心。没事，爷爷不让回。杨柏瞥了眼他脖子没有狼牙，果然他问自己要狼牙是给了那个渣男芳华。狼牙呢？在镇上。姐，你擦亮眼睛啊！有的男人极为下头，送个破礼物还惦记更贵的。杨雪一脸懵，爷爷杨荣道出来喊他，杨雪赶紧去见爷爷。远处口哨响，信鸽回来了。杨柏冲回去拿到卫星的信，叶黑龙被放出来了，放话要干掉杨建军、杨柏和杨青，不过手下没了，暂时得隐忍。叶黑龙今天也去镇上。那我也去。杨柏带上金3、金4，安抚好非要跟的凤凰，跳上拖拉机。老赵看着俩显族人跟狗腿子似的笑，嘀咕这不3爷儿子吗？杨柏礼貌点头，是赵大爷。前方路口突然吵起来，杨雪被5个混混拦住，领头王乔王家的人，初中门口的地头蛇。他嬉皮笑脸，跟哥走，晚上请你看电影。杨雪扬起马鞭，不下来我就砍了这马。杨雪一夹马肚踢飞一个混混，王乔怒了举刀就砍，鞭子被砍断，混混趁机把踹下。杨雪看到拖拉机拼命喊救命，老赵想上前，混混亮刀威胁滚犊子。老赵有点慌，说要报警，混混们哄笑。这时杨柏冷冷开口：“把我姐放开，快回去喊人！姐就这几个垃圾，还用回林场？”混混们怒了，小学生这么狠。王乔举刀大骂，老赵搬出3爷，狗屁3爷！杨柏懒得废话，干他！金3、金4跳下车，抡巴掌就往我身上招呼。有人拿家伙冲过来，金3反手一杵，金4直接扑倒，起脸输出。王乔还在捂家伙，金3从兜里掏出一把黑家伙，王乔当场腿软跪了，误会都是误会。金4也亮出双家伙，斜眼扫一拳，混混们手里的盾板瞬间不香了，当啷全扔地上，秒变乖宝宝。金3、金4对着王乔猛踹。姐，过来吧。是谁啊？老爸的朋友。王乔被打成猪头，躺地上直哼哼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叫杨柏。金沟镇的混混也敢动我姐？王乔赶紧求饶，
杨雪凑到杨白耳边说了一句他是王家人，杨白冷笑继续揍砖捅腰子下手狠点。王乔吓懵了，杨雪委屈我就说了一句王家人啊，王家人没好东西。杨白拍拍手，我让这小子以后见你一次怂一次。杨雪眼睁睁看着王乔被揍到整成猪头，人直接昏过去了。杨白冷脸让混混们写下家庭地址，混混们懵了为啥？金三金四抬手又要揍，赶紧写，以后谁动我妹我就上家找你们。混混们彻底怂了，人家有家伙真敢灭门啊！那两个显族人彪呼呼的绝对干得出来，记住了，我姐就是你们的禁区。混混们疯狂点头。杨柏回头对杨雪灿烂一笑，姐走吧，去镇上。到了镇上，杨柏和杨雪分别，杨柏领着金三金四去找老爸，刚走2步，突然拉2人躲进胡同。一辆冰城牌照的吉普车开过来，后排坐着个少年。杨柏瞳孔一缩，芳华，前世把杨雪肚子倒大的那个渣男。车里司机叶黑龙，四方脸一看就当过兵。后座芳华苦笑，你能帮我什么？你虽然姓方，但你是叶家的种。杨柏认出了车牌号，卫星信里提过的。叶黑龙怎么跟芳华搅一起？不管了，先跟着。金三背着他从小路尾随，叶黑龙先把芳华送回学校，然后开车进了刑警队。金三背着他就要往里闯，杨柏赶紧喊停，你们是不是虎？腰间别着家伙主动送人头。正发愁，1楼大堂里杨建军出现了，叶黑龙冲他招招手，亮出冰城特派员身份。杨建军伸手要握，叶黑龙冷着脸没接，直接问话：韩岭去过吗？杨建军摇头没有。叶黑龙盯着他，断定没撒谎。杨建军说要出去准备高考，报考兵工大。叶黑龙脸上笑着，眼里却满是狠意。杨柏扒着院墙看淳宇，心里门清，冤枉你的人最清楚你有多冤，得先下手为强。老爸要考兵工大，必须改志愿。叶黑龙冲一个方向点头。杨柏回头，小饭店里走出个戴毡帽穿军大衣的老农，脚上却是单位发的棉靴，腰间鼓鼓有家伙。这人骑车跟上了杨建军，杨柏嘴都快努歪了。金三金四才反应过来，跟上，俩憨憨撒腿就跑。杨柏叹气，太缺人了，正琢磨要不要趁机会干叶黑龙，对方猛地转头看过来，杨柏瞬间扭身装小孩，叶黑龙只看到个背影。杨柏穿过马路追上金三，金三说一高旁边有小树林和破庙，很少有人去，把人绑到破庙。金三兴奋了，背起杨柏就冲。高中门口戴毡帽的正在蹲杨建军，金三金四晃悠过去，一个歪头流鼻涕，一个斜眼擤鼻涕，戴毡帽的嫌弃的不行。下一秒，金三一把家伙顶在他腰上，西巴别动。金四另一边也顶上了缴枪活命。戴毡帽的懵了，这俩傻子真敢在学校门口动手。金三打开保险，使劲一对，戴毡帽的怂了。金四搜出狗头撸子，又从靴子里翻出另一把家伙，西巴，跟我们走。戴毡帽的咬着牙被押往破庙，扎手被拖进破庙的瞬间，瞳孔直接地震。碎石堆上坐着的居然是个孩子。叶黑龙让你对杨建军动手，轻点儿，他听不懂。你最好老实交代，不然他会让你遭老罪了。你休想！金四，扒裤子。你干嘛呢？啊，不是这意思。我说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，把裤子穿上，继续吧，一寸一寸的骗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长。今天直接让他变成无稽之谈。我说，我全说。叶黑龙让你杀杨建军，对，和韩岭死的那批是一伙的。是，镇上现在就剩我了，韩岭折太多，黑龙压力也大。叶青罗认识吗？大小姐，你问她干什么？我说，大小姐今年进兵工大念书，专业不清楚。芳华认识吗？谁是芳华？真不认识。行，杨柏知道吗？杨建军的儿子必须死，连带杨青也得除掉。你是王家人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金沟镇有这势力的只能是王家，但我真没想到会派个孩子来。你代表不了叶家。原来如此，那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杨柏。你们叶家想杀我，那我也会杀了你们。我还没下命令你就动手，下次直接删了你！不听指令，欠削！处理掉，把上次韩岭库房带回来的痕迹留这儿，让叶黑龙误以为是王家干的。钻出树林，远远瞧见老爹杨建军揣着准考证，正美滋滋骑着马走远。杨博暗自盘算，老妈不高考直接上大学，这就是权力的体现。兵工大绝不能去，太危险，必须让老爹一举成名。老板，我背你。记住，平时多读点书，不然扣工资。老板找谁？芳华。杨雪呢？请假了。芳华，你跟杨雪搞对象了？她算了吧，也就还行。看到了吗？那货就是芳华。你俩干嘛去？揍他呀！蹲下，等他落单，要么等放学。
西巴，让你自私不服人！老板说了，你要是伸手扶一把，今天就给你减刑。赵大爷，我爸让我捎的。我爸以后做山货生意，能请您这拖拉机帮忙不？三爷要用一句话的事儿，给个油钱就成。没死吧？没有，几个月下不来床。行。另一边，叶黑龙回到招待所就接到消息，芳华被人打进医院，骨头都断了。芳华母亲在病房哭天抹泪，叶黑龙愣在当场，派人找了一整夜，天蒙蒙亮时才接到消息。据我们调查，王家的人最近在频繁活动。王家，老子还没动你们，你们倒先亮爪子了。行，现在就让你们知道招惹叶家什么下场。而王家这边，王云木还在县里跟老大商量下一步计划。公社小学杨博闭眼吐纳，欧阳德正讲关键点，一抬头看见他在那老僧入定，刘云一肘子怼过去，杨博慢悠悠起身，余光扫着他，指着字张嘴就打。下课，刘云拦住他。收表彰了，要去县里开会。我啥都有，买个足球呢？不要。刘云，我爸也去县里，我给你买，我也没说啥呀。女人不能太上杆子，你又没错。我找你办事儿，我认识山上一朋友，能把山珍弄下来往县里卖。跟我有啥关系？你爸是大队长，能盖章开条子。我爸知道能打死我。2块钱，真不行。5块，你要不同意，我去找刘云，人家他爸是支书，我拿你当兄弟才先找你。6块，行，从小就这么会整。长大必成大器。这2天把章盖好，不跟人说。你爸发现了，就是你偷出去玩，跟我没关系。敢抖出去！百哥放心，我绝不叛变。百哥再也不抽了，滚犊子！都给我老实点，别欺负同学。我天，宝哥会轻功吧？你是不是虎？老布，你怎么这么快？你能不能顾及我一下？我还是孩子。我想见见叔叔。没问题。那什么，你在山上等我会儿，我得上学。好。去，一边去。杨柏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校长，不上课，跑出去干什么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是不是？校长，都是我爸。你逃课跟你爸有什么关系？我爸的朋友从山上刚下来，带了山货，我爸让人送过来，让我给你送礼。啥玩意儿？校长，我爸老说你为我操心，还有欧阳老师，这马上要去高考了，我爸想答谢你们。告诉你爸，好好高考，其他不用想。这礼物我不能要。校长，你必须要，你不要，欧阳老师怎么样？没收了。你爸要是没考好，等着瞧。幸亏我准备了后手，不然就得罚站。这帮孩子怎么回事？欧阳，校长让你过去。好，可以走了。上马。杨叔好。你是奥布村的布谷江？是。哎呀，小英雄来了！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老莫，他就是布谷江。我知道，大兴安岭最年轻的猎人，达陆鹤族的天赋少年。布谷江，你很好。我是青龙村座末日根。哥哥，喝水。小布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过来看看您。杨叔才是大英雄。还有，我想请教杨叔一些事情。我算什么英雄？你教杨柏那些……爸，老布的意思就是……什么老布？一点礼貌没有！这是你布谷江小叔。啥？我的救命恩人，我的小兄弟，不是你叔是啥？我操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叫叔。叔。小布，今晚留在这里，我一会儿告诉刀哥，咱们好好聚聚。对了，你其他族人来了吗？都没来，可惜了。杨柏，你跟杨青出去玩吧。爸，我没事儿。出去。计划没有变化快，我太累了。上哪儿去？那是山里的狼嚎声，没事的。我的大猫找我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拥有暗夜之王，未来的你在山林间也是王者。去吧。我来吧。老布，坐吧。叫叔。开个玩笑。不许欺负老大。你爸
好像不知道。我爸不知道，因为我有一个秘密。爷爷知道。什么秘密？老布，咱们是兄弟，对吧？当然了，生死兄弟。你也是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什么也不许说。你还得好好帮我忙。我爸那边也不能说，这是我师父给的。山神令。我爸不知道。你现在说我们的生意。生意？这些针魔多少钱？钱？什么钱？没花钱。野鸡不是钱吗？野鸡不值钱。老布，我要你在山中收山珍，我准备当货郎。当货郎？二道贩？对。这不行，这违法。老布，你跟我开玩笑呢？你上山打猎难道不违法？违什么法？我是猎人，打猎不正常吗？我忘记了，现在没野生动物保护法，好像在86年才有的。老大让你做你就做，违法怎么了？我们还杀人呢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怕死？怎么可能？我可以为他挡子弹。行了，老布，我实话跟你说，我就是要做生意，我要挣钱，我要把山里的东西销售出去。老布，我需要你帮助，这个针魔越多越好。你要多少？先来1000斤。什么？谁让你打山鸡了？你不是说要在山里收针魔吗？这不是有针魔吗？你非要打山鸡。一日一早，布谷江就走了。无论关刀怎么说，布谷江还是要回山里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。咱爸现在什么毛病？看谁都要拜把子。哥哥，啥是拜把子？就是给你找个干叔叔。我不要。你怎么还不上学？我现在去。咋了？爸爸，抱抱。走，回家。哟，小山神。黑大爷，早，感谢你赞助的炸药。真的？咱们都是自己人，大爷是不是？哈拉老爷子呢？太早了，中午以后吧。有事儿？做点生意。市里那边1.5收这个针魔，我联系拖拉机，你帮我跑一趟。说啥呢？给山神和小山神办事儿，我能要钱吗？不许跟我提钱。这孩子谁家的？黑大爷，他也是黑市的。他叫赖武，这货不是好人。小山神，在这黑市中，也就我和哈拉守规矩。明白，黑大爷，咱们说话了。回头哈拉老爷子来了，你也帮着说说。被跟上了，那个赖武。小孩儿，叔叔，你叫我？对啊，你是不是杨柏？小杨柏，你别害怕，叔叔不是坏人，我跟老黑都是一起的。其实吧，我是你妈妈的人，你想不想妈妈？我带你去找妈妈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叔叔，你带我去找妈妈？当然了，就在前方，咱们把马放在这里。叔叔，太累了，你背我吧。我背着也行。叔，你杀过人吗？当然杀过，我杀过6个人呢。我怎么能把实话说出来？你们可算来了，孩子就在屋内。赖武，这么快就有消息了？先给钱，我要加钱，价格翻倍。这要在冰城，你还敢跟我这么说话？的确是他。给钱！拿着钱，赶紧滚！这个孩子是杨家三爷的，你们要绑架这个孩子，到底干什么？这是你能打听的吗？问问不行吗？再说了，你能给这么多钱，那杨建军呢？你想说什么？我可在这附近混，我可不想得罪杨家三爷，我怎么也得问清楚。是吗？那我告诉你，他得死。死？你死啊！你也得死！还敢跟我们斗？杂碎，都脏了我的飞刀。行了，咱们先把这个杨柏弄走。叶黑龙那个废物当了特派员，连这件事都弄不了。二爷已经来火了。知道了。进去看看。啊！
别动，动一下打死你们！怎么可能？你会用枪吗？哼，还质疑我吗？你怎么敢？哟呵，还质疑？混蛋！还想试试吗？你是孩子吗？你们要杀我，难道我就不可以杀你们？你真是杨柏？我当然是杨柏。来吧，我们现在可以聊聊。说吧，你们来自哪里？够了，我叫文海。我对你的姓名不感兴趣，我要问你来自哪里？冰城道理。怎么，你不是我妈家的人？什么？利用我的妈妈把我骗出来，赶紧说！不说的话，我是二爷派来的，他很不满意叶黑龙的做法，他要解决掉你，还有你的父亲杨建军。我们是道内江湖人。二爷，文海嘴里的二爷就是自己未曾见面的二舅。二舅叶清明却是商人，在85年左右离开冰城，前往彭城，成为南方有名的地产商。韩岭案件，叶黑龙的人被杨博所杀，二舅叶清明很是震怒，他再次派出文海和阿世南。真没想到，要杀自己的人是他的二舅，那个未来大富豪，华夏有名的地产商。怪不得他能搞地产，原来冰城的江湖人有一部分人都是他的人。叶黑龙失败了，就派出这2个人。要不是我偶然遇到赖武，估计还真麻烦了。我光盯着叶黑龙，没想到还有人来。叶清明要杀我，我妈知道吗？大小姐安心念书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是吗？真的，但老爷子有安排，希望大小姐毕业后能够联姻。联姻？对，政治联姻，具体我不清楚。只要联姻了，大爷可以进入京城中书。我的老爷想要让老妈嫁给金圈之人，叶家凭借老妈可以得到金圈权贵的支持，想当天龙人吗？一个黑5层，还觉得自己血脉高贵，自己老爸娶了知青老妈，居然是这个下场。当年老爸要是不逃走，那真是废了。杨柏，我什么都说了，放过我吧！你刚才答应了，放我走。好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交给你们了。这个意思。不是，你答应过我，放过我的。的确，我答应你了，我不杀你们，他们也没有答应你。不，我可是江湖大佬。你就是未来的宋永嘉四爷，我也不在乎。你会下地狱的。我就在地狱里。去你妈妈的叶家！本少爷连天宫要毁掉，何况你了？你们不是想当天龙人吗？这辈子够呛了。来吧，我好好跟你们玩一玩。这一世，老爸有我们不会让你们如愿的。我去，都中午吃饭点了。看看这个人身上有没有钱，还有装备，都给我留着。老板，这2个人兜里都是大团结，你们先留着。老师，中午我去问题。我让妈妈给你缝的。谢阿姨，也谢你。继续弄。拜哥，你还要？有机会你就弄，攒着就是。走了。老师。不是，我真解不出来。杨柏，我只是小学老师。没事儿，你就看着就行。回头我爸考上，一定会感谢你的。我不要感谢，我不要做题。欧阳老师，孩子问题，这是好事情。造孽呀！老妈去宾科大，我让老爸去华清大学。切，叶家想要凭借联姻进入京城，我让老爸考进去，我就不信了。4年之后，老爸分配进入中书部门。这什么题？校长，这是高考题，要不你试试？试试也行。太好了，校长，你睡眠好吗？我挺好的。珍惜你现在的睡眠吧，我走了。嘴欠儿啊！这么大岁数了，争什么争？这力学怎么这么难？废物，送我儿子回来就变成这样了。阿姨，你们是芳华同学，谢谢你们看芳华。芳华，你怎么这样了？出去吧，我没事。芳华，你不要这样，你报警了吗？赶紧出去！你们还是回去吧。阿姨，芳华多说我能上学。医生说了，这半年都得在家休息。走吧。芳华这是得罪谁了？打成这样！我刚才听说公安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，谁都没有看到芳华。都是学生，会不会咱们学校的混混还是艺高那边？不能吧？杨雪，你怎么回去？我从这边就回去了，你们走吧。那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
丫头片子，你敢伤我？李哥，这个丫头还有刀。没事儿，她已经吸了药了。你们是谁？我警告你们别过来！小小年纪拿着刀，谁教你的？弄上车。李哥，这是第一个，咱们弄几个？别废话，现在公安查得严，赶紧走，直接送过去，安排好人接待。放心吧，李哥。三爷复习到2点钟，真不容易。三爷，这是羊奶。爸，你这样不行。我没事，马上要考试了，我必须把题都复习好，不用管我。老三，出来！大哥出事了！大哥怎么了？杨雪昨晚没回家，你大哥找了一晚上，今天还去学校了，结果遇到杨雪同学，他们昨天跟杨雪分手，以为杨雪回家了。杨雪没回家？是了，怎么可能？前世也没有这段事情啊！看着杨青，我先过去。那有消息你告诉我。爸，大哥到底怎么说的？杨雪怎么就失踪了？只是打了一个电话，今早已经报警了，具体情况还不清楚。爸，我去公社打电话问了。老三，你赶紧拦着你二哥，他非要去公社打电话，就他这身体。你别胡来，咱们侄女失踪了，老大已经报警。我去一趟金库镇吧。但你二哥的身体……爸，杨雪的事情重要。那好，你去镇上也联系一下公安，领着他们那些人都去。爸，你觉得杨雪失踪有问题？别看你大哥什么都懂，估计要话，你多带人去，以防万一。好，爷爷，我也去吧。啥？你这孩子多时候来的？去，跟你姐上学去。爷爷，你让我去，那什么，你忘记了？那什么，老三，你领着杨柏去。爸，为啥？那什么，爸，我昨天看到杨雪姐了，我们聊了半天，或许我能想到什么。你说的什么玩意儿？带着杨柏吧，这孩子机灵。别废话了，赶紧走吧，让关刀照顾杨柏，晚上关刀送回来。三爷，你这儿子能跟上吗？你慢点骑，别摔着了。刀哥，帮我看着点，争点气儿，看看那些马看你什么眼神，你得跟上，你没出息的玩意儿。老大住在哪儿？操，忘记问老大地址了，要不进去打一个电话问问老爷子？我知道。杨柏，你真知道？爸，杨雪姐告诉我的，我刚才知道我签约的很让你带我他了吧？你赶紧说啊！就是那个门，赶紧过去吧。今早公安都来了，那个母亲哭完了。老聂呀，这孩子上哪儿去了？求你们了，帮我找找孩子，一晚上都没回来。老师，你也帮我问问。大嫂，老三，你可来了，杨雪不见了。你别难过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我仔细说说，我一会儿就去刑警队。老三，杨雪昨天临走说是去同学家做作业，结果她是去医院看什么受伤的同学。出医院之后，其他同学也都离开了，可她却没有回来。看受伤同学，不会是芳华吧？不可能是叶家，难道是王家？可他现在自顾不暇，哪有空动杨雪？再说了，要动也是动杨建业。怎么了？爸爸，你问问姐姐失踪这段时间有人联系大爷一家吗？如果是绑架，怎么也得有消息吧？不是绑架，咱们镇上来人贩子了，一会儿问问公安有没有人贩子。大嫂，我现在就去公安那边，你别哭，大哥回来了就让他等着我。老三，嫂子谢谢你，以前是嫂子不对，你怎么也得帮帮杨雪。嫂子千万别这么说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建军，你是为了杨雪？对。你怎么还带孩子来？赵队，现在什么情况？你先别着急，我已经让人找了，杨雪没有任何消息，这肯定不是绑架，应该是遇到什么坏人了。你们得有一个心理准备。那你们有什么线索吗？我们现在能够确定杨雪的确往发家的方向，但昨天下了小雪，杨雪走的还是胡同小路，很少有人看到，具体路线还不明朗，正在推断。这么多人找，一定会找到的。拜托了，哪有什么线索你告诉我，我也帮着找。建军，这事情还是交给我们吧，你好好陪着你大哥和大嫂，有消息我立刻通知。老三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找的怎么样？爸，咱们去医院，从医院门口开始寻找杨雪姐。杨柏说的对，咱们沿路找找，杨雪或许在路上遇到危险。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叶黑龙的车，真想现在就过去干掉他。算了，找杨雪姐重要。这边。爸，应该走这边吧？这边，好像是。我这边路不太熟。杨柏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方向。杨柏，这是你从学校里学的？小学有几何知识？爸，我看你的练习题中有这句话。原来如此。太难找到线索了。唉，货车。杨柏，看什么呢？从这边走。爸，我绕一圈。你拉着我干什么？大爷，你就跟我走吧。你看看，这儿有轮胎印儿。轮胎怎么了？这附近也没什么商家，干嘛在这绕圈？绕圈？爸，爸，你干嘛？这是车牌号4263木。你看这数字干什么？这不就是小孩子写的吗？还写反了。对啊，就是小孩子写的。小孩子为什么要写反？除非他的手背着，而且还没有写完。一个木，这边应该写什么？羊！我操！
这好像是杨雪写的。对，就是他的笔体。大爷，你确定？杨雪在这里遇到危险了，他留下暗语。爸，车牌号。大哥，这是车牌号。对，这是车牌号。老三，还得是你。我现在去公安，让公安过来。找最近的电话亭。爸，你觉得有车牌号能找到凶手吗？当然能了。希望如此吧。有车牌号，立刻查这车牌号到底是谁家的。是，你等我消息吧。我现在需要去一趟现场，我也想弄清楚的，为什么连续失踪？难道又来拐卖团伙了？还用货车犯罪？还有人失踪，谁家拐卖孩子用货车？这太嚣张了吧！再说了，拐卖女孩子干嘛？要拐也是拐小男孩，比如我这样的。怎么样了，三爷大爷？我们找了镇上的土武，他说了，最近没有人贩子出现，杨雪的事情他也会帮着找。大哥，你先回去，我领着人找。还有，你过一会儿给刑警队去一个电话，询问情况。这上了大路根本就不会留下印记的，大路车多人多，地上的雪花早就被踩化了。老爸想用这招的确不行。不过呢，关大爷，那我去找大妈去，你们在这里寻找吧。你要回去？真不用。我送你回去。有了车牌号就可以了，太好了！老板，跟我走一趟。好嘞。去镇东边有一个药店，药店后面那个胡同第3家，那个地方卖狗肉。啥玩意儿？狗肉？哎，你轻点儿。哦，干啥的？哦，买狗肉。老板，什么个情况？因为你们是仙族人，来这里买狗肉很正常。那里面也是你们仙族人偷摸卖狗肉。偷狗的？挂羊头卖狗肉？你们仙族脑回路都不正常啊！行了，赶紧进去。有点礼貌。对不起。让你礼貌点，你这么大声干嘛？对不起，我们要买狗肉，自己挑。贵姓？嫖。你就是嫖狗肉对吧？我们不卖这种狗肉，我们买白狗肉。嗯，有钱吗？这年代能把自己吃那么胖，这狗东西到底吃了多少狗肉？有钱。嗯，跟我进来吧。说吧，要什么？我们要找人。找人？找人的话得看找什么人。不过在镇上，你们找对人了。找一个女孩子，昨天失踪了。嗯，能不能找？多大孩子？在哪儿丢失的？昨天还丢失另一个孩子。啥意思？我们只是听说。一个孩子200块。多少？你是不是忽悠我们？有没有？没有，赶紧滚蛋！别耽误我做生意。你以为那么好找？赶紧点儿！太辣眼睛了，把钱藏在这里，20张大劫，这多有味道！那给你，你不会用纸包上？我穿裤衩了，只是裤衩外面的豆。哎呦我去！切，我也没有味儿，你一个杀猪的才有味儿。多时候有消息？晚上6点，你们过来。说准了。别馋了。老板，你还有钱吗？没了。老板，我们上哪儿去？先回我大妈的出租房，你们就在外面等着我。知道了。买点包子吃。多谢老板。爸，有消息吗？车牌子是假的，公安那边还是没有消息。杨柏，你一会儿跟关大爷先回家，我今晚留在这里。爸，我陪着你。你明天还得上学，你赶紧回家去。爸，杨雪回来了吗？彭少，关叔也在。这是你三叔。建军，这是大鹏，这么多年没见了。